若无做拢无啦，你若无做哦，我经过几世人嘛无，无迄个法身啦。啊，你若无法身，就是咱这个肉身啦。啊，即摆肉身就去互业咧杀啊，业甲你杀去倒，你就去倒啊。啊，咱若有迄个法身的时阵哦，这个肉身没有关系啊，都有迄个法身。啊，有法身不生不灭啊。不能遐尔啊真实啊，真实在的啊，就是这样。这样子啊，文性，你讲文性，文性，哎咯，见性，无形无相，你帮他修什么修法？所以全凭心意啊，用功夫。哎，马起来了。即摆外口有写过了。迄就是讲咱的佛性，你没有佛性，你怎么知道呢？对啊。就是讲迄个所在有拢有咱佛性，咱就自安尼家守珍藏。这个叫做无所而守，守而无所，安尼叫做不生不灭啦。你若讲，我即摆开始认真咧修啊迄叫做生灭啦。你若去拄一个挫折，我会修啊，就灭啊。安尼了解无？你看即摆一车伊个安尼吹一个油，较油，咱拢会了解着。了分别，甲咱去甲伊分别心甲了分别是无共款。咱分别心就是有落入喜欢，落入讨厌。咱若无分别心无喜欢嘛，无讨厌啦。道理安尼就安尼啊，迄叫做了分明。了分明是咱佛性的功能。咱若喜欢讨厌是咱的情绪，那个是生灭，那个是我们会造业，就是安尼来。有差有少差足少差有欢喜无欢喜啊！你家分别啦，讲这我欢喜听，这我无爱听。你讲有也好，无也好，拢无差的无起无别，这是咱佛性的功能。咱会了解咧？咱都爱伫迄个拢伫咧安尼佛性的功能拢了解，拢了分明。了分明，咱无起心动，安尼就是无做业，无业，无业毋免受苦啊！咱若有起心动念，咱一定有行为，有无？你念头念的所咧就开始咧骹手咧做啊对无？有行为就已经业因就接来。业因落来拄到缘啊，因就会合，果报就在，安尼差伫遮。咱若这样的佛性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敢若天地的白天夜夜，你看天地你看遮尔很诚心呐。白天就白天，黑夜就黑夜，伊袂甲咱参详啊。伊参详啊，我即摆洗甲一点啊，我小休一工，袂啊。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就是甲这个白天夜夜共款，拢无业。虽然拢有咧做，但是拢无业。咱若落落咱家己的情绪有欢喜有讨厌，都有取舍。你取舍的时阵不管取不管舍，都叫业，都是道业。安尼就知啦所以你讲的守真常，其实就是守而不守，不守而守嘛，对不对？可是你假如说没有做这个功夫啊，你也去有靠的形象外口的这一切，甲咱我做啥？甲咱诱，咱带咧说啦，对不对？你若卖守真常，你会去外口的环境一样的。唔知这无名。都要度流啦。得爱
你也唔知有做不觉，不觉的无明。然后拄就知啊。你都已经唔知啊，为什么唔知？咱就来知，就爱觉，觉就是讲咱佛性发挥出来吼，有诶拢知影，吼，迄个叫觉者啦，觉者就是佛嘛。你唔知，有觉啊无觉？你唔知有觉啊无觉？应该无吧？你看吧，我们那个习性哦，较久，唔承认，就是不承认啊。我哪玩呢？无，他实在有啊无。那个已经落入我们前期啊。对对对。这个生内啊。对啊，那是说，因为或许跟他的反应要怎么样？那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落入咱的起舍，落入咱的迄个喜欢讨厌，那个都是生内，那个是实与事心，不是佛心，事心，认识的心，那个叫生昧。那我们要去掉，去生昧，不要假手真常。谢谢刘老师。对，可能你知道看，有几点关键，有些什么给看的，哇，心里猛怪，他在忙什么？像个名字天书，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唔对的哦。大家安尼讲着这个物件吼，这真冒犯，人伊嘛欢喜咧吼，啊袂生气，安怎嘛是讲讲，有去发现啦吼，安怎有去注意会款，啊无较早拢嘛是无要互你，讲到这个代志，你就感觉。啊，你说。刘老师，王生哈，王生是如果说到某个程度到王生的时候，我们是无不是无解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或许占到天师德老天天大的，以及呢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许聚会学讲。我们这礼拜呢，将近呢都全部讲完了。那北部前贤呢就很积极的把整套DVD、MP3、CD 都已经呢拿过来了。那所以我们可以拿回去整套看看要DVD 还是 CD 还是 MP3 都有请各位呢拿给亲朋好友拿回去听，拿回去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开始这个新的课程。我们本来呢是预计要讲那个维摩诘经。那因为我们讲《金刚经》22片的时候，发现说呢，那个意境太高，我们不容易体会。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熏习这个真理再久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讲维摩诘经。今天佛学讲这么多的经典就觉得维摩诘的那个最不好讲。因为他有几个字我们就很难解说了比如说不以三界现身意。非浅显我们想看，我们都视线，我们都出生在凡尘，那我们在凡尘就是三界，那不在三界现身意，就是表示我们不要在这个凡尘有身体，然后有意念。高不高？
真的就是很高了。啊，你要修就要修到不以三界生意，表示说我们在凡尘要认清真理，把所有的一些假象，就是很快变化的，全部都能了解。那全了解以后，我们才可能说不以三界现生意那才可能做到。所以或者这个要等到我们更熟悉了真理了以后再来说。那因为或者就有讲说已经开始写《金刚经》，因为或者各位拿了一本很大本又薄薄的，能够了很不好拿。那这一次又重写，就跟这个一样大，就好拿了啦。它没有这么厚因为以它的内容或者写到52页，写到52页就已经半了那可能全部的话大概在150页左右了，不会很快所以我们看起来就会很好很好了解，很好拿。那或者不把内容又把它改版，就像或者在讲课的口气一样那有些看或者的原稿在写以后或者想说先对一对啦，时常都会这个心跟手不一样，心想写的字跟手写出来不一样，那没有感觉所以想说呢，请前贤校对。那前贤一看了以后，你怎么写的这么白难怪老师说你是天机。真的各位假如说拿到看的话真的一定会很容易就了解。那我知道了，那领悟都非常慢所以或许把那个很长时间领悟的东西把它写下来，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去摸索的时间。你一看就知道真理就可以说知道怎么做，然后知道怎么做距离我们回归到佛性本体就近就很快不会很困难所以学可能在2个礼拜会把它写完，因为1个礼拜就写到52页2个礼拜3个礼拜大概都写完了。然后我们这写完以后印一样会寄过来也希望大家拿，也希望大家分送给亲朋好友纵然他都没有求道没关系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说怎么样来修道真的很殊胜。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新的课程涅盘经那因为我们这边前贤也有顾忌到了，你讲涅盘会不会涅盘会不会涅盘因为或者在北部讲涅盘讲一讲就涅盘了，就在那边的课程要结束了就不再讲了。我们这边因为又有习弄说还要讲维摩诘，所以这个不是说讲涅盘就没有了不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说讲涅盘经就真的进入涅盘不是那个样子啦，而是我们要就里面所讲的道理。因为涅盘经我们在市面上很少看到也很少人在讲说没有，等于说没有讲说涅盘经。然后我们先从字面来了解涅就是不生，盘就是不灭，不生不灭。各位浅显，不生不灭是什么？对啦，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所以这个涅盘就是在阐释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完成世间人对佛性本体的了解都不够
对呢，佛性的功能作用啊，都很了解。本体呀，就很少探讨，所以就很缺欠的。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说这个《涅盘经》，佛到底怎么说啊？所以里面呢就写说《涅盘经》呢是释迦牟尼佛进入涅盘之前一日一夜所说了，所以那个一日一夜所说啊，就已经一本经非常大本了，或许这个抄下来只不过1/10而已啦，全部抄因为里面很多呢对我们修道来讲啊有一些不关紧要，不关紧要后就不抄了，就抄比较让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一些内容。那么内容呢大致是将4线完成，讲经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就是做一个结论。那么所说的一切变化渐修的方法顿滑，就是马上从凡夫那个地一直直升到佛地，那个叫顿滑。那不定滑，就是不固定，不固定那个我们完成呢所有的一切法都是这个不定法，以及秘密法，那个呢不公开讲的一些秘密法。然后前教前呢就是法典，那个前教，然后呢实法，就是实相法门。通教，也就是呢大家都要了解的，还有别教，就是个别的教化，圆教圆满的教化，密教秘密教，像那个密宗的就属于密教部，即制定确立因由为什么要制定确立，做一个呢交代。那么大慈大悲的胸怀表露无遗。乐切其伴呢，我们众生都能够修正成佛，都能够脱离苦海，不要呢在六道这个轮回里面。那么在此之前所说的经典，大部分呢都是随机诱导，循循善诱，那么并非呢究竟了义之教，就是不是要我们呢回归到本位的那一种教导方法，而涅盘经呢已是最后的施教，不能再常有密所以内容呢皆是了义，就是究竟了义，看的时候心里呢要有准备，接收真理的态度，这个呢是后学呢先把它呢做一个纲要。让我们先了解。那翻过来呢，就有讲说里面内容《大涅盘经》呢，总共有25品，36点。那因为本文呢太长，只摘录呢比较重要的部分，从续品、成陀品、哀叹品、长寿品、金刚身品、名字功德品、四相品、四依品、邪正品、四谛品、四导品、如来性品、文字品、鸟语品、乐语品、菩萨品、一切大众所问品、行定品、圣行品、欢行品、婴儿行品、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就曾经讲过，光明遍照高贵德王。那么狮子佛品，狮子佛菩萨品、迦叶菩萨品，教成如品，这个25品，那么后面呢另加后记，细数呢佛涅盘之前，是最后呢不足。以及佛涅盘的现况，所以假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答案，就看呢那个最后细数那个最后的附主，所以或者就讲
我们要修最高的程度啊，就是在这里，在十以呀，那一种啊，那最后护主，可以啊，怎么样，到达那个佛的本位，所以呢，就已经就是在最后，所以最后的光呢，各位就了解啊，是我们要修那个最高的那个层，那佛有进入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速空，然后这样呢反复的一直在找完成的那个实相，啊，结果最后佛就跟我们讲，说一切啊，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啊，根本就是虚空啊，都是极昧啦，无明啊，无事。然后啊，永断之有，所有的有啊，都断掉，那本来呢都是平等，没有高下，无见啊，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细无，不可解脱，无众生呢，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啊，不灭，非世间，非世间，涅盘生死呢？皆不可得，闲寂静住啊，无所思维，究竟安住必不可得。从无自法，法性思维，断一切有，一无所有，法相如是。所有我们追求的法相就是这样，其知世事啊，就知道这是叫做出世人。已经呢离开苦海了，那世事不知啊。假如说这个事情不知道，名字叫做生死开始要进入生死，所以啊，汝等大众啊，应断无明，灭啊生死死。各位有看到或者在讲哪一段吗？161页的左边呐，就是这一边。所以啊，世尊呢，这个说这一些语了以后啊，就进入超禅，然后从初禅进入第三禅，从三禅呢进虚空，如胜逆啊，进入知禅，布告大众。我因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无系无责，无解脱者，无足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之有，本来清净，无垢呢，无烦恼，以虚空等，跟虚空都平等，尽诸动念，思想心习，如是法相，名涅槃。就是这样就是大涅槃，不生不灭，回归呢到佛的本位，真见此者啊，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啊，名曰无明。作诗语啊，呼入之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修最高的程度就在这里呀。往后有人问的话，你就拿这个给他看就好，说你要修到最高的，就是这样。我们还没到那里，我们要回来。这个呢，从前面啊，文思呢，到尘头眼，第一页，这个蠢头呢，就是佛要进入涅槃，最后呢，那个供养，最后供养啊，就是蠢头，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有它的一些前因后果，然后啊，文师就跟蠢头讲，那么如今呢，当观知行的现象，所有万行万法的形象。它的性，它的相，如是呢观行啊，具啊空三昧，就能够具备啊，那个空的正定，应求，欲求正法，应如是学，要求正法呢，就应该这样学，因为前后都还有蛮多的一些文字啊，或许都没有抄。那么接着呢，佛就说。当观的知行，由杂独死。我们看凡尘所有的一切，那个啊，我们凡尘啊，
这个所有知就是很多了，行就是现象及变化我们应当要去观察，就好像呢掺杂很多的毒在里面我们需要吃饭，饭的里面也掺杂很多的毒这一些呢有为之法所有的有为之法都知过患很多那个知跟多呢两个都是讲非常的意思。过呢就是过错，患呢就是患难有很多过错有很多呢患难那佛就讲，我以哀悯汝及一切是故今日亦入涅槃这个佛哀悯众生说要进入涅槃因为菩萨有求释迦牟尼佛呢就能够住在凡尘，不要进入涅槃。那佛就讲说，假如说我都长期都住在凡尘，不进入涅槃，那众生他会懈怠佛都时常在我什么时候有问题什么时候来请问都可以。可是佛要进入涅槃的，没得问了，要赶快就会努力所以佛呢要示现涅槃。然后又讲既然有生就要有灭啦所以那个是真理那个是自然状态。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知佛法尔知佛所有的法所有佛的法都这样。那个尔就一样的意思啦法尔法本来就是这样有为亦有所作为也是一样要呢有生有灭有变化。有为之法其性无常生已不住，即灭为乐所有所作为的这些法门它呢都是变化无常不会常住。所以出生以后现象了以后它呢不会固定，都一直在变化要到达极灭那个极就是如如不动灭掉所有烦恼佛性本体就是极如如不动。然后我们佛性里面没有烦恼，所以极灭就在讲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我们极灭为乐进入佛性就很快乐，那个没有苦的乐没有对待的乐所以极灭最乐。那么尘陀汝今当观一切行杂一切行它都很掺杂很多的那个杂质，很多不单纯的都在里面知法无我，在法里面找不到我无常不住一直变化都无常它不会常住。那么此生都有无量的过患，犹如水泡。说我们这个身体很多的过患过错跟患难，好像水中因为风谷形成的水泡就虽然有，可是一下子就破灭再形成破灭，再形成再破灭就这样我们的身体也都是这样能知如来视同众生方便涅槃就是能够知道这个真理为什么如来示现在凡尘的跟众生都一样，然后跟众生一样也要进入死亡就是涅槃进入不生不灭。那一切的知法皆如幻象，所有的万法它都不固定，所以叫幻叫假叫虚假象虚象幻象所有完整的一切都是，所以叫皆如呢就好像全部呢都是幻象，唯有我们极昧的现本体才不变，才叫实相
所以我们呢时时刻刻要了知实相，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对于幻象就不会住就不会住相，烦恼呢就减少。那么如来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着，这个如来在幻象之中用方便的法门来示现呢给我们众看虽然视同众生可是如来无所染着不会对凡尘就是产生贪爱我们众生都是染着，都是贪爱，所以要我们脱离苦海我们众生都不甘愿都这好佚佗反正这么好玩怎么要脱离呢？所以他就不想脱离苦海就是没有吃到苦啦。那我们年岁越大吃的苦越多就越想住在凡尘。那么今受如所现的供养，为欲令汝度脱生死，知有漏故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接受尘头最后的供养。那为什么要接受他的供养呢？就是为了要令他呢度脱生死，就是离开我们这个生死苦海所以我们了解说，再怎么好，福报很大的话，一样也会死掉啦那再来呢，福报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苦的都比较多啦所以这个知有漏有漏就是有烦恼啦。那我们众生呢就把精神外露在呢整个现象所以烦恼就很多。所以知有漏也就是知所有的烦恼我们众生呢都有，都具备度脱生死度脱呢有漏就已经呢进入那个如如不动我们佛性的状态。如若富裕为之众生作福田者，数饭所施不以久停所以跟那个陈头说，你假如说要让众生呢也都能够效法你能够供养如来这样呢你就是当福田种福在呢这个田地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八识田中假如说有福的因那个福的果报它自然会呈现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我们种五谷在田里面，然后我们种福因在福田里面一样呢佛的果报也一样会呈现所以呢要呢这个尘头赶快呢去办理那个说要供养的那个内容就是好吃的那一些饭菜酒亭就跟他讲不去做，安尼大家咧等。尘头蒙佛教诲语句正见厌莫放舍。那尘头听了释迦牟尼佛教导那已经呢具备了正知正见那希望佛不要进入涅槃厌莫放舍，不要把众生呢都放舍掉就不管众生的。那么佛就讲，汝当呢精勤细心正念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我们要精进的心不是很踊跃啦，也不是很多那心也都外放，要我们心收回来也不简单。那佛跟呢尘头讲，要细心呢正念正念就是没有念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念都能够放下那个叫正念我们起心动念呢叫邪念那个念都正
啊，所以我们要细心啊，正念，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假如说都能够呢，细心正念，那我们离佛的位阶啊就很近。或许都一直讲，我们都是佛啦，之所以没有成佛，就是我们的众生之见，我们被自己的知见障碍，所以啊就没有成佛。那假如说我们肯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万念放下，我们到达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叫正念。那个念啊，从佛性出来，是正确的啊。所以啊，正念呢叫做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啊。既然生活之中都是佛的知见，成佛就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都具备啊众生之见啊，所以离佛的距离啊就很远。尤其啊众生之见呢，最大的分别啊，就是分别心浓厚。那佛没有，佛呢知道啊，完成的万象都是假的，我们所有的啊，就是啊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啊，大家都一样，所以性本同体，都没有分别心。那所以只要啊我们的分别心能够去掉啊，我们就可以成佛。什么时候分别心去掉，什么时候成佛？这样了解吗？我们什么时候肯把分别心去掉？大概我们一口气不来都还不肯呐。就知道我们的那个执着啊有多么厉害。唔肯就唔肯，再怎么说没你别啊，就要找人打架了。真的是要当众生啊，要六道轮回，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啊，我们完全有答案。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你都喜欢到六道轮回，怎么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谁在受苦啊？就是这样啦，自己造业，自己受苦，还自己很喜欢。我们实在够聪明的啦，聪不聪明？这个我们获得妙智慧才不会这样。这个都是我们落入后天有身体呀，有形象才学来的。所以这个凡尘没有教导我们很好的方法，就教导我们走路啊旧的道路，六道轮回，大家拢行较足熟的啊，你刚行啦，莫讲想要去天堂，想不想上离天啊？我们刚才那个你看要我们上离天都唱不出来。告诉我们说你还阁差真远的啦，阁想要回去离爱努力啊，爱努力咱后礼拜来就唱会出来。所以啊，佛呢就讲说，如呢当开意，就是要我们呢心胸啊就是要能够开放，然后啊那个意啊就要通达，要全部呢都能够了解，了解到说原来啊我们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啊，是我们不愿意，所以啊就讲说呢，不厌大愁苦，知佛法觉耳。所有的佛教导众生的方法都是这样，是故啊当默然，乐啊不光一闲。所以佛在这个啊都是很普通，可是我们就不容易做到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这个默然
就是没有义理的事啊，没有作用的事不要讲，讲出来没有用，不要讲，所以要默然，点点啦，点点就好。所以点点吃3碗公半，咱这安尼黑白讲拢吃1碗头啊，吃的很少啦，所以营养都不够，那么乐啊不放逸，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啊，这个不知不觉啊就放逸，放逸啊，有时候我们现在的那个名字讲的比较呢明显，叫做放肆，放肆我们就比较知道，放逸比较不容易了解。其实放肆跟放逸是一样。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在年纪轻轻的坐在公车上，坐在捷运上，2只脚就伸得直直的、远远的，那个就叫放逸了。咱的坐车那些，2只脚规规矩矩，有没有？所以还是修道人啊，还是不一样。在外表形象啊，你看起来就不一样，规规矩矩。人家说成语中就学乖，你做的很规矩，那个表示啊，你心中具备啊诚，跟天地一样，天地非常的诚，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不会颠倒，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该热就很热了，现在假如说不开冷气很热。汗流浃背，你看这个天啊，很沉啊，不会说现在下雪。要是现在下雪我们知道那个是人心大变，人心的变化了，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人心变化大，这个上1分钟还很善念。下1分钟要杀人了，所以人的心啊变化很大，上天就表现出来，那个不是天幻，我们人幻，所以这都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成语中学外，你就规规矩矩，该做的又做相，要像个样子，要很端庄。穿呢，就是要穿得像个样子，不要好几层呐。现在穿你在他的对面看这个上衣的然后里面第2件，然后外第3件都一层一层的啦。老一辈他就讲有落讲，我们怎么说而已？真的很难找文字来说嘞。不过老人家说落脚，你嘛是较闭仔，这可能上了年纪才听懂，要穿得比较一点，你自己呀看得起自己，你乱穿要知道你看不起自己，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完成了。就是这样，你把心意都收回来在腔子里，这样你就照顾你的心都清净，没有奇奇怪怪。可是我们现在凡尘你不奇奇怪怪，人家不注意，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一定要奇奇怪怪，奇装异服，是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乐不放逸行虽然几个字我们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不过你只要说还没有到结婚年龄，还很年轻你都端庄那个长辈一看这个好，这个给我做新妇，这一定真乖。你2只脚伸较长这买啦。这传的讲袂听，带回来要想的，
所以人家都不喜欢。那守心呢，正意念，就是把我们的心呐，就时时刻刻放在那个正念，那个所有不管是你心中起心动念全部呢都是实际佛性出来，般若妙智慧。那么远离知非法，所有的非法，不很这个上道的法，不很正确的法，不使人家喜欢的法，那个都属于非法。我们都远离，都不要，所以先呢看重自己，人家呢才会看重我们。那么智慧受欢乐，自己都能够安慰自己，我们最起码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众生，没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智慧受欢乐，自己很安慰，又能够很高兴，欢喜快乐，这都从自己内心产生。怎么会有忧郁？忧郁症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都一直期待，外面给咱叫狗，外面呢跟我们呢共存，那个都不合真理了，不要，我们都不要那一些，所以不会有忧郁症产生。所以或者都一直讲，只要你把心敞开，你去当义工，我们说当志工啦，什么拢较好听，付出劳力，不要求呢，代价，我们做的人高兴受帮助的人也欢喜，这样你看生活就都有意思，怎么会忧郁？不会都说你还是真的欢喜不起来，那去做那个小小学生的导学，引导他们上下学。你看他们那个小小身影，背着书包，快步走，很高追的，我姐都一直在讲。在基隆然后我们那个社区蛮大，那个小学生开始要上学了，从幼稚园上一年级他的父母亲又是比较节俭虽然他是小学生他的书包给他买了一个很大，大到呢超过他的那个身长，高过他的肩膀。然后他很高兴要去上学，那个走起路来真的从看到一直走到不见，就一直看着他欣赏。你看你去服务之一些小学生，你所看到的都是天真面孔，怎么会忧郁？那个忧郁不用吃药就不见了啦。不然你药怎么吃还是不会好，到最后都会自己不想呼吸，很可怜，来还尘这么难得又没有好好把握，一生又送了，你保证能够再来吗？你保证来的时候又是人吗？没啦，那都做经历去啦。所以要知道人生难得很难得到人的生。假如说没有德的话，还没有人的身体耶。无德不转人，没有德不会有人的身体可是无业也不转人，那无业嘛袂做人有业还佫有德才做人啦。假如说有德无业天分若有业无德做精生所以这道理咱都要捌咯。
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知道呢，在凡尘啊，你想要当什么，你怎么行为，它就会呈现。那个现象啊，就会呈现。那么我往昔呀，种种苦行，今得如是啊，无上方便。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在往昔呀，就是种种的那个苦行。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受苦啊，他一直啊，都不拒绝，都去做，所以现在呢，才能够得到那个佛的果位，才可以呀，用那个最上圣，那个方便的法门来引导众生修道。为如等故啊，无量劫中啊，舍身所主，头目啊，随脑。所以啊，这个我们大概都做不到了。就是舍掉身体呀，使以那个内财，外财是身外的东西呀。内财呢就是身体，我们的身体布施，手足，都可以布施，头目，眼睛也可以布施，嘴，脑都可以布施，树棍如等呢。不应放逸呀，所以就告我们啊，不要放逸，放逸了啊，就没有人的身体，就落入三恶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虽然文字都不多了，也讲得没有很深，可是啊，做下来就不容易，而且要呢，持久，不是说一两天做了就好。那么戒定智慧啊，就是要呢，有戒定智慧。我们在凡尘的当人，我们能够守戒了，定就产生，有定啊就有智慧，有智慧啊就了解真理，真理了解了，我们呢，该如何做啊，就会啊，了了分明，就不会做错，不会造业，不会受苦。那么勿以下心呐，而是知足，所以啊，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说呢，那个知足，知足是一个角度啦，就是不贪求，不能够知足啊，就能够常乐。可是这边呢，他是说勿以下心，就是不要呢，我们不要说一点点那个心呐，就是啊很下等的心。我们呢就是在凡尘啊，就是不追求出离苦海，也不追求度化众生，然后有一点点这个所得了就满足了，这个就是下心啦，所以啊，叫我们说不要这个下心，就是啊满足于现况，满足于我们呢现在所居的环境。所以啊，就是不要下心，就是要我们追求啊脱离苦海，所以啊下心的话，就没有追求脱离苦海的心，那样的话我们就脱离不了苦海，我们在受苦我们又不感觉，受苦没有感觉，一对照才会知道，看人家受福报，然后才知道我在受苦。其实啊，受福报也是苦啦，都是苦。看我们那个心啊，我们以佛菩萨的心来看众生，众生都是受苦啦，都没有快乐的。所以要知道这个啊苦海，为什么把它说苦海？就是因为它的苦无量无边，没有止境啊。虽然你现在很有钱，然后啊身体很好，享受福报，又能多久？很快变化了，没多久家道中落，身体呀，败坏，很快的，我们都不要呢，这个一直以为说。我身体还这么强壮，往后老一点再来修，不要这样很快不用老你就死掉了啦，
哦，唔免听好老，尤其现在棺材都得气耶，哦，都不装老的，都装死的，所以要死得很快。哦，你看啊，我们现在啊，交通很方便，哦，昨天还报一个那个，哦，在62号快速公路，自己开车自己撞那个那个桥头，哦，这个桥的迄个头，车甲弄，弄起火，火一个水走袂出来，烧死伫个内底，敢真老？没有啊，还蛮年轻的死掉了。你看，刹那之间，人都不见了，哦，烧了肉拢无，嫌骨头都烧啊米糊。人很脆弱的，要把握啦，好好修。最起码咱的灵知嘛，安尼真清灵，所以要了解到说，是一种生命的事不要开玩笑。那以大圣法应生的贪慕，所以或者都讲，这个佛都教我们不要贪。可是佛教我们对大乘佛法要贪，不贪啊？要贪，因为贪大乘佛法才会成佛啦。所以他的贪角度跟我们凡尘的贪不同。我们凡尘的贪都是物质现象，那个享受身体享受的，跟这个我们要成道成佛的贪不一样。那更虚呢？心染大乘的正见法，说不要染凡尘可是要染大乘正见法，所以一样是染的角度不同他染大乘的正确正念的清净的的法门。我们众生呢贪婪，还有钱来国外观光。很累人的，他看了很快的变化，所以我们呢，这个最或者讲，我们最能够观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最舒服的，去除呢知结识，所以我们在凡尘就这两个啦，一个结，一个识，我们要把它呢除掉。那个知是很多啦，那结结都是怕感。各位今年伫凡世间有怕感无？拢无拢嘛有，拢嘛怕感，大甲细感尔，拢嘛怕甲全感。拢无透气啦，所以无透气就无生活。要呢把那个结打开。还有那个识就是识啦。支持我们当然想讲要追求来买一台车来开都是识支持我们呢就是要去追求物质的享受。我们要了解这个识就是使我们造业所以结识这两个字就是要去掉要把它去掉不要结不要识有结识了促使我们想去做什么个动力我要研究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做了以后结果怎么样？要先了解，先知道那假如说是要给身体享受的那不要了那个识就可以去掉那个结在凡尘的结要打开，结没有打开问题都不顺打开了都很通顺。是通顺的没有打结。如来法性呢真实不倒如来的法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不会灭它不会倒，不会倒下来都是挺立不摇是故如等应当精进，摄心勇猛摧之结识你看最后还是两个字，把那个所有结跟识把它摧灭
不要它，因为它使我们呢造业，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要摄心，把心呢收摄回来，然后要勇猛，把结识啊，都摧灭。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呀，即灭为乐，这个啊，是啊，这个啊最有名的是句句啊，就是知行无常是生灭法，完成所有一切呀，都是无常，都是生灭，然后所有生灭都灭，灭到已经不没有，即灭，就回到佛性本体呀，为了回到佛性就快，所以啊，生灭灭呀，即灭为乐。我们在凡尘呢，不用等到所有生灭都灭完了，我们佛性本体就可以请出来，它就快乐，所以即灭为乐。譬如大地呀，枝山药草为众生用，佛法一耳，这个佛法，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佛法也是这样，出生妙善，佛法能够呢，生出啊，妙善，使我们都能够成佛，甘露法味，从佛法生出甘露法味，而为众呢种种烦恼病之良药，所以佛法，就是烦恼的良药，我们都可以啊，拿这个药，来，服用，然后呢改变啊，我们所有以往的作为。那比丘也，这个比丘呢，听佛讲了以后啊，他也说话，说譬如罪人啊，不觉知，那么不是啊，亲疏。就是不认识呢，亲人，跟疏远的人，母女姐妹，就是啊不认识那一些女孩子，那一些呢大的小的，迷慌呢淫乱，言语啊妄意，过不戒中，所以啊这个文字这样写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就是啊，那个男女之中呢，就是啊不清不白，乱来，就是啊，迷慌淫乱，四个字啊就足以代表，说呢，都已经没有规矩，然后言语啊妄语，讲话呢，都没有按照道理，然后啊卧就躺在不敬中。就是那一种所处的环境啊，就是已经呢不清净。那么食有粮食啊，语要令狐，狐语啊即吐，因为他喝了酒，所以啊不知，有粮食呢，拿药给他吃，吃了以后啊，就把那个喝的那个酒啊，都吐出来吐掉。还是意识，个转回忆呀，个怎样？以所做代志，那心怀惭愧啊，拢做唔对去呀，所以这个啊要了解到说这个未来的歹事啦，加在好事，这个未来上慢，那加在还没有做。加在也可以有救。那么身智啊克责，久为不善，知恶根本，酒喝酒，酒伫酒矸啊底就点点，那会坐落巴肚拢第二发作，所以啊，我们了解到那个酒本来它没有罪过了。可是你喝进肚子以后，借酒装疯，它就乱说乱来。若能除断呢，则也重罪。假如说我们可以除断，不喝酒了，就可以远离重罪，所有的罪就可以远离。是真，我亦如是。这个比丘呢，还很有勇气呀。他说我也是这样。往昔以来，
轮回生死，情色所罪，被情跟色所迷醉，贪欲贪视五欲，这个五欲色、声、香、味、触，就是五欲。然后对着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就是五欲，贪视五欲灰母母想，灰劫劫想，灰女女想，疑灰众生生众生想，是故轮转，受生死苦，这个都讲得蛮快了，对，经历好像好几生，如彼罪人卧不敬中，如来今当施我法药，令我还吐烦恼二九，而我未得醒悟之心，如来允何便意放舍，入于涅槃。说呢，这个比丘说，我都还没有学会你都还没有教导我们认清真理怎么就要进入涅槃了？那我等修无我想，是身无我无主，一切知法无我。我等修这个已经修无我想，那一切的所有的法无我，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如是修已则除我慢，就可以辞掉慢，就是骄傲。离我慢以便入涅槃。这个离开呢这个骄傲，就能够进涅槃。世尊，譬如鸟击鸟飞过，那个空中的迹象，空中现者无有是处，这个鸟飞过的踪迹飞过了以后就找不到了。你要搁找到找到鸟的踪迹那个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有能修习无我想者而有知见亦无是处。能够修习已经没有我那个念头，然后有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这样呢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亦便修习其余思想，亦更修习另外的一些想法。所谓呢苦想、无常想等。世尊譬如罪人其心眩乱，见之山川尘过宫殿，日夜星辰，皆悉回转。故曰天地拢咧转若有不修苦想、无常、无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为圣。都知妄意所以在佛经里面妄意呢非常这个多见可是我们呢众生呢就是这个犯了这两个字妄意因为妄意才流转生死。那么以是因缘，我等善修如是知晓就是有一点在这个邀功讲我呢做认真修那么尔时呢，佛告知比丘也，谛听谛听，就是详细的来听，抛开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然后不成则成见，然后来听。汝相所引罪人欲得，但知文字未达其意。佛就跟他讲说，你所引罪人的比喻就知道文字还没有到达那个义理的真正所在何等为义？然后佛就讲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个道理所在。如彼罪人见上日夜，到上面的日夜时非回转生回转想众生欲耳，我们众生也是这样，被知烦恼所护生颠倒心。我们众生被烦恼所覆盖，
然后产生呢颠倒的心，即我，我呢即无我，常呢即非常，见呢即不见，乐即为苦，以为烦恼之所护故虽生这个慈想，未达其意还没有到达他义理所在，如彼罪人呢，宜非转处而生转想。我者即是佛意，常者呢是法身意，乐者呢是涅盘意，净者呢是法意。所以常乐我净佛在这边呢就把它解说出来，说我我们在讲那个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然后常就是法身，以法为身，它不会变化，永远都在，常住不灭的，所以常就是法身。然后乐，它不是相对没有苦的，就是涅盘，就是不生不灭。然后净清净就是法呢就清净，所以佛就把常乐我净这个四德解说。那么汝等比丘允何而言？有我想者骄慢共高，流转生死。汝等肉言，我亦修习无常故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这三种修呢，没有实际的义理。我今当说圣三修法，就是三种修法是很殊胜的。苦者即乐，乐者即苦，是颠倒法。无常即常，常即无常，是颠倒法。那个颠倒。无我即我，我即无我，是颠倒法。不净呢即净，净即不净，是颠倒法。犹如是等四颠倒法，世人不知正修之法，这个人不知道呢正确的来修之法，修所有的法。汝等比丘，以苦法中而生乐想，以无常中而生常想，以无我中而生我想，以不净中呢而生净想。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间呢亦有常乐我净。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只有文字没有实在的义理。出世有字有义，何故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故不知义。有四个颠倒，所以不知道义理。所以则何？为什么呢？有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以三颠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见见不见，这个就变颠倒，真的颠倒，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只有知道文字而不知道义理。那么何等为义？无我者即是生死。所以或者就讲这个说法只有在涅盘经看到了，以往所有的经呢佛都不这样讲。在涅盘经呢佛就讲无我，我们都讲无我无我，然后佛就讲无我就是生死，我者即是如来，我就是如来。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把它了解它的内容。那个无我，我们呢就是讲身体身体那个没有佛性它是天地的物质风土，所以那个水有风土不是我，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一个不是我的就是生死，就是水有风土。那么我了了分明的这个我就是我们佛性，就是如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说。那么无常者声闻缘觉就是那个小乘佛法，那个
这个比较自私自利啊，自己好就好，不管别人死活。那么长则如来法身，我们呢每个人的如来，每个人的法，以法为身，那个呢都是佛性啊，不生不灭本体。所以我们的法身啊，就是如来，就常住不迁，就是如如不动。所以啊，我们都有。那苦者啊，一切外道。为什么外道会受苦呢？因为心外起华。我们的心外都要了解啊，心的外全部什么都没有。你把它认为啊，是有的话，那就苦了。所以苦啊，就是道。乐啊，就是涅槃。涅槃不生不灭。涅槃的话，不生不灭啊，就快乐。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被生灭啊，这个搞得很烦恼，所以那个就不快乐，就苦了。乐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啊，不会变化，就不会受苦。那么不净者啊，即有为法，你有所作为啊，就不清净，就有变化。那无为佛性啊，就是清净。净者知佛菩萨所有正法，知佛菩萨所有的那个正念，所有的正确方法，佛知佛见就是清净。是名呢不颠倒，这样呢就不颠倒。那么以不颠倒，知字啊知义，知道这个文字，知道这个义理，若欲远离是颠倒者，应呢知如是。常乐我净，所以或者之前呢就常常提到，为什么呢？或者说会这个发心说只要各位浅显听或者讲课，按照会所讲去做，没有成佛的话，或者在陪你们修，有没有？他为什么那么的容易就承诺？就是因为体会常乐我净。因为在常乐我净的这四种状态之中，没有的变化，没有生灭，没有苦啊，也没有乐，没有一切对待的都没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受苦啊是别人看的在讲，那个本身啊他没有那个苦的观念，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花心要呢这个做事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事再怎么苦啊，你都觉得快乐。当你不甘愿做的时候啊，再怎么快乐的事啊，你做起来很苦，都不甘愿。所以这个就使以我们心的所以我们先把心提升，已经到达涅槃，不生不灭，心都已经不生不灭了，所有生灭的现象都不值得我们去烦恼，都不值得我们去较，所以这样呢就容易能够呢这个发大心行大贤，就可以呢帮助众生脱离苦海。这个是要有条件对不对？不是说我想度众生，然后就度那你凭什么度就一定要有内容内容你要很踏实不能说我度个几天，度个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好了我不要了，那不是生灭吗？对不对？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在研究性理心法，说呢我们要改毛病、去脾气，然后贪嗔痴慢疑全部都要改掉、去掉，不是我们遇到事情才改毛病、去脾气不是遇到事情才去掉贪嗔痴慢疑，不是，而是我们在听、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就已经在改，就已经呢朝理想的方向
在进行。那以后遇到事情，你会把脑海里所了解的，你把它付诸于实现，这样呢就理想，已经全部都改过了啦，不用说特地遇到事情再来我要改，那就太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熏习的那个功夫啊，只要你过了，就是或者讲认知啦，你的认知已经到，就已经回归佛的本领，那你所有的行为啊，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不是说要特地找个时间找个空间再来修了，不用你在研究的当下就已经在修了。在研究的当下就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己呀，能够撇开一些凡人事，只要是礼拜六研究时间到乖乖来这里做，合不合理？很合理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虚起真理的当下就已经修了，就已经朝着我们的本位，就是每一个都是佛，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所以啊都很理想，所有正法亦以护举摩诃迦摄，是不是说到这边？这个一仰起头来跟各位说要看我是在水都倒转来看，我唔知你都位啊。汝等当知啊，先所修习啊，无常苦想，非是真实。汝等比丘不应如是啊，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之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物。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处处常修我想，常想净想。故应当知，先手修习四法的相貌，悉是颠倒。那个常乐我净那个四法相貌，全部都是颠倒。亦得真实啊，修诸想者，所谓呢，我想、常想、净想，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足。是一性啊，不变异啊，是名为我。所以佛就详细解说我，它的内容是什么？假如说法是实，就是以实相的，是真，是常，是足，是一性啊，不变异，这个叫做我。那么易得长寿呢？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以直想。假如我们要呢，长寿。活在凡尘呢久一点，就要护念，保护着那个念头，就是我们那个心呐，保护众生的念头，保护一切的众生，同以直想，跟所有众生啊都是我的儿子一样，生大慈大悲啊，大喜大舍，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呢，我们本性之中具备。本来就有，只是我们都不用，所以不知道。受呢，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止啊一切众生，以五戒啊十善，杀盗淫妄酒，那个十善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然后加一个不，身啊不杀盗淫，口不恶口妄言曲养舌。意啊不贪嗔痴，就变成十善。十善啊可以当7天神仙呐。那个佛教众生呢修呢，十善，
可是教我们修道人啊，这个是基本哦。他呢不希望我们去7天当神天。那么户入地狱啊、恶鬼、畜生、阿修罗等，所以佛把阿修罗也当成恶道哦，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哦等一切之趣。那么拔济世中啊，苦恼众生哦，脱呢未脱者，就是啊要解脱，还没有解脱呢，让他们解脱；度呢未度者，还没有度啊，要度他们。未涅盘者，令得涅盘，还没有进入不生不灭，令他们得到不生不灭。安慰一切呢之恐者，这个呢是无畏施啦。无畏施呢，就是安慰一切呢之恐怖者，以如是等业因缘故，菩萨呢得寿命啊长远，以之智慧啊而得自在。可以呢，在呢，我们般若就可以自在，随所受中啊，生于天上。那么其坏法者啊，即能驱遣，苛责纠治啊，当知世人得福无量。这个破坏啊，善法的，我们能够驱使啊，谴责，然后啊，把它呢纠正，治疗他们。这样呢就可以得福啊无量，不可称计。苛责坏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啊无量。所以我们了解欠一个恶人啊，那个功德很大。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所以这个如来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的本体。它是常住啊，不会变化的，不变异的，如来此身呢，是变化身，非杂食身，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如来佛性本体呀，它可以现象，但是呢，它不用吃饭，佛性本不用吃饭，唯度众生呢，视同独事，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呢，视现跟众生一样，是故现舍啊，入于涅盘，现在呢，就是进入啊，那个涅盘。那佛是常住啊，不变异法，只要你修正成佛了，自己可以当家主啦，我要不要再完成？还是要离开完成？自己呀，可以主人，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不行啊。我们说呢，我要住凡尘，哇，满身病了，给你拖走。你说呢，我想这个离开凡尘，可是要死不去耶。所以啊，佛不是这样，他要住就住啊，要走就走。汝等一世啊，地狱中应勤精进，一心修习，既修习已啊，广为人说。修习了以后啊，要广为大家说，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或者都鼓励了，只要你修了以后有功夫呈现可以啊报告心得，心得分享了，这个是很难得。但是一定要自己本身经历，是是真的，是诚实的，不能用想象啊，想象就不可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真正的有修有功效，然后讲给别人听，别人会效法，也想像你一样的来做，这个就等于鼓励人家已经呢在种善，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不是鼓励呢，就是修那个神通了。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性具备，它具备啊有神通，有无六通。还有更大的大通，只是我们还没有证悟佛性呢，大通现出来。那假如说我们可以证悟我们的本性，那个佛就讲，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就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跟北俱泸州，可以把它们转。你看那个功夫多大啊！但是你要证悟本性才可能啦。
现象是不可能，是进入佛性才有这个能力。佛是这样讲呢，那个是鼓励的，鼓励我们说呢，你真正的去做的话，它有功夫呈现，而那个功夫的呈现是我们本来就具备，不是说学来的，学的神通它不久就消失了。那我们佛性的神通只要你让它呈现，它都会在。可是我们知道那个需要，我们只要努力各位学员把心收回来，摄心你把它收摄回来，不要3个月，你绝对可以了解说这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人会来找我，我会遇到什么，你会知道，那个不是奇奇怪怪，那个是我们佛性本身的功能作用。你修得越久，你越深入我们的法性，它呢知道的越长远，1个礼拜、1个月、1年、10年、10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你也会知道。可是我们先要了解到，你知道的又怎么样？它一样发生你不知道的，它也一样发生那你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修的过程假如说都不见功效，我们会心灰意冷，拢无好，就懈怠了。那假如说听到别人都做有功效，我们都有不认输的那个精神，他做得到，我也可以就呢会做，这个叫动力所以启发这个动力是蛮重要我们不要负面的啦我们这个负面的都是要走入三恶道。所以我听到讲负面先问问他，你想不想去三恶道？不想，那就不要讲所以不要讲负面一定你要鼓励大家脱离苦海，这个是重要。我又讲到哪里了？有忘了。知凡夫人虽得戒定智慧，无有方便不能解脱。是义故不能获得常戒、常定、常会解脱如彼情节不知方便黄师醍醐，是不是说到这里？对因为这个看经多了知道多了以后只要不回来文字就不知道文字里面到底跟我讲什么。所以有一群那个贼，然后去这个偷牛这个偷牛他没有这个了解说要安怎去给他饲牛奶，牛奶要安怎变乳酪，乳酪要安怎变醍醐，我袂晓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12杯大杯的牛奶可以提炼1片的乳酪，12大杯才提炼1片所以你吃1片的乳酪就等于喝12大杯的牛奶。可以吃乳酪吗？很快发胖它营养很够就是很营养然后乳酪它可以再提炼生酥，然后生酥提炼以后再提炼熟酥，再提炼熟酥以后再提炼醍醐。所以牛奶有5味牛奶、乳酪、生酥、熟酥、醍醐。那或许那个时候第一次写到醍醐的时候就赶快跑去
那个大卖场，说向你买醍醐，因为醍醐佛讲啊可以治百病。我说完了，我哪边回来家的没个没有啊，我这身体不好哦，时常都在吃药啊，那我吃醍醐就好了。我记得了，他跟我讲，你要买酱油啊。我说醍醐是酱油吗？是那个牛奶提炼的那个呢？他说我们台湾哦，只有提炼到卤肉了。我那查这，提供你要买哦醍醐的话，到印度去。我说印度有吗？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印度有没有醍醐。只是佛经上哦，佛有讲，说只要你哦，这个喝醍醐的话，那病都可以消除了，都可以没有病。我说这么好，可是都没有方便可以提炼啊，不知道要怎么做，袂晓。所以这个擒贼哦，敢若去甲偷掠有迄无效。又如擒贼为醍醐啊，这个加之以水，水甲加一寡，牛奶水搁甲加一寡，话愈加愈害哩。唔是变醍醐啦，变迄个咱咧啉的水。常当细心呢，修持两字，佛是常住。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讲，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是永远在，常住，它不会变化，不会生也不会死，不会变化的。修持两个字啊，当知世人随我所行啊，自我自处。修这两字，就甲释迦佛祖同款。跟佛祖去倒位，伊去倒位，你就跟去倒位啦。他到哪里去啊，你就跟到哪里去。善男子，若有修习如是两字啊，为昧相而当知如来啊，则以其人为波涅盘。所以假如说我们有修道学习呀，这两个字常住，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为了这两个字啊，把凡尘所有的相呢都灭掉，灭相，都没有相了，脑都没有了，都回归呢到我们常住的佛性本体。所以啊这个如来呢就在我们这个常住这个人啊，为波涅盘，波涅盘啊就是大涅盘啊。所以各位贤贤，我们一般凡尘用涅盘跟生死相对啦。因为有生死，我们才要用涅盘。假如说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可是假如说前面加一个波涅盘，那个就是大涅盘，超越生死涅盘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假如说要这个跟生死涅盘那个张卓悟道记不是说吗？生死涅盘等空花，生死跟涅盘平等，都像空中的花。可是假如说前面加一个波涅盘，那个就是大涅盘。那大涅盘它超越对待，没有对待了，这样知道没有对待，就是生死跟涅盘对待。那个波涅盘已经超出对待，是一个结尾，没有相对。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文字的意思。善男子，涅盘义者啊，即是知佛之法。那个涅盘的意义呀，就是知佛的那个法门，性也，涅盘的性，无法性者啊，无有昧。我们的那个法性啊，我们佛性啊，它没有生也没有昧。那应当修习佛法身而作常想。所以这个佛法身啊，都是三宝。三宝啊，佛法身，
我们呢在凡尘啊，佛就是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身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有三宝。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在日常行之中啊，就已经有三宝，三宝都在用，都在时时刻刻在，只要我们这样用，当然我们都成佛了。是三法则，无有异想，无常想，就是没有两样的的念头，也没有那个无常的念头，也没有变异的那个想法，所以佛法身啊，就变成一体了，一体呀，三宝一体，全部都在我们身上。若以三法，修异想者，当知是备，这个清净三归则无一处，这个清净三归啊，佛法身，三归啊，它没有依赖的地方所在，所有的境界啊，皆不记住，所以这个三法，假如说你把它修异想，就是不同了，那个三法不同。三法是一法，那个才对。那三法都不同，清净的三归它没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地方，所以这样境界都不记住。那么中呢不能证声闻缘觉菩提之果，到最后啊都不能证那个佛的果。若能于是不可思议，修常想者，则有归处。能够在这个不可思议呀，这个不可思议佛学就有讲过啊，以前呢经常就看到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就讲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样的状态？又是不可思议啊！不在有，不在空，不在亦有亦空，非有非空，谁都下面看，无法度讲，没有办法说那个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没有把它连贯了？但是连贯以后啊，就不会很困难。所以知道呢，很亲切啊，就在我们身上。单词譬如啊，因事则有事也。因为求啊，有求啊样，不来欲耳，有常法故啊，则有归依。归是无常，如来也是这样，有常法，就是啊常不变的，常住不变，常住不变的这个法。所以我们就有皈依啊，皈依到我们糙米，就是一点点而已啦，不是我们的这个也就讲到金刚生品第5了，因为前面很多或许都没有抄啦，都比较重要的这些观念啦，或许才把它抄下来。那么如来之身啊，非身，如来那个身没有形象。所以不能呢说身。那么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休，无量无边，无有直机。这个呢就讲现象。所以如来之身它没有身眼，没有身体。这个如来的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休，没有这个习没有修。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文字没修没学学习用修无量无边如来的身无量无边没有直机没有形象，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有动摇无受无形，不住不骤，无畏无杂，非是有为非业非国非行非昧，非心非数。这个数呢，我们就了解1、2、3、4那个数目的那个数。不可思议，常不可议，
无事离心，亦不离心，其心平等无有亦有无有气来而一气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痴不昧非足亦足非有非无，非结非观，非智非不智，非定非不定不可见了了见，无处亦处，无宅亦宅，无暗无明，无有极境而亦极境是无所有，不受不失，清净无垢，无争断争，自无自处自在无所住的地方所在不齐不斗，非华非非华，非福田非不福田无尽不尽，离一切尽，知空离空，虽不常住非念念昧无有过着无智离智，非生非收，亦非休息非称非量，非一非异非相非相诸相庄严，非永非畏，无极不极，无乐不乐，不可睹见，无有相貌。如来度脱一切众生，无度故能解众生，无有解故，解了众生，无解了故如实说法，无有二故，不可量，无等等，平如虚空。如来之身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无有知者，无不知者，无有见者，无不见者，以能护持正法因缘，故得成就是金刚身就是这个金刚身的内容这个讲的我们看的就好像在文字游戏全部不容易进入那个状况。不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守护这个持戒的清净比丘所以那个护持正法佛在这个涅槃经讲他就是不受五戒也不修威仪就是持着刀剑守护持戒清净比丘所以就可以知道那个内容杀到1万9他都不受了也不修威仪就持着刀剑在守护那个持戒的清净比丘。所以要解说你努力清净的在修你的周遭那一些这个一些护法神就在保护你就在你的身边一直在照顾你。若有比丘随手之处共生起足，读诵经典，思维坐禅有来问法即为先收。所谓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虽能如是种种说法，然故不能做狮子吼，不为狮子之所围绕，不能降服非华恶人所以这他在讲这边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个比较一般的那一种比丘那就这个不能做狮子佛。狮子佛的话呢那个一佛教百兽都降服所以他说不能降服那一种非华的恶人他鼓励我鼓励要能降服非华的恶人。那么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众生，当知是被懈怠懒惰，虽能持戒守护净行，当知是人无所能为所以佛不称赞他了还缺一点点。若有比丘共生之具异常丰足，
护持所受的境界，能狮子佛所以这个能狮子佛广说妙法，利安乐之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这边讲那个狮子佛跟不能狮子佛差别。因为呢，我们凡尘就是要众生供养。那你只要说讲得太那个深入的话，众生供养你就没吃啦。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敢说，说了以后众生不供养他啦，那个就佛就叫做不狮子佛。狮子佛呢，就是不管你一吼叫了以后那个所有百兽都降伏了，他就不管有的吃没得吃啦，有人供养没人供养都没要紧，那个就叫狮子佛。所以我鼓励说你在讲经说法，就是不要顾忌你讲出来以后没有人要供养你，所以这个差别蛮大我们现实社会尤其在都会区，没有人家供的话你要吃啥？没有人家供养的话你要大道都是问题而且你以前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没有人供养，不吃，没有地方住，去坐在树下。我们现在人做不到了，坐在树下我会感冒。你这样一顾忌到你就不敢去坐在树下，所以佛都鼓励他们去坐在树下过夜，然后坐在那个坟墓碑那个前面过夜。所以佛学都讲，假如说我们有浩然正气半夜我们一个人到坟墓去不会怕。假如说我们没有浩然正气，要试验自己到底有没有简单。你一个人，你半夜到坟墓那个很多的坟墓地方，你去那边坐禅，看看你敢不敢做。当你都还没到坟墓的时候心里都已经毛毛的这个时候风吹虫叫，你就赶快回头，已经不敢去了啦鬼都还没出现呢，你的心鬼都已经先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真的骗不了人可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到底够不够胆子有没有浩然正气？试试看。不能这个烧盆引案不能要一个人自己去那个才算。又不知道看到哪里了。唱如是也涅盘经中自知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应当勤加护持正法，护法果报广大无量所以那个时候佛就讲那个比丘呢不能够畜养那个奴婢，也不能够畜养牛羊那一些非法之物，不受戒为护正法，乃名大圣。护正法者，应当执持刀剑具杖，是谓法师。为护法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护法者为具正见，能广宣说大圣经典，不为利养所以这个不为利养
我们现在就不容易做到。移之谈越那个谈就是布施啦，越就是越过贫穷，能够布施就能够越过贫穷。那么心如残曲即止威仪，摧伏破戒知恶人等，是名持戒护法之师，能为众生增善之事，其心宏广，必如大海。因何名为清净身？有比丘僧百千亿魔所不能坏，是菩萨本性清净，悉令安住清净众中，是名护法无上大师，善持律者为一条湖利众生故知道之界相，若轻若重，非是律者则不应正之若律者则变正之。因何调众生故？若知菩萨为化众生常入寂寞，不择时节，或至寡妇举银色，以同自足，经历多年。若是声闻所不应为就是声闻的程度不够了，你不要去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后来都被别人渡走了，你要去渡别人都被别人渡走了，不可我们的众生定力都还不够。那么是名调伏利众生，是律愿正则善学戒律不计破戒见有所行，随顺戒律，心生欢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一致，善持去经亦复如是。如来身者，即是金刚不可坏身。菩萨应当如是善学，正见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见，即是见佛金刚之身，不可坏身。无以镜中见之色相这是金刚身品。那么底下是名字功德比。如今应当善持是经。我们还剩下5分钟或许各位提问要这个问问题才容易度过我们的节，较简较简单会当过。5分钟而已也要问还是要发表心得也可以。好，龙讲讲。请问林讲师，好，禅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成为禅理？如果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为何会成为禅理？禅名。禅名禅名怎么突然问到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个禅灵是把我们的灵已经粉碎了。像我们看到蚂蚁蚊虫那个都是禅灵所生所变化。它一旦打入禅灵恢复全灵，恢复到我们灵的全部那要经过好几千劫非常久的时间都还能恢复。所以那个要很大的罪过才会变成禅灵。那很不得了嘞变成禅灵除非说你一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个就会变禅灵了。灵已经粉碎了，那个叫禅灵。禅灵我们看到蚂蚁看到蚊虫那个都是禅灵，它已经没有办法极灵了。各位可以想象它极灵要等到它的灵气生化的那一些，比如说你的灵已经分化生
有10万只的蚂蚁，要那10万只蚂蚁全部死亡，它才可以集灵啊。我们要知道不可能这样。比如说5万只已经死掉了，5万只还在生啦。等到这个生的5万只死掉，那个死了它又出生了啦。就这样，它都遇不到全部死亡啊，就不吉灵啊。所以那个一进入残灵啊，比那个进入阿鼻地狱还要可怜呢。那经历了3个恶僧底劫啊，都还没有办法恢复全灵。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破坏众生慧命的事啊，那个会变残灵。还有吗？但是还有说，如果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为何会成为残灵？这个呢，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啊，确实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聚不散。可是啊，我们要有那个就是啊，维护它本来的状态的条件。它本来啊不生不灭。可是啊，你一直在完成现象的时候，你破坏众生的慧命。我们要了解众生的慧命是不是也不生不灭？你要把它破坏，你要让它变成没有办法恢复到佛的本位，那个啊是不是罪过很大？你这个罪过很大，你本来这个灵啊，你破坏人家慧命的这个灵啊。要不要接受果报？因果定理啊，要不要接受？假如说他一直破坏人家的慧命，不接受果报的话，那这个天理还在不在？就不在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维护啊不生不灭那一种我们佛性的状态是有它的那个本来的条件，你本来。你不要去做到呢危害到众生慧命，你不要危害的话，它自然啊绝对不会变成那个残灵，不会变成碎灵粉碎了，不会。那既然你会变粉碎啊，就是你的作为超越你的本位，你的本位啊不应该为，然后你去为。那是找的啊，也不是说你一粉碎以后就不吉灵，会啊，会吉灵，只是时间很久而已啊，会吉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啊佛性是不生不灭，可是啊一定有不生不灭的本来条件。你不要破坏本来。你都破坏，你本来自己不破坏，你破坏别人，那你的罪过很大。所以我们了解破坏生命啊，那个杀生啊，罪过是很小。你破坏慧命，众生慧命，就是众生不生不灭的佛性理，你破坏，那个罪过真的大，很大。各位就可以想象，怎么可以啊，让你恢复原前？那你做这个事都没有得到果报的话，你这个佛的本位你都坐不住了，坐不掉了，那么我要你坐。所以我知道有他的那个天然本然的条件在。不要刻谁讲我佛性不灭，未堪要互你糟蹋，你甲糟蹋的伊就免互你看，搁互你知影讲迄个灭甲迄个厉害。经过3个恶僧底劫都灵济不来，都没有办法恢复全灵，很惨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劳谦谦大德，一起感谢呢各位先生给或者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已经写好了，现在在印。下个礼拜我就可以拿到，有56章112页。
这个它的呢这个宽度呢跟长度跟这个内盘经一样，它没有这么厚了，只有这个1/3啊，拿起来比较好拿。我们讲到第4页是吗？名词功德品第6，这个第4页的左边。这个如今呢，应当善持是经，文字章记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是去者，无有是处。这个四谛就是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他把这个阿修罗呢也列入这个四趣，就是四恶趣就是使以不善，比较不善呢，就使以那个恶。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大部分呢都把那个阿修罗道列入三善道。可是佛呢就讲这个阿修罗道他这个心好战斗，所以每个这个众生就是6道众生里面全部都有阿修罗，所以把它列入恶的一部分，不它呢排在这个善。所以佛呢对这个涅盘非常的注重，因为涅盘经呢就是已经佛要进入涅盘之前1天1夜所说的，就是已经呢算是最后的那个施教，等于这个以后就没了，就没有机会呢再跟众生呢讲话，所以这个佛呢就对涅盘经非常的注重，所以只要我们持这个涅盘经文字章记就有功德。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说，一般我们在对呢所有这个众生这个讲诵经功德很大，那个都是喜喜善诱了，比较实是要我们接近经典。可是涅盘不同，涅盘因为佛经呢要进入涅盘，没有机会再教导众生，所以对涅盘经就特别的重，就是呢要努力的把我们所要修的究竟都完全透彻，不能再有那一种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是过程，到最就近时候那个都要摒除掉了，就是要把那个就近的义理全部呢都知道，所以只要你听到这个涅盘经闻是经名，听到这个经的名称就不会在这个四恶趣这个视线，都是在天道呢跟人道，最起码都是天道人道，所以我就一直在鼓励我们能够受持这个涅盘经，底下就讲原因说何以故？如是经典乃是无量无边之佛之所修习。说我们这个涅盘经就是无量无边的佛他所修道学习，就是能够修这个涅盘可以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里面所有的功德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那佛呢就要讲这个所得的功德我今当说，说呢这个受持涅盘经有什么这个功德？是经名为大般涅盘，
所以啊，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有讲说呢那个涅槃啊，对那个生死啊来称呼的。所以张卓悟道记啊，就讲说生死涅槃平等，如空中的花啦，都不实在。可是假如说前面再加大波，大波涅槃，那就已经超越生死涅槃的平等，它已经进入到绝对，就是已经没有相对了。所以大波涅槃啊，跟我们只有讲涅槃是不一样的，那个含义，意思呢，不一样。然后上语啊，易散；中语啊，易散；下语啊，易散，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深的义理呀，那个上语是散，然后中语一般呢，我们称的也散。然后讲的一般比较通俗化的下语啊，也散，都是实语散，这个意味啊，深邃，那个意味啊，就是很深，那个邃啊，就是深到呢，我们呢找不到底啦，就是非常深的这个意思。那么其文啊，易散，就是《涅槃经》的文章也是啊，实以散。那么曾被记住啊，清净的幻形，因为呢，它完全就是纯粹啊，就是很这个洁净，单纯呐，这个纯备具备了很单纯的具备，记住了清净的幻形，那个形啊。就是清净之行，清净之行啊，叫做幻形。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假如说要修幻形的话，就是啊，不能结婚啦，不能结婚才叫幻形。结婚的话又没有幻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虽然两个字啊，做起来都不容易，结婚呢才可以称为啊。这个幻形。那么金刚呢？宝藏。所以我们那个金刚，佛性本体呀，就是金刚，宝藏。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对我们的佛性的宝藏，都没有认识的透彻，就是呢都不知道，它只以宝，不知道啊，它的宝在哪个地方。那含藏啊，在我们佛性之中，金刚宝藏，然后满足啊，无缺，就是我们要了解，只要是我们研究呢大波涅槃，这个涅槃经啊，那么所有金刚宝藏啊都会满足啊，就没有缺陷，没有缺点。那汝善谛听啊，我今呢当说，所以呢。要我们呢这个努力的来谛听，就是抛开自己的那个见解，自己的这个意思，把自己心所想的呢都抛开，然后完全呢都是空，我们呢这个纯空，我们说脑袋瓜都空空的来接受这个佛所讲的这个真理。三男子所谓大者啊，名之为常，这个大呢叫做摩诃，摩诃呢就叫大。那大道呢无外，没有外面，然后它的小没有里面，所以才称为大。大道无外啊，小道无内，所以这个大。那大道无外，小道无内啊，它呢名称叫做常，就是呢常住啊，就是永远都在，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大我们了解是大波涅槃，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如八大河悉归大海，因为印度呢有8个大河啊，全部呢水啊都归于大海，
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用形容啊，所有的河水啊，都归向于大海。哦，那所有的我们在凡尘所研究的一些道理啊，都归到我们呢，哦，那个佛性本体，哦，所以要了解到讲的啊，也都是金刚哦宝藏。那么此经如是啊，哦，详无一切哦知觉法，即知魔性。所以这个涅盘经呢，哦，就是这个样子。哦，能够呢归到我们金刚宝藏的佛性本体，它可以哦降伏一切我们呢在凡尘所遇到的结，哦，我们打结了，哦，那个结解不开，我们可以降伏它，也可以降伏烦恼，哦，我们呢在凡尘哦这个烦恼都不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烦恼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之中都很不如意的。那可以说呢，这个都从我们的佛性生发，烦恼是从佛性呢这个生发出来。那么可以涅盘经呢，也可以降伏知魔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知魔性我们呢不知不觉，我们有一些就像现在我们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科学发达，我们有智慧型手机，它非常的好用，所以我们就变成手机的奴隶，手机变成主人啦，我们变成被手机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颠倒。我一直说我们众生颠倒就是这样。我们是主人，我们使用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再怎么好，也都是我们使用。然后我们要当家做主，要不要用看我们当时的需要，不要被它呢牵制，不要被它左右了。我们现在可以说生活上已经被它影响，都变成了他是主人。所以你只要在台北北部不管是坐公车坐捷运然后走路，大家都在滑手机啦，所以真的很危险。这个前面有一个洞，他都不到，一走一走会掉下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已经被魔性已经影响。那我们可以降伏它，要降伏它是我们金刚本性可以降伏这一些魔性。那我们要知道说金刚本性的那一个功力要了解说要我们赋予它。我们假如说不了解到自己的金刚自性，我们呢没有信心，然后对这个魔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降服。所以一定要先启发我们的金刚本性。所以我们也刚研究过金刚经啦。那或许就因为我们之前看的这个那一本金刚经是或许民国76年写的啦，到今年103，各位就可以想久不久？很久所以当或许因为听各位浅显都喜欢就是对着那个书来讲那因为里面解说也都是76年那个时候所写下来。真正的到现在呢觉得说在讲的已经比那个时候更白话，更容易了解了。因为在76年写的时候脑袋瓜还想着古圣贤有交代，不能讲得太白，要留一些给众生自己本身领悟，这样才实在那现在或许想说
我们现在的时间都不多，然后社会事很多，我们要应对，然后我们再投入时间来研究可以说机会都很渺茫都没有机会了，干脆都把所有的那一些很深的道理用白话写出来，所以后学在写的时候都会讲这样子老师又不会说我又泄露天机可是我们了解重要，了解才知道怎么修所以都怕被老师打屁股就把它写得很明白。爱经在印了这个最慢礼拜四会印好然后我下个礼拜都可以拿到了就可以带回去看可以看然后又可以听那个 CD、MP3， 又可以看DVD， 这样再不能够了解那真的也没办法所以用各种角度来鞭策自己绝对可以修成道，可以成佛，很容易的。不容易就是我们被凡尘引诱，凡尘的诱惑力量存在它蛮大。可是假如说我们启发了金刚自性，我们可以请佛性当家，那么这一些外面社会的引诱力量，它就诱惑不了我们。我们要知道说，被社会诱惑，它要我们进入六道轮回，那我们想说，哎呀，走得太久了，不要去了啦，不要说老路走的习惯，它不好啦，都遇到鬼我们要回到里天不要去跟鬼作伴所以就可以努力修道。那要努力修道，要有方法要般若智慧能够打开这样呢我们做起来就很容易很快所以或许都写得真的有够白的啦，中间还会穿插如何领悟了吗？然后还会在一段时间讲如何贯通了吗？所以各位就可以从那个写的这个上面去这个推敲它的真理所在，你一定可以看出来它真理在讲什么，要我们怎么做有一些都是知道了你就到达了，知道了就可以，你就已经到达了，并不是说知道了还要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是你知道了你就到达就已经到达我们的目标所以那个因果一致因你做到果就达到因果一致。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只有佛性本体不生不灭，那凡尘所有的都生灭啦，只要落入现象都是生灭甚至有的没有现象它也是生灭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般若就是常永远都在它都呢回归到理天。那么涅槃经呢可以降伏知觉烦恼以及呢知魔性可以降伏，只要我们启发它然后呢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掌握，然后要以大般涅槃放舍命就在大般涅槃就是呢在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把身体跟我们身体的命放舍就是不要了我们只要金刚宝藏我们的金刚佛性本体然后生命把它放舍知度名曰大般涅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殊胜的一部经典
社会上都没有人讲，没有人讲这个涅槃经，甚至你要看涅槃经啊，都不容易找到那个书啊，看涅槃经的书啊，你都不容易找到。那或许是在大藏经里面啊，抄录出来的。大藏经有100本，就是非常多了。我们要看呢，一本啊都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呐。所以那个我们一生啊，从出生开始看到死亡都看不完的啦。所以啊，要了解说它很深，没有解说啦，都原文。然后我们这写下来也全部都是原文，都是经的本文啊，没有解说。所以啊，并不是说看着书来念啦，不是，因为有解说啊，看着书来念啊，各位拿回去才会知道它的意思。那这个本文啊，你说不听解说你拿回去看文字归文字啦，意思啊归意思，它不相连贯，到尾起来啦，你离看有意思都唔知，我们光看一个大，捌啊，迄大小大大家嘛捌，对不？咱若甲伊讲伊意思是无好知影无？无好就是大啊，还有距离无好跟大，就把它连不起来。其实它是一样的。为什么说我们的佛性啊，落入我们身体，4大假合，为什么也叫大？4大水火风土嘛。那水火风土为什么称大？就是要了解它。水火风土，不管是哪一个，水火风土4个，它都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它才有资格称大。这个水，我们整个空间都有，火整个空间都有，风整个空间都有，土整个空间都有，所以称为大4大。所以我们光一个大不解说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它详细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这个水啊，空气之中有湿气啦，湿气就是水。那我们了解到纵然在这个很热的沙漠，很寒的那个北极冰地，它都一样都水的存在。水火火呢，纵然在冰地冰天雪地它一样有火的存在。所以你在冰天雪地你有耐打，你一打它一样会燃，一样的油。所以佛就问这个火从哪里来？原来虚空之间这个大空间里面它就存在有这个火。它呢说我们这个应用以后它才来，它是存在于空间。风也是一样，风更容易体会啦。或者就讲，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你就感受到风了。所以那整个空间风都存在，所以也称为大。那个土我们会以为说那个土空间一定存在不了，可是要了解土是微尘积聚就这微尘聚合在一起就变土。那很多的土合在一起就变世了。那世界粉碎就变土，土粉碎就变微尘。所以微尘就是土，整个空间都有微尘。所以水火风土称为大，就因为水火风土充在整个空间。所以我们对这个大就是要了解到它呢就跟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样，充在整个宇宙空间，整个空间都有，整个空间都有佛性所以称为大。所以这边呢，佛把那个大详细解说。那么善男子又如医师
有一秘方，稀释一切所有的医术。这个又比喻啦，说有一个医师，他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呢，全部都摄尽了，所有的医术。善男子，如来欲尔。如来也是这个样子，也是呢，摄尽了所有可以让众生成佛的方法。那所说啊，种种妙法秘密，深奥长门，悉皆入此啊，大般涅槃。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啊，就是有种种那个妙法秘密，就是啊。之前啊都没有公开，没有让大家知道的那一种妙法密，很深奥的那个如来藏门。那么悉皆呢入此啊大般涅槃，就全部啊进入啊这个涅槃经，是故名为啊大般涅槃，就是涅槃经。我们研究了这一本经典。善男子，譬如农夫。称月啊下种，那常有希望，既收果实啊，众望多喜。这个比喻啊，这个农夫在春天的时候啊，就呢播种，那个秧苗啊就播种啊，在田地，它播种下去以后啊，就是希望呢，收这个果实，就是稻谷啊能够成熟。那等到成熟的时候啊，已经收成了，那收成果实那个众望啊，所有希望啊，都已经呢熄灭了，已经呢收成果实了，所以啊，我呢做这个比喻，说我们呢在这个阴地的时候啊，就是春月下种，那个阴地啊，开始啊。把那个种子啊，播下，那个秧苗啊，我们播下田里面。那么播下田里面啊，就希望收成。那我们呢，现在啊，在那个八识田中，我们已经呢下种播下佛因。那播下佛因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希望，就是啊收成啊果实成佛，就是啊。能够成道，等到我们呢这个成佛了、成道了，然后众望啊都喜，所有的希望啊，都已经熄灭了，已经达到目的了，到目标了。善男子，一切众生啊，亦复如是，所有的众生也都是这样，修学一经啊，这个常须知味。修学已经呢就是别的经典，我们呢修道学习呀，别的经典，那常常希望有那个滋味，若得闻是啊大般涅槃，假如说能够呢听到研究到呢这个涅槃经，那希望之经啊，所有滋味啊悉皆永断，因为涅槃经讲的是究竟。不是讲方便法门，他讲的究竟。我们从这个涅槃经里面道理研究以后啊，做就决定呢，可以得到那个佛果位，可以成道。那么四大涅槃，能令众生啊，度之有流。所以啊，这个大涅槃，就是涅槃经。能够令众生，让我们度知有，所有的有啊，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我们都落入这个有，所以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无啦，一无所有。等到我们呢，能够追求到一无所有，就成就了，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心啊。完全都相反，我们是拥有越多越快乐，可是修道相反，拥有越多越烦恼，你越没有东西越轻松，然后越清净，越自在，所以都不一样，观念就不同了啦。
我们假如说在生活之中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会很失望，会说我要怎么生活啊？我什么都没有，会很烦恼了。可是修道人呢，就完全相反，拥有很多啊，烦恼很多，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啊，各位就要了解到，当我们什么都没有，会重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重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什么都有的话，我们把佛性本体完全都抛开，不去注意它，完全都不知道它存在。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定非常注重佛性。所以为什么佛制定戒律拼除所有的那个身边的东西，只有3衣1钵可以有，剩下的呢都要撇开，就是要让你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等到你真的一无所有，你就全心修道，全心都投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时候对佛性本体不注重不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不让你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就要依赖佛性那我现在东西很多，都依赖东西佛性不管它因为你不管它，它就不存在，也不成长。所以我们真的到一口气不来，所有东西都不能拥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慌张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所以要了解到，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纵然那个很贵重、很小的东西钻石，那个钻石很贵重很小，希望把它带走。各位同学，可以吗？很小很小啦，带走好了啦，可以吗？就是没办法所以要了解到，完成不管你再怎么样贵重，再怎么样的小，你都带不走。所以我们既然一生的努力一些带不走的东西那我们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佛性都没有注重，都没有修，那当一口气不来，可以成佛吗？你都不认识他，你可以请他出来当家吗？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尽量学着那个佛制定戒律的言威，它原来的意思是要你拼除所有都拼除，已经一无所有，你所能够拥有就只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你对佛性本体不注重，那怎么可以？一定非常注重，然后注重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它好用。我们的佛性本体非常好用，所以要知道我们的大用都没有发生那我们假如说什么都没有了，唯有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我全心全意在佛性本体里面，那全心全意已经投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它就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佛就说，假如说你能够长时间的这个状态，你可以转移四天下，整个天地你都可以移动就像那个潘梨花，我们知道嘛，他是不是依山倒海？我们都比他厉害他那个只是幻象，我们还可以实际去做
那还没有到达那个状态之前，我们可以呀，像我们这边那个前贤讲，进入啊，5度空间。各位前贤，我们有吗？有没有？我们这个前贤他自己说的，在《金刚经》24遍后面半个小时呢，我们请他讲，他修呢只有一个法门，万念放下，一念生，只有这个法门，很努力做，时间不是很久，那他真的就可以啊，到达那个进入5度空间。那在我们真理来讲，那个就是天眼显现，虽然说没有看到，可是他都本身感受到，他就是很诚实的人，或者跟他讲说，不要用想象的来讲，要你真正实际经历的才说，然后他把那个经历呢全部呢都说出来，相信各位也了解。我们当然不求神通了，可是那个不是神通，而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功能作用。那只要我们都投入佛性本体，你一定会有。最先开始呢，第六感特别敏锐，就是还没到的事情呢，你就会事先知道。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自然有的。然后我们这边那个前贤就讲，那个东西啊变得很轻，就是佛修来帮忙，那个体呀，1包米呀有60公斤，台斤呢刚好100斤呐，那个要搬可以说我们大概在我们这个前部啊能够搬得动的大概不多了，可是就觉得说，本来他还预计1个礼拜啊只搬1包，结果他1个礼拜啊4、5包搬好了，就是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能力啦，人唔知为倒来，都看做万年方向呀，都有啊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已经呢不知不觉的，佛性功能作用都呈现，不是我们追求了，因为追求神通那个啊会消失，那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你启发了，它永远在，永远都在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只是啊现象之中的一小步而已啦。那个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是成道成佛，那个是回归到理天的，回归到一个绝对体的，不像我们在凡尘啊都是相对，所有的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那绝对就只有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能够真的进入了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进入绝对，没有相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这个有流。各位前贤，这个有啊，我们假如说以比较大的方向来讲，就是山啦，山有。各位前贤，山有是什么？山有是什么？哇，无台湾来讲，就是三界啦，欲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三有世间呐。就是有因有果，就是有三有，三界，然后我们把它详细分啦，它叫做25有，在我们欲界的话，它有14个，我们这个欲界就是我们六道，那六道呢，在这个天道来讲，有6欲天。四天王天，然后忉利天、夜摩天、多帅天，这个热变化天跟他化自在天有6欲天6个，然后人道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然后我们南赡部洲、北俱泸州4个就已经10了，然后再加
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个；异界有14个，然后色界有7个，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五净居天7个，然后无色界有4个，空无边处天，然后呢四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4个，然后14个加7 21，再加4 25，叫做25有。所以说3有是3界，25有是3界的详细说。以前我们都有讲过吗？有没有？都有说过。因为讲有，就是有因有果，然后异界、色界、无色界它全部都是有因有果。那我们都在这一个有因有果的生活环境之中，我们在生活所以我们要超出所有，超出所有以后我们修就是80断掉见后然后我们了解断了见后以后我们不来3界受生，就已经不免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来这个生存不用了然后我们可以断掉那个思后思后81品，我们断掉以后我们进入无学，就是无法可学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了断掉见后呢，叫做见到位，你已经看到了。断尽思后叫做呢无学位已经不用学所以那个已经呢得到无生法忍各位有听过无生法忍吗？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呈现无生那无生法，我们在无生法里面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所以得到无生法忍就是阿含就是必佛。然后到菩萨到佛一样他最基本的就是先得到无生法忍这个一定要先得到得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之后才可以再进步一个位阶一个位阶呢进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一定要先拼除掉知有我们在有的里面在流浪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说度之有流是很简单，对不对？内容不多真的很多你光一个有知有就已经一大片了啦那我们在有的里面流浪出不去了所以我们要超出这个有，已经到无法可学已经到这个无生法忍。各位听得懂吗？我们要努力到达无生法忍无生就不生，不生就不灭了不生不灭就回归到我们本来。这样容不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啦，听起来很简单。我们有所以各位浅显以后要拥有，我们就要考虑值不值得拥有。不值得的话我们就不要，把它拼除掉。这个我都不要。不要的话没有负担，不要的话没有烦恼。那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我们性就清净，性清净就离我们金刚本性就很近这样就可以回归很快我们就可以不用到娑婆世界来
不来了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在凡尘啊，不管你环境再好，不管你再有名气呀，都没用。一口气不来，什么都没有了，你都带不走的。所能够带走的，罪恶，跟功德。那我们在凡尘啊，什么时候在行功德啊？都是在行罪恶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我们这一生很短，一转眼就过了，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一回顾啊，什么也没得到，那就很可惜。我们这一生呢，已经上天大开普度，他也已经得到，也已经修道，也已经研究最上乘的佛法。我们再不成就，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我们祖先吗？对得起知天仙佛吗？真的都对不起了。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没有感觉啊，没有啊，我们对不起谁啊？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有没有对得起人啊？有啊，那么对得起人，怎么会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人都过，所以他成为圣人。那我们凡人啊，无过。没有过错，所以我们都是凡人。各位有没有过？过在哪里？我们真的还讲不出来。我过在哪里？有啊，我没有过错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要把度化整个这个天下的众生啊，当成自己的责任。那所有众生呢，都迷昧在凡尘，这个就变成我们的过错。这样的果大不大？就很大，对不对？那假如说你修不修关我屁事？这样我们有没有过？要修唔修你的代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这个观念？这个最现实的啊，你一直要人家修，也不见得人家要修了。你一直阻挡人家去修，也不见得你阻挡得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尽心的，尽心尽力。我们能够做的呢，在生的时候啊，你就尽量去做。等到一口气不来，你想做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维护啊啦？所以啊，一定呢，在还有能力的时候啊，就能够呢，赶快自己修好，又能够呢，感化周遭的所有众生。我们那个《金刚经》已经讲完了，所有那个 DVD 也送过来，然后写来一看，哇，怎么桌上还一大堆啊？个都没有拿嘛？哟，那会拢够那多，才送没多少来嘞。或者想说一定要赶快再做，结果还有嘞，还不用赶嘞，还不用做。三执如织机中相机啊为最。那个啊，留下呢，那个机的，留下有痕迹的，那个相，相呢它是最大，体积呢最大，所以留下的那个机相也是最大。那么此经如是啊，以知经三昧啊最为第一。这个涅盘呢，就是在知经之中所有的经典啊，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呢就叫三昧。所以啊，在所有经典里面啊，那个讲正定，是最为第一，就是最殊胜的。
善男子哦，譬如耕田啊，秋耕啊为盛。哦，耕田的时候啊，那个秋耕呢，哦，就是最殊胜。秋天啊，我们来耕作啊，哦，是最好。哦，因为春天啊，我们耕作哦，你都甲累杂草拢直直生啦，那个不是很理想。秋耕的时候啊，你甲累伊袂生杂草，所以秋耕呢，最盛。所以这个佛呢，伊敢若我有累过田的饭才会知啦，那么此经如是啊，知经中圣，这个涅槃经也是一样，所有的经典里面啊，是最殊胜。善男子，如知药中啊，醍醐啊第一，所有的药啊，醍醐啊，是最好，所以只要吃醍醐，所有病都好了啦。各位假如说有去印度去问问看。因为台湾去问不到，所以只有提炼。牛奶有5味啦，牛奶、乳肉、生酥、熟酥、醍醐，有5味。那我们台湾只有做到那个乳肉第2位而已。在过去来了，那个生酥、熟酥啊，我们没有做，醍醐更不用说了。那个12杯很大的牛奶才提炼1片的乳肉，所以就可以知道要提炼成醍醐啊，要很多的牛奶才有办法去做成。所以你只要吃醍醐啊，你所有身体的病都好了。所以假如说有到印度去问问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提炼醍醐，有的话把它买回来，自己吃也送给亲朋好友吃，所有病都好了。我们在凡尘啊，最痛苦就是吃病来磨啦，那个病来磨人无像人，很苦啊，所以啊，我们在最健康的时候都不知道好，等到生病才怀念那个健康有多好。现在各位都很健康，对不对？好不好？好。有感觉好吗？好在哪里啊？轻松、自由自在啊！这个心想啊就成所以我们了解说身体好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多做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个生病的时候想要做都做不来都没办法做所以身体好的时候啊，赶快多做利益自己啊，也利益众生可以帮助别人。身体好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帮助别人。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有帮助自己都来不及了，那还能帮助别人啊？所以先把身体啊照顾好，虽然是假的啦，毕竟还要用它来修道借假修真啊，还要借身体。善治众生呢，热恼乱心，是大涅槃最为第一。这个我们大涅槃呢，就好像醍醐一样，可以治疗众生热恼乱心。我们在凡尘不如意啊，那个叫热恼，然后就乱心因为事事不如意使我们心都很乱，所以要先了解说为什么呢？又热恼又乱心，是我们呢，这一个生活之中的那个脚步不踏实，才会热恼乱心。那么这个大涅槃就是让我们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是最为第一呀，它不会呢热恼，也不会乱心，好像那个醍醐一样，所有的病都治好了。我们先把心病先治好，心病一好了身的病就容易了，就容易解决。善男子譬如田师8味具足，
大般涅盘啊，亦复如是，八位具足，允和为八，这个呢，大般涅盘啊，就是有八位。第一个呢，常就是永远都在；第二个恒，就是恒呢跟常它有同样的意味，常住它恒常，那第三个呢就是安，平平安安，第三个安。第四个呢清凉，就是很清凉，纵然在外面没有冷气呀，也很清凉。现在我们是在冷气里面啦，还可以很清凉。我们到大太阳底下，各位啊，清不清凉？很热啦，热恼了，对不对？可是啊，只要我们能够了解心清啊，自然凉，那个清凉啊，就是心里面没事，心里面没有事呢，就清凉。那第二个呢，不老，不会老。我们活性会不会老？不会老。第六个不死，活性会是不会死啊？不会，不死，不老不死。第七个呢，无垢，就是啊，不沾而污垢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在凡尘的尘垢啊。沾得很多，所以啊，每天都要洗澡，各位有没有每天洗澡啊？我们都觉得没有洗澡臭寡生，对不对？而且跟老天在一起老天都时常说，在大陆修道，1个月才洗一次澡，我说我们操戏啊。可是他说那个信念。练家己半个月啊洗一天，真的动2天就了啊啦，无紧来洗那会使，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也习惯性啊，你时常洗澡，你不洗就很难过，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练到不洗的话，也是可以过，那个功夫大概可以，刚不考了，所以各位以后有机会练练看，可几天不行，跟人家修相人家比这个要稍微有小点嘞，先自己啊能够忍受，纵然很难闻的味道，你都可以闻，那就没问题了，那往后啊，就越好过，越修越好过，所以啊，佛都讲。不用住在房子里面，住在哪里？总就是坟墓的那个墓碑的前面啊，有一个平地，就在那边住。下雨了，下雨在大树底下，或者一想说，你都没修啊，好不好修？好不好的？很困难的所以或许都讲，现在我们不要求那么困难，只要求吃得饱穿暖，然后有个遮风避雨，安尼就好了。安尼有简单不？已经是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对不对？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我们假如说真的只这样，各位啊。生活之间那个心啊会怎么样？我拢对人不丢，对不对？就会想说，哎呀，我都跟人家跟不上，好像是很低下阶层啊。可是啊，要知道这个是修到很高程度啊，才有办法过的生活。那么第8个呢，快乐，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常恒安清凉，不老死无垢快乐，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具备？有没有？记不记？所以我们就是要具备8味，是8味，8个味道，我们都有，
全部呢都有，具足8位啊，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就是已经呢，可以到达，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佛性本体呀，就是这样，常恒安清凉不老死无垢快乐，现在就有，这个不用求就有，就已经有了，要不要求啊？要不要？要不要求啊？这个向谁要求？要向自己要求，我们呢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已经呢大般涅槃。若菩萨安住是中，复能处处啊，示现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已经呢安住啊，在这8位，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都能够在8位之中，又能够处处啊，示现涅槃，就是啊，次次呢，都了，已经呢，表现出来不生不灭，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你都已经可以啊，这个表现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没有，身边都没有依赖。那个自由都没有了，没有自由了，我们呐，会示现什么？大概这样哦，知道吗？这个是什么？乞讨啦，无就会碗摕一块放在头前，叫人家布施啊，知道吗？那个是示现什么？示现要，不是示现涅槃啊。示现啊，我要，我需要，有没有？所以啊，我们已经在这个8位里面啊，又能够处处示现涅槃，那个心境啊。各位就了解到，我们假如说经过，假如说各位有到车站，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车站有没有，在台北车站的空地啊，那个它的全部行道都在它的旁边，就是迄捡的去捡一寡迄无用的物件。一吨啊一大堆啦，然后人就跪着，然后前面呢就一个碗，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点头，辛不辛苦？很辛苦哦。你看到啊，你会怎么样？赶快走开，对不对？赶快走开啊！不要看他，看他就可怜啊。要布施给他又不甘愿，伊安尼拢唔去探家的，点啊就要讲讨家，都不愿意布施给他，所以看到就难过，对不对？难不难过？大家拢菩萨，我看到很难过，我都不喜欢看到，我赶快走开，不喜欢看到那个样子。所以啊，我们了解啊，那一种状态呢，就是啊，他示现啊，向人乞讨，看透了，不是示现涅槃，不是示现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假如说遇到一个呢，他就是本身也是他啦。可是啊，他就不伸手向人要钱，就是不伸手向人乞讨，不要，他自己啊都很，这个独立，他自己呢有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那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感受啊，就决定不一样。
所以啊，或许看到那一种状态，就蛮佩服啦。虽然没有，可是我又不求，不向人乞讨，无讲的啊，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很满足。所以这个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有很多的这一种现象，我们看到了以后啊，有一些现象，我们当然会可怜，可是有一些现象，我们会感到可恶，很讨厌，看年岁又不大，然后看他身心也健康，他怎么用向人乞讨的生活呢？所以你就会感到很厌恶，不喜欢。所以我们在生之中呢，就不要让人产生呢，喜欢。自己起码人格要自己照顾。人道无求啊，对，品质高，你无所求，你的人品就很高超。那我们就是要做到，我们呢不求，然后我们觉得呢，很自由自在，佛性呢出来当家。所以菩萨呢安住是中，这个菩萨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众生呐，佛在看我们众生呢，都是菩萨，都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没有分别心呐，没有说我是佛你是众生，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样要能够平等对待，都平等的啦，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佛性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而我们要用平等心来看待平等的现象，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心中都是很平静，这样的生活每天这样过，自然呢，我们就到达那一种最高的大般涅槃，那一种程度。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女人，都欲于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皆作学。就是这样学。就是我们能够呢，有8位记，能够自己看得起自己，自重自爱，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自己最起码觉得说呢，都已经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如来常住法身亦然。说如来常住，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身体所有作为，佛法身是一体的，是不分开的。我们呢都永远都是常住，佛法身永远都常住，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持的那个过程最重要就是自己内心的认定。你自己内心认定了那外表形象呢我们呢就不去呢这个注意它，因为注意它就是住相，住相就是凡夫众生，我们离相了就叫佛。所以先从心能够离相开始，心都不住相，心不住相我们的那整个这个身体自然而然不住相，不在形象注重，那不在形象注重，我们就会在佛性中这样呢就正确。我们修道呢就是要有这一种态度。那接着呢就是四相品第7，这个四相品跟着我们呢这个以往所说的这个相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讲的内容不一样。那我们呢以往在讲这个四相，《金刚经》的四相，或许说用2个字能熟来说
就很容易明白。哦，各位听熟了没有？会背了没有？哎，这个有一个浅显呐，他说哦，或许讲的哦，他都把它抄一个字一个抄，一个字啊抄一个字啊。他只要或许重复讲哦，他就起心动念啊，又来了。因为哦，抄下来啊，讲得很快，抄得很慢。哎，那个哦，他说有一些要想把它忽略过去啊，结果少了一句又不行。哦，意识连贯不下来，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哦，其实为什么会反复的讲，就是真理所在了。真理你再怎么讲，哦，不管万年前、万年后，都是一样的，不会变。假如说有变、有会变的，那就不是真理了，真理不会变。所以或许就讲哦，用2个字啊来。讲事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然我们在《金刚经》呢有详细的说了。那或许说在日常生活，我们就用到事相，用能手来体会。说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那所看的就是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我们又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这个是看部分。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手听就是人相。手听的又是差别重生，叫众生相。然后又连续不断的听啊，叫寿者相。只要落入能手，我做。能做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做。那手做的事情差别重生，叫众生相。我又连续不断做，叫寿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手，就是事相，就很容易了解，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没有能手？就是专一啊。或许以前都用扫地来说了，说我们住家前面。是使以公共空间，然后我们出去扫地。我们出去扫地的时候啊，心里都有期待，期待什么？别人家称赞。不是我的所在啊，我来扫，没人给我学了我就卖扫。所以用这个来体会事相就很鲜明。我们在扫地的时候啊，假如说真的都没有人称赞脚手会软，你扫一阵嘛就不爱啊，不爱去扫啊，无人甲我学了，无采我咧扫，所以一定要学了，那个事相就有了。你假如说这个是我居家前面，我应该要保持它清净，清洁，我生活快乐，以这样的心。有没有期待人家称赞？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事相了。所以你看差别大不大？就在心里面啊，对不对？你心里面有期待人家称赞，事相显然很鲜明。你都没有，我应该做的是我分内的事，你没有期待人家称赞，所以那个没有事相。差别大不大？我们就了解到原来不是差别在心里面。那我们日常生活也都一样。所有的应对进退，也都是这样。你心里有期待，事相很显明；你没有期待，你应该做的没有事相。所以我们要挥三心扫四相，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我们以理说的话并不难，以实际来说的话并不容易。所以就是了解到修道都是在心呐，修性。心性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呢怎么样来做？我们呢骗不过自己啦。
我们可以骗得过别人哦，骗不了自己。啊，所以自己呀，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来修道，你绝对会很快乐，自由自在，因为你很踏实。那别人那个批评啊，不管是称赞、讽刺，都不影响到你，没有关系的。那个啊，无关紧要。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拿定主张。我佛性当家，我该如何做我就做，我不做就不做，佛性当家。这样的话，我们自由自在。所以这一次啊，《金刚经》里面啊，就有写到我们不受客观环境、主观意识左右，就觉得这个家己写下来，家己个会欣赏，所以事项显然也是很明显啦。可是啊，这个鼓励大家啦，就是那一种禅修的状态，我把它写进去啊，《金刚经》里面。这个是鼓励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拿。那你自己拿，还要拿给亲朋好友，不怕都拿了。是刚下礼拜准备寄我们印500本啊，准备寄150本到这边，因为这边钱也收够，150本就够。或许是希望不够了，大家小弟唱上好，不过这个经营敢若是学出来的。那这边的那个四象品呐，是讲这个分别开示啊，大波呢有4项义，那么何等为是？一个呢，自正，就是自己呀，做得很正确，都符合真理。第二个呢，就是正他，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然后他也想学，这样呢，我们可以影响到他，也做得很正确，就叫正他。那么第三，能随问答，所以各位先生，这个能随问答，是不是要研究真理？人家问你就可以答，你假如说不会的话，能随问答吗？就不能够了，对不对？像上个礼拜啊，不是有前贤问，我们佛性不是不生不灭吗？为什么会变成睡灵？有没有？他是问禅灵没错了，或者是以睡灵来回答。说禅灵呢是残缺不全，应该我们众生呢都算。我们的灵已经残缺不全，都是残灵。可是啊，或许以睡灵的角度来解说，我说我们为什么在凡尘可以看到蚂蚁，可以看到蚊虫、蚊蚋，就是那个很小的生物啊，那个就是已经粉碎的那个佛性去生发，它的佛性已经粉碎了。那为什么会粉碎？就是它破坏人家的慧命。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啊是始于生命，那我们的佛性啊就始于慧命，智慧的生命啊，智慧的生命啊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啊是说不生不灭，不会变化了。可是以或许回答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睡灵？会变成蚂蚁，变成蚊蚋，变成小动物，就是因为啊，我们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人家的慧命也一样不生不灭，被我们破坏。他本来可以保持他的慧命，可是因为我们说法，我们做法，让他把慧命破坏。就是不能恢复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这样做，比那个掉入阿鼻地狱、无间地狱还要严重。你掉入无间地狱，
还是你自己受苦。可是你破坏人家的慧命，不只有你，还影响到别人。别人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被你破坏，他没有办法恢复。你已经破坏到别人，而且有时候影响又不止一个，会很多。然后要了解到一个人的慧命，他的背后还有祖先，他的背后还有他的祖身。所以九贤七祖都受到他的影响，罪过就是很大。所以他的灵就没办法保持完整。你要保持完整不是不可能啦，因为时间呢经过要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问的本意说呢佛性本来不灭，不会变化。我说没错不会变化。那经过的变化是你自己所作所为影响。你所作所为影响以后，它还会再恢复，它还会再回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是时间要经过很久。或者就讲你的灵气生的小动物、小生物，要呢全部小生物都死光，灵才会集中，才会再恢复。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生物的业者，就是有的先生有的后生，先生已经死掉，后生还没生所以那个要等到全部死光光才集灵那个机会就是要等很久很困难。佛曾经说了，在《大藏经》里面记载说那个经过我讲阿僧祇劫啦。那阿僧祇劫或者就讲过，那个是没办法算的时间各位都了解那个久，各位有听过吗阿僧祇的时间过多少非常的久。那非常久的时候佛就讲，他说他眼前的一只蚂蚁已经过无量的阿僧祇劫他还在当蚂蚁，就是还没有集灵所以说集灵的时间是经过非常的久，不只有无量阿僧祇劫。那我们就了解到佛常讲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就是你失掉人身体你要再恢复很困难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大部分善恶都会做，可是比较起来恶的比较多了，善的不够所以才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像我们都还没有素食之前，我们吃了多少生命？我们吃了人家一个生命，要不要还一个？各位想想看，我们还得清吗？还不清，所以真的一失人身万劫难复了。这个还是正常状态之下，没有破坏别人的慧命。所以或者说鼓励发问因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以或者以往所写的那一些过程把它汇合来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破坏人家的慧命。所以我们在生中最重要绝对不要去破坏人的慧命。伊想要修道，你甲伊讲唔係啦，修道无希望啦，这个就叫破坏人的慧命。哥要了解你杀掉一个人身体才一个人的身体罪过不大，你杀掉一个人的慧命那个影响九贤七祖，影响到以后他的整个要灵济整条灵的那个时间那非常久所以那个罪过非常大，比肉入比地狱还要大。
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平常都没有说了，也没有人去研究了。可是啊，以那个整个大藏经里面所记载那个佛讲的意思啊，我们把它汇合来回答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无间地狱啊，就是受苦没有间断。我们进入地狱那个都受苦都还有休息的时候了，受到很苦啊，你去休息，休息好了再来受苦，有喘息的时候了。无间地狱没有，苦受完再来，我们不知道了啊，苦受完都不去啊，我们都以为这样了，可是地狱有一只还魂伞。我们受苦已经粉身碎骨了，还闪是你们能够又好好的，然后又重新来再受苦，对想都想不到了，这比放假更较放假，比放假更较厉害，放假也无法度为个爱，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这样，你受苦。就像那个发明那个炸弹那个，现在都还在那边蹦，浑身碎骨了，还魂闪一闪，又好，再来一次蹦，又浑身碎骨了，再还魂闪一闪，又恢复，再来蹦。我们光听就很累了，不要说本身去受了，这光听就很累了。所以要了解到，无间就是没间断，受苦没有间断我们想一想，我们很累还有休又困都还可以。无间地狱不行，没有让你休息的时候，苦不苦啊？不要说去受，我们光听就很苦了。光听就苦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能随问答就是表示我们对真理的研究很透彻，他怎么问你就能随着问回答，所以能随问答。那么第四个善解因缘义就是很这个善理来解说因缘的义理比如说。我们有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了解意思吗？咱的美食拢伫咧帮助人，一世人听过食到老啦，食咧120岁。可是你要食到120岁是不是要每天要饮食，对不对？你若讲我爱食，会死的，会死虽然你有长寿的因。没有饮食的缘，你不配合，因缘不完全，连没都死，所以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因缘配合才能够成死，所以善解因缘，我们也要了解在凡尘也要善解因缘，我们一直去帮助人，我们遇到困难，人家会不来帮助我们？会不会？就是善解因缘假如说我们都是用眼睛北灵来看人，那个会怎么样会去用做死，对不对？在无钱你咧讲人人会甲你弄所以要善解因缘，因缘你都非常了解，你善解因缘你就会朝着好方向去行持，因缘你都知道不好的因引来不好的缘，遭受呢就很坎坷了，你好的因就引起好的缘，好因缘，所以夫妻也一样，翁仔某这斗阵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很困难，对不对？困不困难？大家都唔敢讲，因为都有摩擦啦，
所以都要相处，所以要保持啊，那个相爱的因你保持了，然后往后的摩擦都可以消失了，那个都无所谓的，那个会吵架的因啊都很小。或许就用那个牙膏来说，都跟你讲胃头啊甜，用胃尾啊甜。你讲胃尾啊甜，你用胃头啊甜，就甜出来就好啊，来管你胃头啊胃尾。所以啊，那个都无关紧要了。这个能生活就好了。所以怎么做我们都可以，度大能容。就了却人间多少事啊！我们弥勒祖师不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有没有跟我们讲？有没有？所以啊，从形象就跟我们讲，大能容，对不对？虽然没有讲话了，伊坐底下拢点点，但是伊表演给人看，你看嘛，度大能容啊，了却人间多少事，然后啊，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已经比形象的讲了嘛，好不好？要我们学啊。就你度大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不对？我们巴肚哪撑船需要跳啊？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就是要学啦，因为知道的宽广，变成我们心胸也狭隘。你知道宽广，你就会很宽广，然后遇到事情啊。你就能够容纳，能够解决，不管是什么事，你都能够满腔欢喜。所以或许就讲啊，欢喜心甘愿受，你业都了啊，有了无？若有了是无欢喜心啦，唔甘。你唔甘无要紧啦，你就要去应付。你应付了这个缘了无了，他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啊，找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啊，又遇到了，同样你又不甘愿，什么时候可以了啊？没有了的时候了，你一生都很坎坷，所以你写下你的日记然后表现出来，一生过得都非常坎坷，没有如意的时候，那就表示啊。你全部呢都不容纳别人，全部啊都不欢喜心，那只有坎坷过生活了，好不好？不好，那个害自己啦，所以我们原谅别人啊，就是原谅自己，他也会称赞，他心胸很宽广的呢，那么底下呢，就讲解云何自证，怎么样来自证？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假如说佛如来见到因缘，然后有所说，终不敢以如来所说12部经啊，及秘密藏，谤言，就是诽谤的说，若言如来法身无常。所以啊，我就了解这个讲出来话不是很严重的。讲如来嘛无常，法嘛无常，身嘛无常，严不严重？各位学姐，严不严重？严重可是文字看起来没啥，没啥很严重如来为什么无常？如来是众生啊，是不是诽谤？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话说出来很简单，可是那个罪过很大。我们杀人好像不得了，可是那个罪过不大，很轻，因为你所杀的只不过那1-2个人，可是啊，你一诽谤了以后，影响无量无边的人，那个罪过无量无边，所以不能说如来无常。这样知道吗？我们不能诽谤佛，不能诽谤法，不能诽谤经典，那个都是罪过非常大，做起来很容易。你讲如来无常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对不对？
啊，知道那个罪过很大，知不知道？不知，一定不知道。那有什么？啊，都安尼拿，可是啊，那个罪过要去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好不好？不好玩哦。去啊哎呦，我才我休休困嘞，无通互你休困，搁再来，不要说去受了，我们光听就已经很苦了。所以啊，不能诽谤，说呢如来无常，说法无常，生啊无常，那个佛法三宝，都是常住啊不变。若闻他说，亦不信受，别人咧讲袂使相信，以此说者啊，应声灵敏。啊，若讲安尼的话你就要甲伊可怜啦。为什么？伊要去阿鼻地狱啊？有可怜无？可不可怜？很可怜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啊，说的人啊，他不知道罪过，所以啊，我们要可怜他。如来法身啊，不可思议，所以如来跟法跟身啊，都不是我们呢用头脑可以思想，用嘴巴可以问议，所以啊不可思议，应如是持，就是爱安尼来受持，自观的己身犹如火炬啊，咱看咱家己的身躯，敢若迄火甲伊集中做伙啦，可以了解火集中做伙吧？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火啊，炬。咱即马甲迄个火的发生，就是茶咧烧对无？咱只一支拢甲压开，也会花起的，会不会花起？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自己的身体呀，就是这样，就是啊，所有风土众缘会借我们用，那拢甲伊掠掠开你看即卖人，唔是啥物感情，就是啥物动流，有没有？迄就是讲一项一项掠开啊啦，伊个火炬特别花起啊，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是一样的，众缘界啦，只要法度有这个师父咱用，即嘛一项一项拢直直咧甲分散，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危害自己的身体？有的话，就变成我们把那个火炬啊，已经一直在分散到后来会花起没？花起就气体啊啦，火就熄灭了啦，所以啊，我们生在凡尘就是火炬，这拢启动社会，各位都有火吗？有火气吗？还有啊，有火没关系啦，不要有火气。火气爱去食一寡工，食的火会无气有火没关系，没有气是嘛自正家己正自己。那么允和正他，唯欲调伏众生要调伏啊，众生刚强，很难调伏。那么善能分别啊，就是要分别啊众生的他的状态，用什么方法来引导众生啊，行善，引导众生的布施，若功德啊已备，假如说这个众生功德都已经具备了，都已经有行善，善因缘呢都记住了，那么堪任修习，是啊，他能够堪呢就是能够了，任呢就是受，受道呢修道学习，大圣经典，他能够堪任修习呀，大圣经典，所以就是一了解说，我们要呢能够修习到学习大圣经典非常不容易呀，因为那个
要有发大心，然后呢要呢可怜众生。那么我于世间呐为收六位，那么呢佛在这个涅盘经呐就收六位那么允何六位第一个收苦处位苦啦真苦个臭咱伫凡世间呢真爱食醋啦这个食醋会互骨头较软，袂安尼电酷酷，食醋好啊歹？那男女之间爱情吃醋好啊歹？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同样的一个文字啊意思呢就很角度说呢苦处味。那么第二个呢无常闲味讲呢咱伫凡世间拢是无常变化拢真咸啦这个当然啦咸不咸？唔通讲人肉咸咸啦有时候呢这个跟人家吵架这个讲到难听的话，人肉咸咸无你是要安怎？要跟人打架的意思啦所以无常闲味。那么第三个呢无我苦味就是没有我这个身体随风土的天地物质众缘聚会救我用的不是我，所以无我苦啦，有这个身躯拢爱受苦无我苦味。第四个呢乐为甜味乐就是足甜的伫凡世间呢闹快乐拢足甜的足爱去食这个乐真甜的味。那第五个呢我为辛味辛就是讲足咸的啦我就是足咸的很辣那个辛味就是很辣的意思。那么第六个呢常为淡味这个时常拢淡淡无味啦，所以淡淡无味迄上时常啦拢无味的迄个味上好啦唔通食重咸，重咸身体容易出问题啦所以淡淡的最好。那么彼世间中呢有三种味，所谓无常我无乐这个烦恼为心啦这个三种味无常无我无乐啦，咱凡世间拢是安尼无常变化没有我也没有快乐所以这个是常的状态无常无我无味。然后烦恼为心这个烦恼就是敢若咱起茶的火迄个起茶的迄个茶起火茶的茶智慧为火，咱的智慧就是敢若火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智慧然后呢化成呢那个实际的行为动作就可以烦恼全部都去掉所以这个烦恼迄茶咱拢用智慧的火烧掉烧得光光的都没烦恼了所以智慧为火，然后烦恼呢为心。那么以是因缘成涅盘时因为用迄智慧的火来烧烦恼的迄茶安尼拢烧光光了变成涅盘时不生不灭的食物啦拢会当互咱食到不生不灭拢会当到达不生不灭未常乐我那个无常无我无乐就变常乐我所以这样各位会不会常乐我常？我们佛性是不是常然后佛性没有对待是不是乐然后我佛我如来佛如来是不是我常乐我？咱大家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把它启发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说能够启发
常，启发乐，启发我，有常乐我，就到达清净，常乐我净，就已经呢，都没有对待，都很快乐，都没有烦恼，这样知道吗？好不好啊？很好的，我们可以追求，可以到达，那个常乐我。那么弟子呢，悉皆呢甘事，这个嗜好事，就成为习惯的喜爱了，那个事，所以这个正他，就是佛在讲，这个正他。般若禅师啊，如来微密无上的法藏，如来这个微密啊，最高的法门，不以啊不给声闻之弟子，要护持呢菩萨，就是要护持那个相信大圣经典的菩萨，因为声闻弟子啊，那个声闻缘觉，那个阿罗汉啊，跟辟支佛，他们呢独善其身啊，不想兼善天下，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独善其身啊，自己好就好了，自不自私？有一点自私，对不对？他会不会死啊？对别人有没有帮助啊？没有，所以啊，那我们来凡世间呐，白白走一趟，没有帮助到别人，所以这样也一样呢，就是这个失掉很多好的机会。那么何以故？声闻弟子啊，生变异想，就是这个声闻弟子他还在呢变异生死之中，就有那一种变异呀，这个生死的思想，没有说呢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如来秘密的无上法门呢，就不付给声闻弟子，为我如来真实灭度。这个生弟子啊，就讲佛，就讲如来，真实的灭度，就是真实的他已经进入这个真不灭的领域了，灭，就是灭尽所有的烦恼，我们就是了解灭尽所有希望之相，假的相都灭了，度呢就是复回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全部都恢复了，叫灭度。那菩萨言：如来常不变。菩萨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本体，它是常住，不会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以是义故我以无上秘密之常，护之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把无上就是最高的秘密是藏宝藏护之菩萨就是交代给菩萨。善男子，若有众生为佛常住不变异者，当知是家则为有佛，是名正他。假如说佛他是常住不变异，永远都在，那么这个家就是有佛了，是名正他。那么底下呢，就讲第三个，能随问答，允何呢？能随问答，有人来问，若有人来问佛是真，我当允何？不舍这个钱财，而得名为大师谈阅。这我心里是很想。讲唔免了钱财，爱得到名，讲迄个名这个大施主啦，大施主，那个谈就是布施，越就是越过贫穷，谈越就是你布施了，能够越过贫穷，超越贫穷，就是不会贫穷的意思。那么佛言：若有沙门，佛门，这个就是修道人，少欲知足。不受不见物者，当施其人，奴卑仆食，
所以啊，这伊得免了钱财，会当得到名，做大施主。佛就甲伊讲，你去拄到迄个修道人、沙门、婆罗门，他少欲知足，无什么欲望，拢会知足。他不受、不续、不敬物，不接受，也不留存，就是无留落来，迄无清气的物件，无清的物件呢，就是奴婢，以及我们所完成经营的事业。那个呢都是无清气，你布施给他的话，他一定不接受了，伊都无爱，唔叫迄个讲这呢沙门婆罗门。那么若修幻行，施于女色，这幻行就是拢这个清净之行，迄个无结婚呢，拢家己独自生活的，不走路那色，迄个色呢，介拢无缘。所以你布施迄真水的迄个找互伊。那么断酒肉者施于酒肉，迄个拢无啉酒无食肉，你布施互伊。那么不够忠实时，忠实者就是讲伊经过迄个午时，这个中午这个11点到1点，那1点以后他就不吃东西了。那么你等到1点以后，你拿东西去布施给他。那么不着花香，伊拢无爱这个品花香，干呢品迄个香的香。你即马施以花香，你即买花买香去布施互伊。如是施者你若安尼布施，知名流布，这布施的名，大家拢知影。声闻天下，迄名声通整个天下。那么未曾神级1毫之贵，你一仙钱拢唔免用你布施的名天地下拢知影。师者名为能随问答。或许觉得说这个太会用心了，这个心机有够重啦。不过这样的话。也没价值。那么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吃肉。讲迄食肉的人无应该搁再布施肉予伊。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伊讲呢，我看到迄个无食肉的伊拢有大的功德。那么佛就赞迦叶说：善哉善哉。如今乃能善知我意讲你即马会当知影我的迄个意思，能够护法菩萨，应当的如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佛的那个含义呢，都不在文字的表面，大家都在文字的后面，文字的背后。有佛很深的那个意识在，我们要好好的这个体会。我还剩下4分钟了，我们呢留给这个我们前贤来问，那个这个底下我们下礼拜再说，4分钟而已要快1、2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有好，请说。今天师生面前有问，一个问题：无觉无观，按外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否一样？这个无觉无观我们要了解那个已经是到达目标了。那个无觉就是没有能觉跟守觉，无观呢就是没有能观守观。所以那个不是按照文字的无觉无观，而是呢无所不觉，无所不观，是已经很宽广非常这个殊胜的状态。那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在做功夫开头，那个无觉无观是已经到达目标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个。一个呢是还在修持，一个已经到达目标。
那有一个什么？是否一样？哦，安尼哦，不一样啊。哦，无结无关是到达目的地了。啊，万年画下一日不生啊，他还在做功夫。哦，是有点不一样。不过哦，急其成则一也，成功的时候是一样的。还有吗？第二个问题，何谓因地心？好，这个一跟义哦，我们就是了解哦，不一不异呀。哎，说我们众生心啊不一，大家的心都不一样，而全部都是妄心啊，这不异，叫不一不异。哦，说我们哦每个这个众生的性啊，哦也都不一样，而全部归到哦佛性本体是一样，就不异，叫不一不异。所以能够体会到不一不异，哦，就已经可以进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呢，就是不一，然后不异。这样听懂吗？你看是因地心啊，因为因地。哦，因地心哦，哇，这个又差别大了哈、哦。因地心哦，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啊，那个要进入修道的心呐、啊，因地，然后因地心要跟果地觉啊，要就是啊，以生灭的心为因，求佛果地觉不生不灭，安尼哦，因果不一致，所以因地心要不生不灭，果地觉啊不生不灭，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哦，那个因地心啊，就是开始修道的心，叫因地心啊。所以我的布袋要看就直接介绍啊。还有吗？还有1分钟，没有了，没有下课了。你要问吗？没有。下，各位讲师、各位堂、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见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手上啊这一本《金刚经》啊，都这个我们讲完的时候才写，才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就把它写完。里面呢有很多都是我们所讲的天机呀、也都不写口吻，跟我们之前那一本啊，那个是76年，民国76年写的。已经完全都不同，都改版，像那个第13啊，跟第49，就可以看到啊，如何领悟了吗？你就看，前面啊，那个意思啊，就会深思，那后面的49就写融会贯通了吗？也都是啊，给我们。这个可以深入其中，那中间也都有，都会有如何领悟的吗？那个也都是促成我们呢，去深思熟虑的地方。那所以这一次写的完全跟76年旧的那一本完全都不同，都不一样。这个比较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家对呢这个《金刚经》也都蛮向往，这个呢就解释很白话，就把整个我们那个金刚自信把它呈现，所以这一本呢也可以都拿回去给亲朋好友，他纵然没有求到也没关系都可以看，一定会有所领悟。那我们呢就开始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第4页第4页的后面是吗？
第4页的最后第4行。哦，1、2、3、4。哎，不能哦，那个弟子实漏这边吗？哎，我们有讲到的实漏之人不应施漏这边了吗？上次有讲了。哦，这个迦叶呢，迦叶菩萨就向佛这个表白他心中的意思，因为上面佛有讲说不舍钱财可以得到那个名声是很响亮，那个大这个施主那佛就讲里面有那个断酒肉者食酒肉，所以迦叶听到呢就讲说师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就是不应该呢吃分的。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因果是定律啦，你一直假如说荤食的话这个吃人家8两要还半斤那个都逃不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早一点断那个恶缘跟众生结的恶缘所以不要荤食尽量不要吃那个下等众生的肉。那迦叶菩萨呢讲原因何以故？我见呢不食肉者有大功德，就是没有吃肉的人有大功德。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说法说不吃肉有大德那个就是循循善诱因为我们在凡尘有吃肉的人，你要他不吃困难所以用呢有这个大功德的那一种诱惑力量来诱这个荤食的人，请他不要吃肉，就是一种循循善诱。那我们要我们既然研究心理心法，最上圣人要知道说不吃肉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吃肉因为下等众生他也是一条性命。那我们这个强，然后那一些肉，然后我们肉就强食，这样这个凡尘的真理不在所以不吃是最正常那个都没有跟下人的众生结恶缘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些障碍。假如说我们都有吃一些下等众生的身体，我们的障碍会很多。所以我们都有听过为什么这个看别的诗没关系你只要一看经典就想睡觉打瞌睡了那个就要了解到那个是障碍，就是我们的冤欠不让我们研究，因为我们研究了以后可以脱离凡尘，那这一些债主他就讨不到债，所以他不要我们去研究就是要我们在六道轮回，只要你在六道轮回早晚总会遇到你的所以慢一点逃没关系，可是只要你研究了以后你努力可以回本位当佛了，我要不到债所以他会阻挡我们很多像阿耨利平常的时候精神很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他就打瞌睡了自然的下课了精神都来了所以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形，那个也就是我们的业障碍不给我们研究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研究真理很不容易
要我们本身啊，有根基，还要我们祖先呢有德行。我们不要小看要能够坐得住听，信与心法，那个都是上等根器，都是活菩萨示现，都很不容易呀。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研究的，就是活菩萨的领域，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壮大，那个是最基本的。所以啊，迦叶菩萨就讲，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那佛一听到呢，迦叶菩萨这样说呢，就很赞叹，所以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啊，善知我意啊，所以啊，佛有那个意思，就希望呢，我们众生啊，不吃分，就是不跟呢下等物啊结恶缘，所以啊，就赞叹，那个迦叶，说你能够知道我的意思，他能够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就是菩萨在护法，保护佛法，都应当是这个样子，要把真理呀，能够呢，这个宣扬。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就从现在开始，因为佛要进入涅槃，所以他不允许。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意思啦。不允许这个声闻弟子，就是比较这个程度啊不是很高。假如说那个菩萨程度就比较高，声闻啊那个程度啊就比较低。所以啊不允许呀生弟子啊食肉。肉檀业，那个檀就是布施，业呢就是业供穷，檀业就是施主，布施的主人。只要我们布施啊，就可以越过贫穷。檀业啊，信施之时啊，应观之时，如子肉相。因为有物啊，说去托钵人家呢这个布施的时候啊，结果里面有那个荤食啦，那问说要怎么来处理？不能说把它丢掉，要拿来吃啊，会觉得说怪怪的，因为里面荤食就是有生命。那我就讲，你拿到那个河边、溪边，用水把那个胃，就鱼腥味啊、肉味啊，把它洗洗没那个味，那你就可以吃。吃饭是要养生所以托钵的时候人家布施我们就是要接受。所以我就教他们，不贪不贪那个东西。假如说我们现在一些社会人士为什么要荤食？就是因为他就讲我没有肉，这个吃不下，已经蛮严重了，所以佛说那个是贪那个肉的味，肉味。那已经呢在修道了，就不应该贪味。所以只要养生，让生命能够延续下来，它就可以。所以有鱼有肉，到河边去用水把它洗，让那个味道就是能够大部分都消失，那就可以吃。这个佛明确的回答。就是人家布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吃。所以不允许那个生弟子就是吃肉。所以假如说有那个施主布施的时候里面有那个荤食，你就要想你在吃的就是你的那个儿子的肉，吃自己儿子的肉
这了解意思吗？就是很谨慎小心呐、那一些都是要了解说有生命的，所以啊，如子肉想，那个念头啊，就是不是贪那个肉味，那个鱼肉啊，不贪那个味，就好像呢在吃那个儿子的肉一样，所以啊，就是啊，为了要使这个身体呀、能够呢继续呀，能活下来，所以啊要吃，就这样，所以跟我们完成的，那个吃的心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吃啊就会挑好的吃，那佛的意思说，你只要能够养生，你吃下去呀、能够使生命延续就好了，不能够贪味。贪味的话，那就在六尘，我们六根对六尘，那个味，已经贪味就会被凡尘，那个染污了，被染得污垢。那么假设菩萨呢不百佛言，他又呢接着说真因何如来不听食肉？为什么呢？如来不允许的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那佛回答说：善男子，无食肉者断大慈种。就是我们吃肉的话，我们的佛性里面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我们具备了。我们佛性里面有具备了慈悲喜舍。那我们吃肉的话，就把我们那个四无量心的第一个那个慈大慈种断掉。所以我们只要是成道成佛了，我们在称谓的时候都会讲大慈大悲，然后后面佛的名号，大慈大悲会关在前面，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可是我们在完成都没有把它发挥。那么假设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13种净肉？为什么那个如来以前先听就是以前允许比丘13种净肉？那佛也佛就回答说：假设13种净肉随事见智，就是随着这个事情，随着环境渐渐的、慢慢的制定这个戒律，这个3种净肉，所以我们这个了解以往在这个很难生长五谷，也很难生长那个蔬菜，那个地区那佛就允许他们吃呢那个时候说5种净肉就是说他自己死掉的自己死掉的我们没有杀了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声音，这一种现象之下，那个时候佛都允许他们吃，可以吃那很多呢这个修持的没有跟佛在一起修持的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不化一些就是五谷或蔬菜给他们吃？为什么要他们吃这个3种净肉？那佛就回答，他说是一种不生五谷、不生蔬菜的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变化，使它能够生出五谷、生出蔬菜，这个违反天地的正理。
不生的地方，你要它出现这个东西，那不合真理，跟真理不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连佛都考虑到这个地方不生长，就不能用神通力道使它们出现，还是要顺着整个凡尘，就连那个佛想多活40年，阿难都没有留，那佛也没办法，就进入涅槃。那个大弟子对阿难很生气啊，佛要多留40年，你为什么不留？你在佛身边奉侍佛啊，佛会听你的话。阿难说，我那个时候的心都被波旬魔网盖住了，魔网都把我整个心都盖住了，我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所以各位都要了解，那个佛难道不知道说阿难的心被波旬盖起来吗？他也知道，可是要随顺誓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张轴那个悟道记，张轴为什么他会讲随顺誓言无挂碍？你没有随顺誓言就有挂碍。所以随顺的誓言。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有时候随顺的誓言，完成我们爱怎么做，大概都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就按照这样，不特别，不标新立异这样的话，就顺着大家，所以那个时候，之前经呢，可以吃3种净肉，就是一样就是有生命，可是是未有杀的。未有杀的就可以，所以佛这个回答那个迦叶说呢，随事见智，随着这个外在的整个形象，慢慢制定决立，意识呢因事渐次而至，因为事情，然后慢慢的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然后制定决立，制定了以后你觉得说可以了你才会遵守。那假如说知爱难行虽然有制定决立，可是你没有你不愿意去遵守。那么当知即是现断漏意，就是要呢了解到说这个现在就断了这个漏，所以我们这个中文呢很有意思那个漏各位就可以看那个外面那个是阴阳门一个阴阳门，然后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上面的人一半人在阴阳门的上面，一半在阴阳门的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凡尘的人。一半是阳，一半是阴然后我们吃肉多的话，我们就很重，我们会掉下去底下那个人他的罪业已经受够了，他会升上来他升上来上面，我们上面这个人掉下去下面你那个肉怎么写就告诉我们了你喜欢吃，往后呢，你就变成要给人吃了。你吃人的肉，你的肉给人吃，那个是因果定律。那么假设其实肉者肉行、肉住、肉走、肉恶，一切众生闻其肉气牺牲恐怖。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吃肉的人那个吐出来的那个口气他的呼吸呼出来的气不光是行住坐卧呢我们一切的众生都会这个闻到他吃肉的那个肉气
都会产生恐怖，他会吃肉，会吃人。那么如人呢，粗蒜，好像我们人呐，那吃那个蒜头，臭秽可恶啊，以人见之啊，闻臭舍去，所以那个蒜，这个很味道很浓啦，已经吃在肚子里面了我们竟然呼吸的时候啊，那个气都跑出来，跟你讲话的人啊，就可以闻到那个蒜头的味道，很强，那个蒜头味道很强。可是啊，因为我们了解说，这个蒜头啊它会杀菌那所以要说你在一个地区，那个地区都没有吃的东西，那个水也都很多细菌，你可以用这个蒜头来杀菌，你喝水吃蒜头可以把那个菌杀死掉，还可以养生那个时候是以生命为重要，你要能够修道，生命要能够保得住，生命都没了怎么修？所以还是呢，我们了解它的那个因果所在，为了要使生命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有一些呢，我们就要当。那么设眼见者犹不欲亲况当尽之。就是眼见就离得很近的人他也不愿意跟吃肉的人就是说亲近那近的人更不用说，他闻到那个味道都很不喜欢。吃肉的没感觉，我们素食的人那个感觉特别灵敏就会感受到。知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慈想你既然可以吃别的生命的肉，那我的生命的肉有时候你也想吃就会恐怖所以会畏死很怕这个死掉。那么迦叶呢又问，肉起时死得杂肉食，因何得食应清净法怎么样去吃呢？才会说没有犯戒是清净的所以佛就有讲当以水洗另以肉北，你用水洗一洗后跟我们凡人吃的肉已经有差别了，然后乃食就可以吃。肉其食食气为肉所污但是无味听用无罪假如说装的吃饭的那个锅已经里面被肉所污秽那佛就讲你使那个味去掉就可以允许那个听用就是说允许你可以吃已经无罪。肉店食中都有肉者则不应受。假如说你托钵人家布施的时候里面呢全部都是肉这样呢你就不应该接受就是有一些肉还可以你处理，那全部都是肉的话你就不好处理了。那佛就讲则不应受。那一切现肉悉不应食，就是已经显现了很明显的这一些肉就不应该吃。食者得罪吃了就有罪。那么我今唱示断肉之志佛就在这个时候制定不能吃肉。涅盘十道是故类说
就是佛已经要进入涅槃，所以啊大类的来讲这个内容这个名为能随问答，这个问呢就能够随着答。那么允和善解因缘义那么佛又解说波罗提木叉喻者名为知足，成就威仪无所受续亦净命。就是我们了解佛制定的戒律蛮严格除了三依一钵以外不能有另外自己去持续这个东西那个都犯戒所以要净命，清净的在凡尘生存那个生命，离身口意不善的邪业。所以我们呢在凡尘会造业都是身口跟意这三个引起我们的善恶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约束身口意让身不行恶，口不讲没有意义的话，意念呢不胡思乱想，也不呢起那个负面的念头这些不善的邪业都离都不呢让它成。或复有人毁谤正法深深的经典，如是等人自以我是聪明励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毁谤正法以及毁谤甚深的经典，那个罪过都很深。那么这一种人呢，他会讲他是聪明励志，超越呢完成现象。那轻重罪悉皆这个护常护常之恶如龟呢常六如是重罪长夜不回，以不回故日夜增长是指比丘所犯重罪终不发怒，是时所犯岁复之慢。是故如来知是事宜见次儿子不得一死。所以这边就我就把那个制定戒律的那个过程跟众生做一个交代说人这个毁谤正法，毁谤深深的经典这罪过都很深那如是这一种人呢他都自己说我是聪明励志非常聪明，然后锐利根基很锐利智慧很高那不管是轻是重这个罪悉皆护常，全部呢都呢让人知道他做的这一些罪都把它覆盖这个藏起来那护常诸恶，所有的恶它都覆盖隐藏如龟常有，好像乌龟我们知道那个乌龟有头尾四脚，对不对？是不是六？头尾跟四脚六等到乌龟受到外来的侵犯他是不是把头丢离尾丢起来，四只脚全都无去，乌龟长六有看过吗？很有意思丢起来一粒鱼你玩的话它都会受伤它的外壳很硬你这个摔的话它也不会死所以乌龟长六它呢把它整个都是这个藏住了会受伤的地方呢它都藏起来，藏在那个龟甲那个硬壳里面那么如是重罪，这么重的罪长夜不回
就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为什么叫长夜？因为那个黑暗，有犯罪的诱捕呢，这个把它表露，不讲给人家知道，那个都整个黑暗。因为不后悔，不忏悔，它会日夜增长，就会一直增长出一些那个罪业。那么是指比丘所犯的重罪终不发怒，就是他修道的这一些修道者所犯的这一些重罪，不管轻不管重，他呢都不发怒。发怒呢就是表现出来，说出来让人知道了，让人知道叫做发怒。有说出来让人知道，表示他要忏悔，他要改过。那佛讲，只要你都说出来让人知道，你忏悔改过，你跟没有犯的都一样很清净，都清白。那你藏着的话，整个就会日夜增长，越来越恶，那个到后来都是呢阿比喻，所以之时所患岁之岁复之慢，好像呢我们那葛藤它会一直蔓延，就很厉害，那是如来知是事矣。知道这个事以后见次而至不得一时，因为那个有菩萨呢就问佛，为什么不事先就去防范？就是他还没有犯罪，那你事先就想到制定戒律，让他遵守，然后呢就不会犯。那佛有说，那个会引诱人家犯罪他都还没有犯，你就制定戒律，好像我们现在的立法那立法的那个情形还没有去做，他就先立法，就是规范，你不能做，你做了就是要这个以什么罪来处理。可是佛他说这样是人家都还没有犯罪。你就促成人家用那个心促成人家犯罪，所以那个佛讲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真理的部分觉得说还真的要跟佛沟通，这个佛没有去制定我们凡人会犯，可是佛说还没有犯不能制定。犯了以后才可以，所以观念就不同，见一有孔然后来补，佛做这个比喻很恰当，说你看到衣服已经破洞了，有破洞，要不要补？衣服都好的，你就拿来补可以吗？本来是好衣服啦，给你补了以后变成坏的，所以佛呢说我们想也是对，衣服已经有洞了破了，我们才拿来补，不能说呢好好的衣服你就把它补，那样不合真理。那么虽有所说不得先制。虽然有讲一些菩萨都先说制定戒律让人不要犯。那佛说不得先制不可以先制定戒律，要因比丘见贤辉华，然后方随是制止。要他已经慢慢的已经做不合真理的事，然后才可以决定。所以或者在开头的时候就有讲说制定戒律的因由做个交代，不走无缘无故了，就制定戒律，一定要有因由。那么法众生随教修行，如是等众乃能得见
如来法身，所以啊，只要我们这个乐华就是啊对佛法很快乐，乐华的众生，然后随教啊修行，随着这个教，他能够呢去实际的实践。那么如是等众呢，乃能得见啊如来的法身，这样呢，他就能够看到我们佛性本体呀，如来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能说法者啊，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啊！我们呢要了解说，能够说法，能够让人啊脱离苦海，那个呢叫说法，以及啊能够闻法，能够听到呢，这个离开苦海的方法，皆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用我们嘴巴呢来论议，不可思议啦，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都很熟悉呀，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这个叫不可思议，无法度想的，无法度讲的，叫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义。那么能说法以及呢，能够闻法，这个呢就是善解因缘，能善解因缘义，菩萨如是啊分别开示四种相义啊，是名大圣大涅槃中因缘义也。像我们那一本这个《金刚经》里面呢，或者就有讲，我们有长寿之因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汇合，才能够跟我们的命理相合。有长寿之因，可是我们都吃，能够长寿吗？你有长寿的因，你都不爱吃，会死未？会死。所以有长寿之因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配合，我们的命理呀，才可以完整。所以啊，这边呢，就是那个因缘义。那么复次，这个自证者，就是第一个四种相义啊，第一种呢就是自证，第二证他，所以啊，第三个呢能随问答。第四个善解因缘义。那么复次自证者啊，所谓得是大般涅槃，自证。为什么能够自己证呢？就是得到了这一个大涅槃，就已经呢得到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证他者，第二个证他者，为比丘说言如来常存不变。所以啊，我们了解如来，我们佛性本来如来，常存不变，永远都在，它不会变化。那么第三个随问答者啊，假设如所问，是故广为菩萨及世众，说是甚深微妙之意。这个一问了以后啊，就能够呢，广为菩萨。以及世众，世众呢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世众。那么说呢，这个甚深微妙，那种义理。那么因缘义者啊，声闻缘觉，不解如来，不解如是啊，甚深之意。涅盘摩诃般若成密藏。我今以此阐扬分别，谓之声闻开花慧眼，就是那个涅盘摩诃般若，就变成秘密那个秘密宝藏，然后现在我要进入涅盘，所以阐扬分别，为之呢声闻开花慧眼，我们要了解这个有慧眼，我们呢就能够
这个见到那个实相，我们凡尘啊有形有相，都是虚相，这样假象，我们能够见到实相，那个呢就是根本智，根本智呢发出来就是慧眼，慧眼能够了解到那个形象里面的含义，就不在形象外面，而在形象的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慧眼。那么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世事允合为一，非虚妄，而假使有人这样说，所以这个呢都有起心动念的含义在。那么如是世事就自证证他，然后呢这个善解能随一问答，善解因缘力世事把它呢这个合成一个不是呢虚妄即应呢反直是虚空无所有不动呢无碍如是世事有何等义？是其得名为虚妄乎？所以这个是反问这个反直问是虚空呢无所有不动无所以这边这个迦叶就回答说：故也是真如是之句即是义，所谓空义自证证他能随问答善解因缘力亦如是，即大涅盘等无有异这四个呢全部都是大涅盘都跟大波涅盘一样没有不同的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说大乘佛法里面呢说呢知相就是这个一相，所谓的无相，没有形象所以没有形象就是我们所要追求最高的那个程度。所以在佛学写的这本这个《金刚经》各位可以翻那个第13页第13页这一段就是在讲那个东方西空可思量佛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可思量佛，就在那一段。然后佛学就把这个我们所要领悟的就写在那一段说佛那个背后他没有讲可是他有那个含义在虚空是一个我们把它划分变成有10个方向10个方向划分了以后我们众生都共同遵守那跟我们的佛性也是一个，可是我们落入凡尘已经人为太久每一次的为我们都不同名字也不同形象，可是我们也把它固定，就跟这个虚空是一个，我们把它划分10方一样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那个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那个你要返妄归正就很容易。所以底下就写着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他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白话？有没有？假如说里面全部整部《金刚经》都非常殊胜，非常好只是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说就是很白话的把不容易去了解的把它写下来。还有第49各位就可以把它看那个自心起自心规范的成范法
然后最后就问各位，如何融会贯通的吗？第49，所以啊那一段，那个就已经把我们整个那个本体呀，都已经呈现，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只显性体，第49页，各位有没有看到？融会贯通了吗？所以这个都促成呢，我们可以用心呐，它里面真的就是把真理都已经呢呈现，让我们真的很透彻的知道，不会说修得迷迷糊糊啦，都会很清晰。那么接着呢，我们又回来，那个《金刚经》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从头开始看。你看第一句话，一世这个不明啊，有没有？开头翻起来第一页啊，你一世人若无了解，一世人都咧轮回啦。若完全无了解，就永远拢伫咧六道内底啦。就讲得很清晰。佮讲咱也真幸福。伫这个缘会啊，拢做人，每一届拢活差子60年，咱已经1000届啦，生死啊已经1000届，然后用加来比较，加一世人4个月啦，咱60年伊已经240届的生死，若较需要佮一个缘会6万年啊，已经这个1000万、1400万的生死啊，有久做计知影，拢知咱做人嘛，唔知影讲咱已经生死遮久啊，对无？那有几人才出世呀？所以啊，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累劫累世啊，讲咱每一个缘会，每一个六道轮回，咱拢经过啦，咱拢唔知影，拢无记忆，对吧？有没有？所以那个谢谢你那首歌我们光看那个歌词啊，真的都不知道老师把整个我们的真理啊，讲在一首歌里面。我们原来都是同体，有没有？难道我们要谢谢谁啊？我们一定不会想到说谢我们的佛性不会谢谢我们真心佛性。一定会想讲，我这世人什么人帮到我上济，我就谢谢伊，对吧？没有想到说，原来老师所说的是谢谢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有它，我们才有每一生每一世的在完成实现，在完成生活。然后我们呢再回来第5页。佛言迦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来无常，因何当知是无常也？如我所言，昧之烦恼，名为涅盘，犹如火昧，悉无所有。昧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盘。所以我们学着说，我们看了经文以后，我们就知道经文的含义，难道合不合真理？然后假如说是这样，善男子、善女人，做如是就是这样说了，这样说就是起心动念了，讲说如来无常，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没有常态，会生会死。这样的话就已经跟真理不合了。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讲唔对，然后讲唔对，还有理由啦。
说因何当是无常也？是知影讲，咱的佛性是安尼，变化无常，就好像佛所说的，灭之烦恼，那个烦恼都灭掉，名为涅槃。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灭之烦恼不会说呢，叫做涅槃啦。涅槃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就轻视啊涅槃，把涅槃这个践踏了，灭之烦恼，我们要了解啊，烦恼是我们起心动念生花，那个是根尘相对啊所产生的六识，我们把它灭掉那个不会说叫做涅槃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它已经呢不在真理里面。那么火灭啊，我们要知道火灭是佛在烧的东西呀，没有缘系的那个地方，所以它灭了。灭了以后啊，我们呢再有那个心，我心呐，各有体会查伊就一个大了，不会说虚无所有，所以那个又跟真理不合，灭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所以这个就不合真理。那么允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异也？这个底下讲的就是相反的那个角度，说如来为常住啊，常住啊，就是不变迁，就是永远都在，不变异啊，它呢不会有变化，那么如佛言曰，离欲啊，即灭，名曰涅槃。我们离开呢这个欲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离欲啊，这个是最困难的工作了。我们在凡尘呢都有欲望，要我们这个离欲啊进入极灭，极灭啊，就是所有的灭啊都已经灭掉了，已经到不生不灭，已经呢烦恼都没，极啊如如豆，灭呢灭掉所有烦恼，所以啊这个呢真的就常住法了，这个呢就涅槃。那么如人斩首啊，则无有手，离欲极灭啊，又如是。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用这个如人斩首啊，各位姐姐，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好。我们的那个我执啊，跟法执，假如说按照佛的这一个比喻啊，我们把这个头啊，各位姐姐，我们所有的能执啊，从哪里来？能执啊，从哪里来？从我啦，因为有我，然后才有执啊，我执啊，就是我们这个产生啊，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我因为有我才有很多烦恼，因为有我凡尘事才成立。然后佛就讲，这能执的我已经把它斩断了，还有我吗？没有，我有没有？斩断了啊，我无呀啦。然后因为我能够执，我能够执啊，就是有法可以让我执，那我都把它斩断了，还有能所执法吗？有没有？我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啦。所以最难在这里，我们不肯把自己斩断，所以佛做这个比喻或者说真的最理想，把能执的我把它斩断，所执的法能执的我死掉了，所执的法亡了，能走双亡，
归到极昧，归到佛性本体。这个佛讲最殊的比喻啦，这个如人斩首而无所有，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能持也没有了，手持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所以这边呢，真的佛要进入涅槃，所跟我们讲的都是最究竟。如人斩首，则无所有，则有手，已经没有我了。离欲极昧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就真的离欲极昧。我们的欲望从哪里来？我啦，从我有我，然后就有欲。欲望都是从我，我都没有了。欲有没有？没有了啦。我都无去啊，我都死去啊。那个欲望要哪有？这样了解吗？所以有好啊，咱若伫咧无法度解决问题你要用这个方法，如人斩首，逃无去啊。能持的跟手持的都消失了。所以我了解说我做这个比喻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解决很多很困难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可以离欲极昧，离开欲望到呢所有生命都没有了所以离欲极昧呢亦复如是，空无所有故名涅槃，已经呢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真的进入不生不灭因而如来为常法不变异也这个呢正的有说两个那个反的说一个。如佛言曰譬如热铁捶打心流。各位有看过那个打铁的吗？那个铁用那个火把它烧的整个红了，然后捶打，把那个铁捶打改变了那个铁的那个形状。那一打了以后整个那个火星都喷得很远，对不对？我们在旁边赶快要跑有没有？无你也叫烫到火车若烫到，烫到足大，会碰白所以那个捶打心流，行仪善以行灭，伊安尼喷出去，不久就失去对吧？然后莫之所在，伊即马已经喷出去，火一死就失去，失去你要搁找就无啦，唔知你倒位莫之所在，得正解脱亦复如是。我们得到正解脱也是这个样子。以度允欲知有于你。这个知有，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25有是详细说，我们简单说呢。真紧顶礼拜才讲呢这礼拜拢活咧简单说三界就是三有，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有就是有因有果。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都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我们呢已经度过允欲的知有，所有的有我们都已经度过了，已经进入无。无我们就是了解进入无程度高了。我们有就是有烦恼有因有果，有烦恼那假如说我们所有的有都超越了已经进入无
无法可学，无法可学。各位浅显，什么样的位阶？阿罗汉，阿罗汉已经无法可学，所以他已经到无学位。然后我们在四国以下，在阿罗汉的以下，都叫有学。说要到无学，要到阿罗汉，阿罗汉才无法可学。那你到无法可学就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已经没有生死了，无生法忍，超出三界，已经超出三界，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度过隐喻只有于你，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有三界，详细说25有，欲界有14个啦，色界有7个，无色界有4个，可能或许要常说，我才会记得啦。无这礼拜讲，后礼拜拢搁害我，拢无了了，有人讲都拢袂记。我们要知道说欲界就是6道轮回。6道轮回它天道有6欲天，就是欲界有6欲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然后多帅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有听过吗？都这讲过蛮多次因为我们要知道完成50年，四天王天才1天1夜它倍数我们完成100年，忉利天1天1夜，那忉利天是我们所说的33天它有4方东西南北各方有8天，4、8、32，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四体还阴，这天地它的最大那我们完成100年，它才1天1夜然后再上去就依天而住依空。那底下这个是在西密山的半山跟西密山的山顶这个2个地基天别头发的大，然后夜摩天得已经依空而住然后我们完成200年，夜摩天1天1夜，然后再上去我们老子是还没有掌天盘那个时候掌多帅天，我们完成400年，多帅天1天1夜然后再上去乐变化天，我们完成800年，乐变化天1天1夜，再上去就是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也叫摩西所罗天我们完成1600年，它1天1夜。所以假如说我们福报很大，然后到他化自在天，然后你去先了解环境了解1天2天，你再下来完成，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我现在去他化自在，你下来完成已经经过，你去1天就好，不要说2天已经1600年，然后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啦，你认识都无去去倒，拢无去去倒。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在100年以后各位浅显，我们在哪里？过100年咱伫倒位伫遐伫遐干唔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来无来去，去无去去，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我们都是在当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不了解。我们研究了就知道说，原来会生会灭是现象，是我身体，不生不灭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它呢永远都在，而且也如如不动，没有来来去去呀。我们的来来去呀，是身体现象，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都讲的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呢，众缘际会借我用，我们都要还呐，要还给天地，没有一个可以赖皮不还，不可能啦，都要还，不管你高不高兴都要还，早还晚还，较早还较晚较恶还，安尼俩拢爱还，咱有自己要还落。是不能用自杀的那个自杀要去供王死城，那个都多的那个苦啊都是要多受，我们要了解说，不能对自己的那个佛性如来加以暴力，你加以暴力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到你的寿命到了才出来，他不是到凡尘来到地狱去，然后看看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然后地狱又判断所以真的是苦很苦，我们真的写在脸上各位你要看，我们眉毛就是草嘛，然后眼睛跟鼻子十字，嘴巴在底下，刚好苦。每一个人的脸都写一个字，苦，有没有？写的不太一而已啦。大家都写苦，所以要脱苦就是要把这个身体还给天地。像老子所说无有大患，再无有生。我有辛苦叫很大的患难，即无生无有而患。我若无辛苦就无患难。有身体你看，我们要给他吃，要给他穿，要给他享受，对不对？这个给他吃给他穿都还可以，这给他享受还无得轻听啦。你再怎么样给他享受，他都不满意。有没有满意的时候？有没有？都没有不是知足常乐吗？我们都不知足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这都是苦海，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苦海，可是我们自己要认清真理，这个也是这个劝所有众生不要贪恋凡尘那我们在凡尘，身在凡尘，要去透彻认识这个苦，它到底苦哪里？它是从哪里来？那当我们都能够透彻认识，我们会了解，在我们的心苦不苦，在我们的心里。你的心觉得苦那这就是不管你的遭遇，不管你的所受的是福报还是坎坷，你都是苦，没有快乐。那你假如说你认清了真理，对凡尘的一切你都能够很坦然的去接受，那个苦不见，没有苦了。所以那个苦是劝我们凡人不要贪恋凡尘因为凡尘都是对待我们在接受福报当下都是造业，然后福报享受完了，我们要受苦受苦的时候
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啊，一天游人，哎呦，为什么不是别人？受苦的都是我。我们会这样啊，那个真的就苦了。那你假如说是以真理的角度来生活，苦在哪里呀？没有苦。所以啊，你能够把所有的完成事都把它分析的透彻。那透彻了以后，你从最小的地方看，然后你小的地方看，它没有两边对待。然后你看到很大的大事，一样也没有两边对待。所以啊，没有苦也没有乐。那这个时候，你在完成的整个那个意念啊，完全不同。就跟我们呢在完成所追求呢，也完全都不一样。整个啊，都已经脱离。所以啊，我们修道，真的就是要进入。你进入了真理世界里面啊，它没有两边对待。那既然没有两边对待，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那个常然后啊，接着底下三个什么字？乐，再来呢？我见就会体会证悟啊，成佛以后，常乐我见，常住啊变，它不会变化。那因为我们凡尘啊，都是会变化，所以我们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啊，我们都要去试验，所以就产生了喜欢跟讨厌。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一切都如如不动，那如不动的话，没有两边。既然没有两边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我们行为都跟天地一样，就是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就整个都会变化。然后那个乐就在一种常如如不动的常住不弃之中呈现出来快乐。这个快乐没有苦，所以常乐。乐有了，我们了解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那佛性的我，竟然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是呢小小的身体里面，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所以我，那个我就已经很宽广，整个都是我。要不要分别？要不要分别心？因为都是我的了就不用分别心。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从精进一如不换思维，然后这个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细开谓之有也。有没有？先呢把心扩大，心跟境一如，境就是我就是整个境，整个万象万事都是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心胸很宽广，不会狭隘。不然呢，我们现在想一想看，生活之中一点点小挫折我们都很在意，也很计较。它本来都无事的，我们都把它惹事出来，很多事，什么事？烦恼。其实都没有的啦。这一些都没有，都是我们自己生发，自己生发出来的。所以你了解你能够把心扩充了，整个万象万事都是我。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宽广，跟真理它能够相合，已经合。所以佛在视线完成的时候他不会对福报大跟那个坎坷的一些生活那个做这个比较，
他都看成是一样，都是平等。他说你福报大，你这个坎坷生活都是你制造业自己接受果报，只要你果报接受完了，你都恢复到佛性本体。大家都一样，你一恢复到佛性本体，跟如来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那为什么要分别？不用。所以他没有分别，证悟没有分别的心，就是证悟成佛。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分别心很厉害，我们就是众生。哪一天可以改变？等到我呼吸的时候，我就可以改变了，是吗？我们要知道精神这么好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等到我们不呼吸的时候，已经没精神了，哪有机会去改变了？不可能哦。所以佛是活的啦，魂是活的啦，不是死的我死就幸福啦，安尼咱才好死。死就幸福啦，无迄个代志你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佛，已经是佛了。心的差别，我们要了解心的差别。你很广，像我们老子是一样，肚大能容，满腔欢喜成不成佛？成佛了。你假如说我们都这个肚子也很小，眼睛也很小，可以成吗？成不了的。所以要了解说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拿捏。你拿捏得好，方向正确，做的又很正确自然目的就可以达到。那假如说我们所选择所做的就是众生的知见，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就一定脱离不了了。那我们呢都是佛的知见，正知正见都是万缘下一念不生，那个都是佛的知见一定成佛。所以我们了解，看我们取舍啦。我们是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佛？当佛好不好？不会怕说坐在那里很无聊，会不会？不会可以解决人家的困难，对不对？你不要说他坐在那里很无聊他可以千百亿化身他化身到所有我们整个娑婆世界这个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都是佛的化身。佛都化身呢在凡尘跟众生一样生活，然后再引众生走入修道的道路。有时候我们用心对了。这几天不是在报道那个摩西看起来80岁阿婆有无？他4天之口水，他竟然没有死掉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说跟人家出来旅游，然后去厕所，怎么一上厕所就不见了？他说有一个小女孩拿一只雨伞，然后把它牵着就走了，他就可以看那个行，然后就是胖体他这个一个人胖体500个人要他切500个人然后找4天90个小时啦，切4天无死伫迄溪边的石头巷内底去秘伫个佫顺看到你哪会来秘迄遮？消防队长伊讲迄个所在我已经唔知行过几届，都简无看人。因顺看，所以各位先生，
相不相信如模型？之前我都一直在讲我在天野佛院隔壁那个观音瀑布不是有2个1毛屋的职员胖底然后隔了这个3天2夜，然后被人找到，那边都会下那个雷阵雨才大然后又饿又湿，是没有找到也差不多要死了。然后找到以后因为有报案所以有那个山难救难总队的人去找，然后那2个被人找到以后他说第一天的那个傍晚，你们已经一大票的人了已经走到我的10公尺前面。我们走路大步1步1公尺，才10步而已2个人一直喊我的家了，我的家了，没听到也没看到人。那个记者因为有报案，有记者跟着，记者说你这样说我这样写，我的读者会相信吗？那2个说实在的情形记者就跟他讲你们不会出来才10公尺而已，我们能够出去我们怎么会在这边？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那个围着那个魑魅魍魉把它围着，连声音都传不出去，连人哪能够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无形的才是要研究的，有形的都不行了那个都可以分析你这个无形的分析不出来。晚上有2个老夫妻去陪他聊天你们看电视或许是看报纸的啦，联合本的礼拜4今天礼拜6，前天他写得很详细嘛，所以或许就努力看就写的说一个女孩子拿一个雨伞牵着他们2个，然后牵着那个80岁的阿伯然后走过那2条溪那个2条溪说蛮深的，会到胸部他在想说不知道怎么过那个溪去米的那个 K 那个石头旁就躲在那边。然后晚上有一对老夫妇来陪他们聊天，因孙讲迄土地公甲土地婆啦。我们想象哪有半夜老夫妇去找人家聊天还佫伫迄个水旁，伫迄个水边的迄个石头旁白天不见了。然后过世的先生那个偶尔上80岁，他先生已经过世了，还会来找他聊天呢。因翁已经死佫会来讲话。脑筋动一下，真的还是假的很多医生说他是幻视幻听，不然医生要怎么说？所以我们了解到完成了这个无形的值得我们研究了像我们那个道亲陈文旭他进入5度空间，有没有？大家都听他讲经德他真的进入5度空间，佛菩萨、7天神仙然后那个地基主然后还有幽冥鬼魂跟我们人间你看他没有听心理心完没有很久，做的功夫只有1个，半年放下，只有这样你看他拿那个
一袋60公斤啊，台斤100斤。他说以往拢搬袂起，你讲因咧楼上在几楼，搬袂起哩。伊讲一礼拜按算要搬一包，伊讲一天4、5包拢搬去，一包60公斤啊，100台币。伊讲安那变成轻，所以啊，我们了解啊他把那个佛性啊，不痛不饿，给它用在那个搬东西啊，很重的东西都变得很轻。真的他从身上自己轻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能用杜撰的，你想的不可以，实际经历的你就会讲出来，跟大家共同分享，说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大家认识吗？今天没来啊，有来的话我们还请他再来跟我们讲。他很老实真的1就是1，2就是2，没有经过他不敢说，然后连那个经过了要不要说都事先先这个问我可不可以讲。说因为去日月潭那个岛有2个庙，一个玄光寺，一个文武庙。他去的时候那一些神明竟然起来跟他打招呼，还保护他出来那个日月潭的那个游湖。那个文武庙的关圣帝君更派那个兵将这个保护他回到台南，很不可思议然后隔天早上那个关圣帝君下一道指令，叫他们唔免回去啦，唔免回去文武庙，踮遐解决代志。各位知道吗？就是那个后天庙要抓那个陈文旭去当鸡头，陈文旭不肯他不肯，那个庙就找他麻烦，有没有？然后使他的女儿，使他儿子这个眼睛跟牙齿都出问题。为什么会知道？第二组在讲，让他听到，让他知道，也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关圣帝君就要他的兵将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有来的话，我们还可以问说，怎么解决好？还剩下这个25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那个来的时候那个负责讲师有跟慧姐说蛮多问题啦，那慧姐说好留时间来留长一点然后让这个问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这个充分解答。好。好，那刘长这边有几个问题。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是，请问玄关桥是佛法，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佛法？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重点所在我们一定的这一生这一世就是要受记。我们那个求道就是受记那受记就在我们身上看得见的我们玄关窍。那我们看的玄关窍就是经过受记，不然你修的再怎么好，没有经过受记上天不承认你这个修的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来你的地方所以还要再等下一个缘会下一个缘会大概普渡，或者是下一个缘会单传独授，你修到功果圆满，然后经过受记能够有受记了以后上天承认，或者是呢七佛治世没有三佛收圆之前，你已经修到可以了，已经呢跟所有十方之佛都一样，那你就可以回归本位了所以我们了解玄关教师依附在我们身上
表面可以看到的。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没有形象，它是一，不是二。玄观教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分开，它是一，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二。一个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你受记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受记？虚空整个都是佛性要点就把你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据的地方。依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让你的佛性能够跟虚空融合，就是玄观。所以我们要了解，你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到底是玄观是第一宝，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第一宝？请问各位先生，哪一个对？正确一个是表象，一个是里面它是一不是二。好。第二个问题，五字真心是法宝，待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请问无字没有这个无字真心是法宝还是佛宝？若无字真心是法宝，无字真心是无形无相不生不灭，这是通妙的。如何是法宝待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所以无字真心是法宝，对吗？还是万事万象是佛性的呈现？所以无字真心是法宝。这个还蛮有研究了如果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求道的五字真心，那因为学在老千身边老千曾经讲了，那个五字真心是我们就是传承这个前两期它有那个阿弥陀佛。弘扬起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白扬起就是五字真心那个是传承这样下来。可是有字的它是假经老天这样说，无全部都没有字那个才叫真经是这样说了。可是我们在传的时候，毕竟还是传五字真心那真的他会这样说是有稍微研究到它的整个内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所以那个五字真心它本身就是要我们真正的你在这个修的时候就把真正的里面的内涵告诉你实际就是这样。你真正的要进入你就要归到无，没有文字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他这个有稍微研究了，所以要了解到你不能执着形象，你要进入实际的真理状态。你在形象一有所住，结心就往死亡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佛会讲离相名佛，若离诸相则名之佛。就是你要像文字像一样，语言像一样我们的那个所有攀岩的也一样，全部要离，全部离了以后，你的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才整个呈现所以各位回去要看经文，或许在里面详细说。真的老师会骂我了，都泄露天机。可是我泄露，你们要听懂宝真的是宝。还有吗？请问非无想，非解结想，非理无想，非于众生身受，非于众生身受想，
是因为佛性非众生是吗？还是在凡尘非母想不挑道，非解想不可去听道，非众生想不可帮助不帮众生？好，这个因为在我们《涅槃经》的第1页第1章了哈，所以各位可以翻过来哈，在第1页的最下面，这个比丘言譬如罪人不自觉知啊，不是啊，亲疏母女姐妹啊，迷慌淫乱，言语啊妄意，惑啊不尽忠。大家看到，因为他问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人或许在解说的时候没有详细因为没有详细，所以他就有问题产生了。那或许就要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个呢，因为开头他就已经呢用那个喝酒已经呢喝醉了，醉了。那喝醉了以后他等于是真假莫辨，真的跟假的没有办法分辨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就讲不自觉知，自己不知道，然后认识亲跟疏，就是不认识亲人，也不认识那个疏远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就讲母女姐妹，就各位要了解到，因为不把它讲得太明白，为什么？点到就好了，知道了就好，就是淫乱，淫男女之间男女关系乱来，就已经按照伦常，这个已经不按照伦常，所以那个母女姐妹她都把它当成可以做爱的对象，这样子吗？有没有乱来？就已经是乱来。所以当时或许不想说讲得太细了，就是稍微知道了就好。那因为在真理的那一种领域，我们要知道说，追生的我们的亲属关系那个父母亲，然后我们的那个夫妻、太太、先生儿女，追生是这样前一生不是，上一生是我们要了解到他的关系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假如说修得久一点，你会有隔胎不明。隔胎就是你上一世的出生跟这一世的出生隔了一胎的，隔了一生的，可是你还知道你前一生的状态，就是叫隔胎不明，就是你还知道我前一世我在哪里，我生几个孩子，然后我到几岁才死亡，你知道，你都知道，这个叫隔胎不明。那隔胎不明的话，你在这一生来的时候你前一生的状态，亲属状态，你会知道这一生已经来出生一个小婴儿，你说这个小婴儿是我前一生的子父母，可是这一生他是一个小婴儿，是你的后辈。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他知道的时候那个因缘，我们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因缘，又促成促成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你说他的心里会怎么样？以我们凡尘的眼光来看，可以只要你情投意合，你就可以就结为夫妻就可以在一起。是在他隔胎不明的状态之下，
他说不行，那个是我前世的长辈，而且是长的辈。可是我们这一生的人会相信吗？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他不会相信你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跟我们现在的善良风俗有所抵触，所以他又选择不收。可是选择不收，骗别人容易，骗自己就很困难。所以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是他知道他会不会去改，会不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第10殿那个孟婆庄的望神汤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还是喝了比较好啦哎呀，拢唔知，我拢唔知提好拢唔知的代志拢知是不是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会呈现，所以这边他就写那个已经不是亲疏，然后那个母女姐妹就迷惘淫乱，就已经讲了，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说发生以后那个言语放逸就是恭维就很那个讲的很不好听的啦，讲的都很现实。然后卧不尽忠就是那一种男女之间做爱是不是卧不尽忠？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时有良师以药令狐狐以疾兔所以他就讲那个过程，说呢那个时候有那个良师拿药给他吃，吃药了以后让他清醒，清醒了以后还治意识他有法度恢复伊的那个记忆，然后心怀惭愧，都已经乱伦了，惭不惭愧？惭不惭愧？就是很惭愧然后深自克责就一直骂自己酒为不善我就卖啉就好啦，啉就乱来，借酒借酒发挥就乱来了所以酒不善知恶的根本就是会做不好，就是因为有喝酒然后喝了酒以后很多事情不该做的全部都做出来。那么若能除断则严重罪。所以他在问的那一段刚好就是这一段。那个时候或许为什么不详细地说？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就单纯的对吧？这一生我们就家属就是家属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就是亲朋好友，都这很标明、很明显的是一些关系，然后我们生活的单纯，所以或许就不讲那个详细的内容，因为详细内容它有乱人的那个含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是这样，对不对？不知道很轻我们头脑很轻，知道了以后很浊，做落的有落无？咱若拢要知影足清了，很清净，知影哎呦，那安呢？就会很温柔。所以在的时候，也并没有详细去解说那个非母母想，非女女想，没有解说那一段因为不太这个适合呢我们都全部都了了没有，那个不要知道了更好不要知道更理想。还有那年轻读书不大好，
我们因为迷妄才产生虚空，然后因空异世界。那在我们还没有迷妄之前，是不是佛性尽虚空法界，整个都是真心？那虚空只有一个，这里。对，这个在那个经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那或者有说文殊菩萨呢，在楞严经的这个这一段，特别的把天地的形成全部都这个把它解说，等于说形容了，因为佛那个所讲的经啊，并没有把那个天地的形成啊，天地如何形成说得很详细，反而是文殊菩萨说。那所以或许看到就觉得说这一段啊很难能可贵的因为要看佛菩萨讲天地的形成，他只有讲一念无明生三际，然后境界为眼长六处，对不对？只有这样讲而已他没有讲说世界是怎么形成。虽然我有讲说世界是假的啦，不真它真的是微尘，然后微尘也不真也是假名。所有的一切有形有相都是假名，只有这样讲他是要我们自己去领悟说的既然都不真都是假，那世界当然也是假。他没有像文殊菩萨把他说因为我们迷跟昧，迷昧然后才产生这个虚空。我们以为虚空呢就是本来都一个而已啦。可是以文殊菩萨来讲，我们迷昧虚空跟我们了了分明真心佛性在的时候的虚空是不一样。我们佛性在的时候那个虚空是真空，然后妙有。然后文殊菩萨说我们迷妄，我们迷了然后起妄，从真起妄，这个虚空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没有说虚空里面有佛性啦。所以我们在研究一定要知道我们凡尘社会人士的虚空就是完空，空里面什么没有。那我们一修到我们研究性理心法，这个虚空是真空是妙有。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妙有没有形象那个佛性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讲的虚空。所以空是一样一个字，可是在社会人士的空跟在我们修道者的空不一样，那个空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那个文殊菩萨所说的迷妄，因为我们从真起妄，然后才有这个完空有这个完空以后才建立世界，没有这个完空就没有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完空里面因为完空然后才有世界，因为有世界了我们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就一直延续不断我们就在这个假的里面一直这样的认为。那假如说我们都发心要返妄归真，这一个虚空这一个形成世界的虚空它整个都破坏掉，没有破坏所以佛都讲，只要你一个人发心归元，发心归到原来所有的那个科学所管理的那个模式界全部都破坏
所以只要你要修真，魔一定要来指导。你把我的世界全部破坏，让我没有住的地方。因为波旬很贪恋完成，所以你要破坏这个完成现象，它第一个主打，不让你破坏。因为啊，我们在完成啊，我们都是魔子魔孙，我们其实都不承认啊。可是啊，各位要了解，我们完成我们众生所做的行为啊，真的就是魔王波旬在管。为什么？你看现在发明智慧型手机呀，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低头族啊。我们南部还好一点，你上北部看，不管你走路、你坐车、你在做什么，那个手机都不理啊。那都行到让人修崩啊。所以啊，你在台北走路啊，还要眼睛亮一点。他一直走过来了，他在玩手机啊，你赶快让开，他一定把你撞上的啦。为什么？他都没在看路啊，他在看他的手机啊。所以啊，找不着魔，找不着魔。所以啊，我们在完成，只要你都热衷过头了，你都是着魔啊，你不知不觉啊，哪有？他会说你们不玩手机的人呢，才脑筋不灵通呢。他玩手机了这个公车几分钟会到，他都知道。我们都傻傻等，或许还不知道说，它还有那个功能呢。你在公车站等，等公车，那公车几分钟会到，你手机一按，它就出来。这智慧型。可是啊，超过头了啦，我们都被它控制了。到底是他主人啊，还是我们是主人？咱已经叫手机啊全白死，迄手机啊做主人，咱做奴隶，我们变成听话，你要听话，真的已经那个着魔的程度啊。可以说是很厉害啊！我们因为没有生活在北部还感受不太出来。假如说你上北部的话，一看，台北人啊拢安尼，很普遍的啦。结果你去了以后啊，你也跟随流行，赶快去买一部，还不便宜你能够几千块买到是很幸运。不然都是2万多块，2万多块一小小的，现在都钱好谈啦，现在买都有，所以我们了解，真的魔王管我们整个这个异界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心修道，更要有冲破魔界的那个那个认识，说我就是要把魔功打破。不怕魔来主导，安尼才会使。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贤，大家好。谢谢上道天师的老虔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会学机会学讲。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讲到第几页了？第5页。第5页哪边？第3段。第9行，
才休息2个礼拜就忘了光光。是讲家舍昧烦恼者是吗？只有。第5页这边没有只有，7行的后面，我一直在找第9。只有1秒，是吗？这个我们了解说，在经典里面这个只有，虽然只有2个字可是它的包含意思那个有，就是3界一般都讲3有，讲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详细讲的话就25有。那有的意思呢，就是有因有果，就是我们都在因果之中。所以这个假如说不加以解说假如我们只有看到只有，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可是假如说我们了解的话这个只有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以大的方向来讲，就是3界有就是3有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我们详细说的话那个欲界我们有6道轮回天道、人道，然后阿修罗道跟三恶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那么在欲界之中就有14个有，因为天道有这个6欲天，人道有4大部洲，然后呢那个4恶趣就是阿修罗、畜生道、地道、恶鬼道，然后6、4、10就是有14有，欲界有14个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因有果就是都在因果之中所以称为有知有。那我们了解说我们都在知有之中打滚，不管是在哪一道，都是在有在有因有果之中所以我们都之前都也有听过这个天道的话有6欲天4天王天最低在须弥山的半腰，然后忉利天第2就是我们所说的33天33天就是忉利天，然后再上去那个就是空居天。那空居天呢一个就是夜摩天，第2个呢就是多衰天。我们老子师还没有掌天盘之前就是管两多衰天，然后再去呢乐变化天在最高他化自在天，也就是呢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就是魔王波喜他所住的宫殿，那就在欲界的他化自在天管辖是我们欲界最高所以我们在凡尘很容易进魔的世界，因为魔他很贪恋凡尘，所以希望我们凡人每一个都是他的魔子魔孙所以他管我们都管得到，很容易着魔。
只要我们热衷在哪个方向着魔，而且不清醒的话还出不来，所以要清醒啊，像我们现在社会流行智慧型手机啦，在南部或许看还比较好，在北部的话人手一支啊，智慧型手机啦。不管走路也好，坐车也好，做什么都在滑手机啊。你看他这个往上一撇，往下一撇，往左往右啊，那个是在滑手机。各位就可以看他们已经都着魔。因为学都讲，我们人是主宰，东西是给我们人用，那我们变成现在。人是给东西用，变成我们是客，然后那个手机啊，智慧型手机变成主，颠倒了啦，已经颠倒，是要给我们用，可是我们变成给手机用，这样呢，我们人的那个当家做主啊，已经丧失掉了。所以我们一定我们在凡尘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所以时时刻刻要以佛角度来勉励自己，说我是佛。那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想想看，佛合不合？那假如说不合的话，我们要勉励自己。说我是佛，这一种念头不是佛应该有，就把念头去掉。难道我是佛不应该有这一些行为，把行为都改过？所以我们修道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是另外找时间，另外找地点，不是，是生活就知道。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是佛。每一个都是佛，那所以我们体会每一个都是佛，就已经平等。那我们平等性能够呈现，德就有有德。那我们要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以德来服人，不是用霸道的。我这样说，你这样听，那个叫霸道。那霸道不会久，时间很短就会变化。那假如说你是以平等性出发，那这个可长可久，可以长久。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自己就是佛，自己当佛。那所以只要你这样想你就已经是佛了。所以在当下，我们知道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都说从天来，其实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那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也没有地方所在。所以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来没去，就是当下。那当下就已经是圆满。我们整个佛性都圆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不缺了，我们所缺的就是有众生的知见，我们没有把它去掉，然后佛的知见没有把它呈现。那只要我们都万念都放下，我们念头都不生，那个就是佛的知见。我们大概就是缺佛的知见。那佛知见是什么都没，所以我们都不要起念头，一念都不生，就已经是佛的知见。这一个知见为什么它会这么好？因为很宽广，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只要起心动念，我们念头的内容一定都有范围，都很狭隘。不宽广，一步都没有，念头都没有，没有念头的时候，
我们就很宽广，就整个宇宙虚空啊，全部啊都是我们的寥寥无名的佛性所在，这就可以知道多么宽广。可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都起心动念，把我们的范围啊缩小，小到只有念头的内容啊，所以这样啊，我们想成佛都很困难。为什么？佛没有这么狭隘啊，佛是很宽广的。那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培养很宽广。那要怎么样能够宽广呢？就是所有念啊都不起心动念啊。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起心动念虽然说我们可以啊这个去做得到，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都会说既然落入凡尘，都有头脑了就要用，然后起心动念呢越用呢就越能够呢自由自在，他可以了解我们之所以会受苦啊，就是起心动念来。我们假如说不起心动念，没有苦啊让我们受，可是我们都起心动念了，觉得很自然，也觉得是应该，所以没有必要去修，就是这样害了我们。这个叫众生之见。那我们在众生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又跟所有众生一起生活，所以都会互相影响。这个别人的观念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念头。我们受到影响又不知不觉，然后我们又跟着做，就这样大家往这个利益走了，少少一大丁靠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菩萨。之所以没有成佛，没有成菩萨，是我们自己障碍。我们要把自己的障碍先去掉。去掉这一些障碍，我们是非常宽广。所以我们研究道理就是要让我们的那个觉性跟整个佛都一样。就已经呢在佛世界。因为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就是不宽广，促成我们的心胸也跟着不宽广，这样又不知不觉，所以就因循，不知道自己是往六道轮回的路上在前进。那我们假如说了解那个六道不管是落入哪一道，都不是很理想。纵然能够到天道，也有期限。期限一到了以后，又落入三恶道，所以那个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当然了，能够到天道是对众生行善，有那个利益才有那个资格上天道。可是我们上了天道以后，大部分自然而然都会骄傲，因为受到人家恭敬人家都这个诚心诚意在拜祈连神仙。那受到恭敬以后形成的那一种高人一等，他就骄傲在里面。所以佛鼓励还者众生行十善去天道。可是鼓励我们修道人就是要成佛成菩萨，不要去天道。因为去天道受那个福报的气数一到，就直接降入三恶道，连人道的资格都没有。那有菩萨就问佛为什么七天神仙期限一到就直接入三恶道？佛就讲原因
因为七天神仙也一样啊，就在我们的三有那个欲界之中。那欲界的有就是有因有果。那我知道说你受到这个人家的尊敬，那个是因呐。你不知不觉就很骄傲，那个是果，是已经呈现的果报，那个是自然而然啊。我们在凡尘也是一样，你只要有地位，然后有钱，人家对你很恭敬，那你也值得觉得说我高人一等，自然就骄傲。所以那个跟七天神仙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佛就讲酝酿，你骄傲就是酝酿天上飞的。所以它的果报就是天上飞。你很大的骄傲就是很大的火鸟，你很小的骄傲，很小的去骄傲，所以都有它果报。所以不鼓励我们修道人去天道，鼓励我们成佛成菩萨，那个就不一样了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知有讲到呢这个我们欲界就有14个天道有6个，然后人道有4大部洲，就是人道东胜神州、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呢跟北俱泸州4个。那6个七天神仙有6亿天，然后4个4大部洲人道，天道人道加起来就10个，然后再接着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4个，一界就有14个有，14有。所以我们说知有，我们不研究，不知道知有是哪个有，是哪边的有。那我们一知道了以后，说原来是有因有果。在欲界有14个，然后呢，色界就有7个。第一个呢，就是初禅。初禅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是离生喜乐地，离开生死已经不在欲界里面生死，已经离生了进入喜乐那个呢是初禅。然后二禅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因的修持它很奇怪就是不追求到无极理天他们只有追求到大梵天，说大梵天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求到梵天。所以初禅1个，大梵天2个，然后二禅呢就是定生喜乐地然后三禅就是已经离开喜乐进入妙乐三禅。然后四禅舍念所有念都舍掉，清净地。所以我们到四禅的时候不用吃饭，也不用呼吸它可以生存。所以我们修到这个四禅的状态就很理想，在我们人生来讲境界很高可是我们知道它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无想天然后五净居天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五净居天就7个。这个所以色界有，色有7有7个有这个我们平常呢虽然有说，但都没有把它归纳，就不容易记得住。然后那个无色界有四空天空无边处天，然后是我们认识的是无边此天，无所有此天，非想非想此天，有4个有
所以我们了解说，加起来，欲界啊是4个，然后色界7个，就21，然后无色界4个就25，所以25有，就是3界的详细说。那我们平常呢，大部分经典看到只有讲3有，那看到3有就是3界，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有变化，是我们3界，所以啊，这个知有因，知有就所有的有因有果的有，知有啊，我们呢都可以清除掉，不在知有里面啊打滚。所以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自己认识，然后我们自己实际的在生活之中能够做，这个都不是困难，只差别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要知道我们呢因果的东西是一定的，不是说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就没有因果，不是这样因果是定理，一定道理，有因就有果，不管你研究不研究，不管你知不知道，它都存在，它都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运转。那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避开，我们可以避开那个有的一直循环轮回，我们可以不走有。你既然不走路有，这个有因有果你避开了，你不造因，自然不接受果报，那个自然的。所以我们研究绝对有好处，不研究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本来不该想，我们起心动念了，有因造了，果就在后面。这我们不是说我不研究就没有果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就好像我们呼吸，我们有呼有吸，那才会活，对不？你说我不相信因果，安尼你唔免呼吸，会活未？未活啦。你想讲我拢唔相信因果，我拢反开，我就会活落来就好啊。敢有这个代志？没有啦，你不呼吸就生活不了，你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因果它一定的道理，我都一直讲，我们凡人因果太厉害了，很厉害。有一些是很微细的因，结果很大的果报，就是我们毁谤仙佛，毁谤经典。那个你讲出口很轻很容易，可是你这样子讲出来这么容易，那个果报要了解到是在阿鼻地狱，报非常大。那我们凡尘认为这个杀人放火好像罪大恶极，可是在真的那个道理方面来讲，那个罪过不大，因为你所杀的人，你所放的火，危害的人不多，只有个位数危害到的人就少，可是你毁谤仙佛，毁谤经典，害到的人就多，那个慧命都给你断手。所以有一次我们前问那个禅莲，或许竟然用翠玲来回答，奇怪。后来或许一直想，问的不是问翠玲是问禅莲，我怎么回答会回答到翠玲方面呢？他或许就在讲，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危害到人家的慧命，那个就是已经会变成睡灵，那睡灵已经变成蚂蚁蚊虫，那个要击灵非常困难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再回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问的意思就讲，
说我们既然佛性不生不灭，为什么会跑入睡莲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那假如说我们用不生不灭佛性理来讲，那我们变成这个睡莲了以后，不是说没有机会，有，只是时间要很长。等到它分散出去的那个生物全部死光光，它就极灵了。极灵的时候又回到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那个时间要经过很久因为我们在完成的生活时间都不长，只不过100年而已啦。我们去掉小孩子，去掉老年人，我们中间能够改变的时间都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在我们可以掌握的状态之下，一定要使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光明要使它恢复到本来所以不能去危害别人的慧命我们这个爱护都来不及了，哪可以再危害到别人所以这个睡莲呢，是我们要了解到昏睡了就变成了蚂蚁跟蚊虫非常小的那个生物那它要极灵时间很久。那假如说我们只有是残灵灵是残缺不全，那我们修呢，就是要修到全灵，全灵就跟佛菩萨一样完全的没有缺点。那我们现在就是残缺不全残灵是叫睡灵。所以呢，或许在这个地方又详细解说说那个时候他问呢是问残灵，可是或许回答便用睡灵来回答，是后来才去想到不对，他问的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反应比较慢可能年岁大了。所以我们虽然说知有淤泥，这个淤就是淤积就是有些那个水不流通，然后淤积很多的那个污垢那个淤泥就是落果霉那种做伙弄什么物件知有淤泥所以各位先生，这4个字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通得过不被知有淤泥危害，不能在这个知有淤泥里面这个流连忘返，那已经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我们才可以超越知有淤泥。所以我们了解说前面那个4个字以度隐喻知有淤泥所以我们之所以生在凡尘，就是隐喻那隐喻我们已经超越了超越隐喻只要隐喻超越了，那个后面那个知有淤泥就容易超越。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人怎么来？就是从隐喻而来父母亲做爱把我们生下来我们在做爱又生下子女，然后子女在做爱就生那个孙子，就这样一代绵延一代所以都呢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们一直延续。所以假如说我们不研究道理，可以说完全都不知道按那来按那死都按那来都按那想不知道所以到底怎么会出现在凡尘？出现了凡尘以后就好好的为什么会死掉
我们都没有加以研究。那我们研究这个性理心法，就是要彻底的知道我们根源，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落入凡尘？那在凡尘又为什么又走入六道轮回？为什么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我们呢知道说，是我们不愿意超出六道轮回，不是说不可能。只要我们呢立定这个意志，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都可以成佛，只要众生之见去掉，不是很困难。可是我们既得的利益我们都不肯放生，那这样的话呢，众生之见就去不掉。那假如说我们真的想，就一定要回到我们佛的本位。那只要你发出坚定的那个心，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相信，然后全部的努力都朝我们佛性本体努力，对凡尘事看淡看清，凡尘事都是假的。等到我一口气不来你才会彻底知道，凡尘的事没有一样是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可是等到那一刻能够大悟太慢了啦，足侪我都做唔到，会赴未？未赴啦，都拢已经形成所以我们要事先知道，加在我会修道。要知几句我就较认真研究的，我就唔免这受苦。哪一个较好？加在，对不？加在加在有研究，知影道理。加在我有研究，知影讲安怎撇开六道轮回。加在有研究，我知影安怎要成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只要我们很用心没有达不到，绝对可以达到，而且就在当下。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你当下听到了你当下就做到，不等以后了。你听到了，你就知道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马上知道，对不对？就已经马上在修了。不要再找时间，不要再找地点，都不要。你只要听到这个符合真理，我一定要去做。只要你这样，马上就已经做到，就可以避开很多的不应该做的恶因，恶因都没有了，恶果哪里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研究道理。这个老王卖瓜呢，自卖自夸。可是不学呢，就也是研究的时间早。这个13岁小孩子就异想天开了，哇很正义看到那个凡尘不合理的很生气。可是人又很小，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先天又不足所以出不了力光看不理想都没用。所以我就想，我要当神仙，我就有办法把这一些坏人都赶到地狱去，保护好人过生活过得很好，很单纯的就是因为有那个时候的异想天开所以才有今天的心理心法。那个时候没有想要当神仙的话或许也不会投入研究。
那或许投入研究就是一定要有成效，不能说那一种只有希望，只有希望没有用，一定要有实际的效果。要开始就双盘打坐，因为小孩子骨头软，所以双盘坐得很正啊。那个时候很好雕了，一下子就雕上来，一坐就可以很久。刚开始会麻那个是正常的，这个还那个时候骨头都软还呢很容易去忍受，然后就一坐呢就坐得很久。所以在后天庙慈惠堂，我们说瑶池金母或许所拜的那后天庙就是这个慈惠堂。每年的2月18号，农历28，是慈惠堂的堂庆，在花莲吉安乡。我们呢这个慈惠堂都要回去去拜拜。所以它也很有意思啦。这个的香炉这瑶池金母，本的神像这王娘娘，两个就在隔壁啦，吉安乡隔壁，穿黄衣服的王母娘娘，请那个青衣这瑶池金母啦，两边看你穿什么衫，是拜香炉的，还是拜像，很有意思个人拜个人的啦，都没有这个互相攻击，没有，大家都一家人，所以在后天庙或许有17年的时间也算很久了，那个时候也做当机啦，慈惠堂的当机有3种，一种跳档，一种是胡头笔啦，一种是坐禅，因为或许人娇小就这样子，所以坐禅啦，要跳档嘛跳袂起来，一粒仔囝胡头笔的胡法的他的是2个人，1个人胡一边，然后写字跟我们那个三才一样，三才是一写，后天庙那个胡头笔是2个人，1个人那个头笔能按照分做相接，一人胡一边啦，写字跟咱三才咧写的同款，同款有1个人咧看，那个是呢一样这个瑶池金母的当机啦。因为或许是坐禅，坐禅一般呢来借的那个神明都比较高，佛跟菩萨，你像那个跳档大部分都是神将，拢是那个神的部下，然后胡德斌都是一些比较是以7天神仙来说话。所以那个慈惠堂到现在可能也一样。你假如说身体不好，你到个慈惠堂的顶它庙下面都有一个空间也蛮大的。你只要这个烧3支香，去跟里面神明说，我身体不好，请洗练我的身体，然后你香给天公炉插了。然后你就徛在庙顶，然后双手合十不要有意念，然后等一下没多久，就有那个神像护你的身是动，在训练你的身体然后从你的动作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位神像。假如说是齐天大圣就有齐天大圣的动作。假如说是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动作，看什么样的动作就知道哪一个神明，很有意思我们最喜欢是看观世音菩萨在揽香架，那个真的很好看。然后看到那个神明他在训练我们身体的时候就不能做脚，
就是他已经这快要这个伏在地上，那个脚着地身体也快要倒地了，可是没有倒，他就还来，那个样子你再怎么弄怎么夹不来。你若要去像那个样子的姿势，你要一站，马上地一定倒去，无法度互你徛。伊敢若骹骨伫咧涂骹，剩个身躯拢还阁离地，但是一块尔，离地一块互你徛，咧，还阁徛久，训练你的身体我们最怕是困到被那个齐天大圣训练身体。齐天大圣的动作，男生的话还可以女生的话就不雅，知道吗？那个齐天大圣的动作，所以那个紫微堂里面那个女居士就是也一样穿青衣就看到那个齐天大圣来咧训练坤道的身躯一定拢踮边仔咧顾，因为他的动作不雅，要赶快把掩护啦，改安尼看较好看，卖安尼不雅的呈现啦，所以我们在那个后天庙，因为时间久，那只要你有心想训练身体，你就可以去自己训练。只要你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一段时间你整个体质都改变了。所以或许就讲说真正的后天那个寺庙，你做的正的也都真的帮助人老师说你要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后天庙没办法这个呢或许就一直要这个最上圣佛法，所以就跑遍全省，找了以后又回到台北去了。为什么找不到？没有找不到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后学妹妹就这个要带后学去求道。那因为在后天寺庙久了，知道说你要受记要得到，要经过那个在后学那个时候是知道说经过7代的大师就是你在讲经说法给众生听，已经经过7代那个3000功800果功果已经修到圆满所以上天才会派人来受记，那个受记就成道。那后学妹妹要带后学求道，因为后学就很内心很不相信没有那么好了，这样就都没有什么根基缘分了，就可以求道那我家好。可是自己的妹妹嘛伊讲你互我骗嘛是家己的亲人对不？讲好啦，互你骗就跟着他去求道。他或许是看这一些讲课的讲师啦，听了说无遐清水还佫讲不来所以被那个讲师感动了所以才说我也要来研究看他们是在讲什么内容所以那个时候北部都没有开法会的地方那个朝代民国60几年的时候，北部都没有大的场所可以开法会，所以都带到南部啦然后很喜欢带班，就是带道亲来开法会他开法会我们早上先就讲我们献供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早上10点多我们中午要献供
时间最好就早上10点多。他就跟大家讲，你看我们开法会那个献供的时间不都10点多吗？那回想说，对哦，我们开法会献供的时间大概都在10点多。那老先生说那个时间献供是最恰当、最好的时间。那因为献供那个庙我们南部都盖庙，所以法会都在庙里面开。然后庙就像我们这样比较宽广，然后那个排班然后那个端供的，走路是要走那个有棱有角的啦，然后那个供因为在庙里面献供供都比较这个大，供果比较大，比较重，所以假如说我们都全部没有接近这个献供的一些礼节光那个端都端不稳因为或许时常带人去开班就被那些超持的点传师讲师说你较早看到，你来端供，所以那个时候端供都是或许来端因为要抓到那个窍门，就是你两只手往底下压，那供不管多么重你都没有啦。你若空无稳会叮当。尤其我们南部假如说那个西瓜的话，一个就很大你端都不可能一次只有端一个，都是2个。你要跑出去就无法度行路所以那个时候或许就可以双手一夹，然后就走，走有棱有角，然后那个要给人接的时候就会接很有棱有角，就是很顺只要你做久了，熟能生巧，后日过去又过找你，过你来端供，就只要开法会有或许带班员去端供，一定都或许在端，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那个讲师、点传师讲课还有那个仙佛来借窍就一直在钻研那个内容，所以从这个以前后天没有开始，就有心就是要追求我们最上的一个修持方法。那我们现在这个佛堂对这一些基本功都了解了以后真的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刚也开始进入佛门，还有这个小虾米黑米一尾仔囝的所以一点点水就可以让它生存。可是你慢慢的长大，慢慢变成蛟龙。蛟龙的话，你那么一点点水没办法生活会死所以你就要让它有生的地方可以容它可以研究。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已经接受道场的基本教练，都已经熟悉了，你就要再找往上一层更努力的那个方向努力的自己要求自我充实。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修到多久，有没有进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我刚开始求道的时候那个出发心都是很虔诚，而且发心很大，可是我越修执着越多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我到底是修的进步呢，还是退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这个晚上睡觉躺下来唉声叹气
那方法一定错误，修了唔对啦，修到唔是安尼，愈修爱愈快乐，愈欢喜，说这么难得的这个道，都已经得到了，什么人生难得，中华难生大道，这个难遇啊，名师难逢，这个你看都这么难，我们都不难了，都很容易。那怎么修起来还会唉声叹气呢？修起来为什么都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舒坦？一定要反问自己。他觉得说方法错误，方法不对了，我们要知道这个要跟以往修正者那个呢讲的主讲，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他不合道理的讲的话你不用听，没有罪的。他讲的道是符合道理，是一个刚进道场而已，你也要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能自己极限，一定呢要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前进，这样呢我们就夜修或许都讲，假如说你晚上睡觉，是冬天盖个棉被都会偷笑，那个才正确了。你假如说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错了，那个道一定修错。所以越快乐才能够成佛。唉声叹气可以成佛吗？可不可以？没办法啦，你唉声叹气人家要去要求你怎么样解决困难，你会跟他讲，我自己的困难都还没办法解决，你还来找我，走开走开，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呢，成什么道，成什么佛？那绝对那别人说自己都不相信，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要了解到，道是大家的，是公的，公心一片，那才正确。所以我们要朝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只有我们走入真理世界，很宽广，都能够一下子看得懂，得正解脱，以度隐喻只有一理，一看了就知道，都符合真理。我都超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已经超越所有对待。那我们在凡尘一切都是相对，都是对待没有绝对的，只有我们佛性本体是一个绝对，所以我们就要先建立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十足的相信我们自己佛性本体，这样往后的力道才会发挥的出来，就有力，因为你是相信真理，真理给你力量，那真理的来源是你自己本身佛性所予的，所以那个来源就不予匮乏，不怕有缺陷，所以我们呢这个讲1个小时才讲4个字只有一，了解了没？我们有没有在只有一里可以给掉呢？有没有？给了加厉害就这样。我们了解了，往后呢就不会被只有一里再阻塞了。已经呢我们可以超越，超越所有的对待。两边对待我们都可以超越。那超越了以后我们当然就不会再跟人计较，因为计较它的最根源就是我相，就是有两边，
哦，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有因有果啊，都是呢，这个在两边里面呐，在互相的，这个呢折磨啦，所以啊，我们有很多道亲是很可爱啦。说人甲人的中间的互相咧磨，甲磨甲伊灵都无去，成道啊。导师说的蛮正确我们道亲与道亲之间互相的安尼冲突啦，互相折磨，然后磨到后来棱角都不见了，圆融了。可是后学一想敢有可能？愈磨愈厉害愈尖啦，莫讲磨甲棱角拢无去，莫愈尖就好啦，愈磨愈尖，伤人愈厉害，磨到尾变做安那谁怕谁啊？我修到这个样子啊，那成功还是失败？安尼免修道啦，修到讲谁怕谁啊，都要见经啊那个这个我们大概整个真的是末法时期，叫做斗争坚固，真的坚固。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自己努力知道真理了以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呢就进行自己劝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得无动处不知所至，已经呢得到无动处，就是已经呢如不动就已经呢，或许都讲这个不容易了解的道理或许都用能够了解的方法来说。我说我们佛性本体如不动，那因为如不动不容易体会啦，所以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因为我们这个年岁的都有玩过照相机，那我们以往的照相机那个快门的开合都比较慢，所以在按快门的时候一定呢不要放动，镜头放动我们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不像现在它这个生产的那个快门就很快所以你只要在刹那之间不要动就很清晰了没有像以往那个相机那个快门动得慢你在按快门的时候只要有动的那个洗出来相片看得都那你翕到安尼这样慢那个就是放动所以我们用这个原理来说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我们说如不动，我们都不相信我就读读咧叮当佛性伫我的玄关伊嘛对我咧叮当如动，所以我们用照相机来了解到这个真理。假如说佛性是在玄关，跟着我们口在动，然后我们用照相机原理，你看我们这样一转，形象也看得很清晰。那动的时候怎么可能？就是不动才可能啦。你都不动，动的是身体，不动的是佛性。那佛性都不动，如不动，你从照相机眼里体会真的如不动。我们看形象才这么清晰这清楚你头活较紧的来看嘛这清楚所以就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到得无动处，你得到没有动的地方所在，就是得到你佛性本体如不动，这样知道吗？虽然只有4个字啦，不解说的话就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说得无动处，你就是已经得到如不动的地方所在，
也就是得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尼知无？哦，所以我们研究不用求快，我们要求了解。我们已经真的了解了，虽然我们讲1个钟头够了才讲8个字，不过我们都知道意思，对不对？咱知影讲只有依你，就是咱观点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只有依你里面，都是把咱扭落迄落乌面糊啊规个啦。要起来都无简单，所以我们得到如如不动，地方所在，咱得到呢佛性不是不灭的那个状态，那多么好，这么殊胜，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越高的越深的那个道理就越难讲。难讲，可是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绝对看得懂。再说了，我知道，你还可以讲给别人听，就是这个意思。得到呢无动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那个殊胜的地方所在，然后不知所至，我们已经得到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唔知伊去倒啦，知影去倒无？知不知道？所以这个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已经得到了，原来就在我生活之中，了解了没？在我生活之中，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就很亲切的1秒钟都没离开，1/10秒也没离开，都在。安尼知无？奥不奥妙？很奥妙对，我们佛性就跟我们在一起，一刻一点点时间都没有离开。只是我们不认识它，哪里啦？唔知影去倒，不知所至咱拢平常时拢伫咧找，哎呦，我佛性伫倒位啊？伊是到底去倒位啊？拢一直咧找看伊去倒位啊？其实伊都足亲切，甲咱做伙就唔捌伊也不想管他，也不想追踪啦，管伊要去倒，要倒互伊去放任。都这样都无问题对不？对不对？我们想追的话，问题就出来了，不追他没问题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不追他的话，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行到足熟悉，嘛唔免去管你，就大家咧行对人行，就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再怎么久也没办法恢复到我们本位啦。咱都分迄用想的较紧啦。要做真恶，会不会很慢？会不会很慢？不会，很容易。很多人都会讲刘讲师你都在骗，有没有骗人？从来不骗人的我说天地以诚来一转事实春夏秋冬，那我们呢能够学天地的诚，才能够呢可久可远，很久远你都呢不会变化。那你要说要进入心意识进入完全都在变化，那人家不久就把你忘光光了那你只要说一定都是诚心诚意在带的那再怎么久的时间都会记得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呢在凡尘要跟人交往能够持久，第一个要诚你诚心诚意
不要用欺骗的方法，欺了都不会久，没有多久时间人家就赶快跟你远离了，跟你在一起很不踏实。那你假如说诚心诚意虽然我们说这个是在骗人，可是不行，为什么要骗人？各位上天堂，对不对？愿不愿意被或许骗上天堂？大概好啦，被骗一骗好啦，骗在天堂，就不要受苦了，完全很苦啦。你看这个天气热我们在里面还有冷气吹一出到外面的时候会哈。我们这个台湾话很热了然后讲一个字就哈，很传神对不对？国很热没有说很哈那个哈比热更加热。所以底下呢这个允如来为常住华，不变异也。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迦叶讲，说为什么如来就是常住华不变异，他呢都不会变化。迦叶若有人呢做如是难者，就是这个问到人家没办法回答，那个就是做难名为邪难，那个已经不正了，要安尼讲到无法度回答，那个是已经就邪了，不正了，假设不应呢，做是异想，为如来性是昧尽的，所以这释迦牟尼佛跟迦讲说，你也不应该呢做这样的这个念头。说我们如来性是昧尽，要知道呢，这个如来性不生不灭啦，伊无生嘛无灭，灭甲拢无去啦，不会，纵然是我们做得不好，记录已经那个这个睡灵昏睡的那种状态，那他的这个如来性也还在。没有说灭，加上灭烦恼者不明为物，已经灭烦恼，它呢就不是东西了，为什么呢？永毕竟故是故名常，是具极静，谓无有上。昧尽知晓，无有余，是具先白，常自无退，是故涅盘名曰常住，如来一耳，常住无变，所以释迦牟尼佛跟迦叶尊者说这个灭烦恼者能够灭掉烦恼，不明为物没有东西他呢已经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我们有烦恼就是被这个东西卡住了，有东西才有烦恼，然后我们烦恼都没了，也不住相了，也没有东西了，那底下就讲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有毕竟就是永远都毕竟没有了，不为物没有相，就已经没有烦恼，永远都呢没有烦恼，是故呢名常，就是呢不会变化常，常住了，永远都在了，是具极静，那个文字来讲的话，就叫极静，已经在常状态。没有烦恼，也没有东西，也不住相，为无有上，没有比他呢更高的，灭尽诸相，
把所有的相都灭了，都没有了，无有余呀，就是所有的相都灭尽，没有剩余啦。有的啊，虽然有一些相可以啊，除掉，可是啊，有一些呢还存在。那么这个呢，无余呀，就是全部所有诸相都已经灭尽了，没有剩余。那么四句啊，先白都已经呢，用文字来讲，我们佛性啊，就恢复到先白常住啊，不退。永远呢都是这个样子，是故啊，涅槃名曰常住，所以啊，这个不生不灭，涅槃啊就不生不灭，这个名称叫做常住。那么如来一耳也是这个样子，常住啊无变，如来呢一样这个常住啊，没有变化。那么言流星者，就是我们在打铁那个呢，铁的一些那个红的那一些呀，挖底的铁啊，较细粒的铁塞，锤打星油，个降落去红火红的一挂铁啊的铁线都拢流出去外口，那么言流星者啊，为烦恼也。迄流星就是烦恼，你伫咧拍铁啊，就是甲这烦恼拢拍掉，把那一些捶打，那一些依附在铁的一些呢，比较小的那个铁啊，拢拍掉。那么善于啊，寻昧，迄铁啊，即马散出去，寻就是很快啦。散出去啊，真紧迄火啊，红火就灭去啊，寻善于寻灭，很快啊就灭掉了。莫知所在者，就是讲你要去找迄红火，安尼喷出去伫倒有影，唔知影，伊落伫倒有影。未知如来烦恼灭矣啊，不再无趣。就是啊，这个如来已经呢，烦恼都灭完了，灭光了，都没有这个生灭了，不再无趣呀，就是讲天人畜生地狱啊，恶鬼本来是六趣的六道轮回，可是啊，这个佛讲阿修罗在每一道都有，所以就不把它列入三善道，所以三善道里面我们就只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就不收。那在25有面啊，阿修罗把它列入四恶道，就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的讲经说法我们凡人习惯用的六道，佛就只有讲五道，那个五趣。那么是故如来是常住法，无有变异。所以要知道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是常住法，永远都在，是常住法，无有变异啊，它没有变，没有不一样，所以啊，佛都一再的在讲说，说如来永远都在。那复次假设知佛所思啊，所谓法这个知佛他所这个崇拜他所学的师父啊，就是法，所谓法。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就是修法然后成佛，所以他所崇拜也是法，所以佛法僧，僧就是修法成佛，所以佛法僧啊，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三宝就是一体佛法僧。
是个如来呢，恭敬啊，供养，以法常故啊，知佛一常，所以这个如来呢，他也恭敬供养这个法，因为法它是常在、常住，都永远不变异，所以啊，知佛都很恭敬然后啊，修正修常，所以啊，佛法生灭全部啊，都是常，常住常在。三执，那么所谓铁者啊，名之凡夫，上面呢就是讲那个打铁呀，就是有那个流星，为铁塞喷出去，咱来伫把铁啊边啊，爱行较开的，无喷铁塞喷到，迄真烧啊，会起泡啊，所以啊，这个铁就是咱凡夫啦，咱这平凡的百姓。那凡夫之人啊，虽灭烦恼，灭以复生，咧佛在咧讲咱众生啊，虽然讲不是伫咧灭掉烦恼，可是我们灭了以后啊，它还会再复生啊，会搁生出来，唔是讲灭啊就无去啊，灭会搁生出来，故名无常，所以迄烦恼。就是无常，无常变化，没有常态，一直在变化，所以叫无常。如来不尔，如来咱的佛性不是安呢，不是这样，灭啊不复心，不复生的，我们的那个烦恼啊，灭还会复生，可是我们的佛性啊，灭掉烦恼，灭了以后啊，它不会再生出烦恼，是故名常，就永远都常住，那个如来。那么迦叶呢，复言，如铁啊，赤色，那个赤啊就是红的啦，铁啊已经烧到变红的，灭于凡世火中啊，赤色复生，即马刷入去迄铁啊，若甲烧烧的，变红的，即马红的你甲放的还是拄咧水的，迄红就消失咧，就无去啊，灭啊，就灭掉了。即马佫摕落去火，佫甲烘，那个红色的，一个呢，生出来，这个用这个来比喻啦，说我们的烦恼，虽然灭掉了。佮甲放落去火内底哇，铁红的佮生出来，敢若咱众生啊，虽然烦恼都灭掉了，即嘛佮一寡遐互咱会迄个一百来火拢倒啊，迄款的咱烦恼就佮生出来，你看这个比喻啊，都很恰当，那么如来应还生劫。假如说如来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话，那他呢应该呀还会生那个劫怕改，就是有问题呀，打劫了，漏劫还生啊，即是无常。假如说呢，那个如来啊，那个怕改个生出来，安尼就是众生同款。都是无常变化。那么佛言迦叶啊，如今不应啊，作如是也。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迦叶讲，说你今呢，不应该呢，做呢这样子说，如来无常，就在讲说如来会变化是无常，何以故？如来是常，如来呢？永远都常住啊，不灭，常住呢不颠。善男子，如彼兰木啊，灭于有灰，就好像呢我们在烧木头，那个呢灭于火啊，把木头烧了，就剩下那个有灰。
那烦恼昧已啊，便有涅槃，所以啊，这个我们也一样，我们众生烦恼昧已，假如说烦恼都能够灭掉了，然后啊，便有涅槃，就已经进入啊不生不灭。假设如铁能以呀，可使还乐，如来不尔。说呢，那个铁冷了以后啊，我们还可以使那个铁呀还乐，还变成赤色。那么如来不尔，如来不是这样，断烦恼已呀，毕竟清凉。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断掉烦恼了，就已经啊，毕竟啊清凉。烦恼是佛更不复生，那个烦恼的那一种佛啊，他不会呢再复生。假设当知啊，无量的众生犹如彼铁，我以无漏呢智慧智佛，稍比众生呢知烦恼劫。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做这个比喻啊，说我们无量就是很多的众生啊，好像这个铁那么铁啊加热的话，它变赤色就红色的。那佛说呢，我用无漏的智慧智佛，用呢这一种无漏的那个智慧，就很炎热的火来烧众生呢知烦恼劫，把众生那个烦恼啊那个劫啊都烧光，让众生呢要烦恼都烦恼不起来，所以就可以进入啊如来的这个本体。那么假设复言善哉善哉，我今必知啊，如来所说知佛是常。这个假设呢，他就在讲说呢，善哉善哉。现在啊才第10的知道如来所说的知佛是常，不会变化。那佛言假设譬如圣王处在后宫，或时游观，在于后园，王虽不在知才女之中，亦得言圣王命中。所以佛就讲那个圣王在后宫，是呢在游园在后园，王呢虽看不到知才女之中，也不可以说那个圣王已经命中了，不是看不到就已经没有了。三男子如来意耳，如来也是这个样子，虽不现以言胡提戒，这个如来虽然不显现在我们南赡部洲言胡提入涅盘中已经进入涅盘，不明无常，不可以说如来是无常。如来出于无量的烦恼，入于涅盘安乐之处，都知结华欢愉受乐，是大涅盘能见大义汝等今当呢自心谛听，广为人说，莫生呢惊疑所以这佛就告诉呢这个大家说，这个大涅盘能见大义所以要呢在这个涅盘法会的所有菩萨呢以及那个阿罗汉辟支佛都能够自心谛听，然后广为人说就说这个这个大涅盘。那么若有菩萨呢是大涅盘悉密三王，如是高广，悉能取令入以戒指。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只要进入性分呢就能够像那个悉密三王，就是非常的高广非常的大。
那么机能起令入以芥子，芥子就是菜籽。我们种菜那个菜籽啊，苗子它非常的小，就是把很大的须弥山把它这个纳入芥子。这个呢，在无形我们那个如来现问之中就可以做到了。在现象须弥山的王是非常高大高广，然后芥子非常小那么高广的山要把它纳入芥子，在现象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佛性来讲，芥子虽小，可以广纳佛世界，佛世界就把它融在芥子里面，所以它大小就能够互融能够容纳。那么其之众生呢依须弥山者亦不呢破折，就是依须弥山在这个山上的这一些众生，他也不会感到就是很急迫，然后很窄也无往来想就如本无异，跟原来他在山上爬山或是游山都一样，没有变化所以那个佛菩萨可以把须弥山这个已经能纳入芥子，可是在须弥山众生呢，他都没有那个不一样的感受，都跟本来都一样。那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须弥山纳芥子中复还安止本所自处所以那个唯应度者就是有修了以后他才会感受到变化说看到菩萨以这须弥山把它纳在芥子之中，很高广的那个须弥山就把它收入在很小的芥子里面然后复还安止本所住处，又呢把它恢复到原来他住的地方所在这个唯有在修者能够感受到。然后我们众生呢不知不觉都没有往来想。那么复有菩萨呢自大涅盘，能以3000大千入以此所以这个呢刚才那个还只有说一位，这边呢就讲只要有菩萨呢住在大涅盘，就可以用3000大千世界把它装入在很小的芥子里面。所以那个3000就是小千、中千、大千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非常多的那个世界把它纳入以芥子。那么其中的众生亦无破折也没有感受到不一样以及往来想都原来无异没有变化。那么唯应度者见到而已就是已经有修要成就的，他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可以纳入芥子。三执位于九住是大涅盘，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呢就诚实的说，我已经很久都住在大涅盘。那么种种的视线神通变化如首楞严经之中广说所以我们了解到楞严经是佛讲经说法这个49年唯一讲性理心法的一部经就只有楞严经。我们这边呢也有讲过了都讲这个68堂课啦所以大家想研究的话
那个真的是要很专心，然后又有很多时间才可以研究得完。那里面真的我们修道者都呢要深入其中能够研究了解。那么我于3000大千世界或言无题示现涅盘，亦毕竟起涅盘。所以佛就讲说呢有示现有涅盘，可是也不毕竟就进入涅盘，不是说呢进入了以后就消失了还会呢在呢这个出现在凡尘。那么随顺的世间世间呢入胎也随顺的那个世间呢出生然后出生了以后南行7步，世间呢亦为无量众生呢坐上福田那个南行就是呢坐上福田，然后西行7步示现生性，永断的老死是最后生。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生尽了就已经不再出现永断老死，都不会有老有死就是最后的一生。那么北行7步示现已度知有生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知有就已经了解说有因有果25有都包括在里面。简单的说就是三有三界，所以已经度越三界知有都度越了生死也超越了。然后东行7步视为众生而作导手就是要引导众生呢来修道，脱离苦海。然后视为7步，这个视为就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个视为。那么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那个四魔就是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这3个呢都是我们内魔啦，只有一个天魔是外魔那么诚以如来应供正天之所以我们了解说应该供养，那么正知遍知所以全部呢凡尘所有界无所不知。那上行7步知现不为不净之物所染污犹如虚空为顶头行倒去啦，行7步，就是无清气的物件，拢无法度甲念着那是空跟虚空一样。然后下行7步为涂骹行落7步示现华语，灭呢地狱火，令呢地狱的众生受安隐乐这个毁尽戒者是作双抛就是有一些修道者他破坏戒律那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下行7步把他们的一些苦难都消除那么为欲这个降伏刚的众生故现是法就是要降服我们众生呢非常的刚强。先显众生刚不刚强大概咱拢未承认无啦，那遮强拢嘛真听话真软弱。其实刚强是在心里面那个变化示现在外面在心里面都很刚强讲话都唔听啦
佛讲话我们不会听，可是我们都否认啊，有啊有听啊，所以佛讲的都是有一点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那么我又视线大小便利跟众生一样有吃呢就有拉有出息入息有喘气啦同款甲众生拢同款有咧喘气。那么随顺世间故事如是，随顺的凡尘，所以世间呢跟众生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那么我又视线呢受人信施，就是受到人家布施然后佛就接受然我是身都无饥渴佛就讲这个如来身敢若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袂枵啦嘛袂喙焦拢唔免食啦，咱的佛性本体枵嘛袂热嘛袂寒，所以都可以超越凡尘的所有现象。那随顺世法，故是如是，要随顺的凡尘一切所以才这样的现啦。所以佛就是要领导众生也成佛啦，只要跟他一样做就成了。所以那一本《金刚经》里面有更详细在说这方面。所以我有上次有记160本都已经没了，我们自己再记80本下来。希望各位拿回去看，或许讲得很白话啦，尤其13页跟第49页讲得更白，一定要慢慢看第13页胸只有一个，佛性也只有一个那个讲得很清晰明白然后只要有要我们思索的地方，一定会加如何领悟了吗？会加几个字你要往回看上面在讲什么，为什么有写这个话各位有看了吗？哇点点旧的有看吗？或许发现只要或许写的一定都写2本。像我们上的这个涅盘经这个是第2本，有第1本呢，这个第2本然后金刚经现在写过来也第2本有第1本，然后道经也有2本，不过第2本正在写了，还没写好旧的道德经已经我们都看过，然后楞严经也2本，1本横的，1本直的只要写都会写2本，现在才发现可能有偏好对这些经典特别喜欢所以一写再写。那么我又视同众生故现有睡眠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不用睡觉全部纯养不用睡觉，可是视线有睡眠。然我以无量劫中具足无上的深妙智慧，远离三有三有就是三界啦久离世间的爱欲，如是等事悉是世间。所以凡尘的所有一切全部呢都是视线。如来性实不永灭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不会消灭是故当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那或许这边呢就有特别把那个三有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意境14有，6欲天4大部洲4气三恶道加阿修罗道
色界七有十禅天，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五净居天、无想天，七个。无色界有四四有、四空处，总共呢，就是有25有，这个有因有果，这边也有把它呢，这个讲说。然后我们还剩下15分钟呢，因为有这个浅显想问问题啊，我们准备这个回答，也鼓励各位有问题就要问，这个小问啊，小解开我们的结，大问呢打开大结，把这个结啊打开了，修道容易啦，有吗？好，请说。好，还问完了，好。然后另外还有对，先问上好。第8，阿赖耶识是佛性产生的功能作用，佛性有多大，阿赖耶识就有大。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我们在讲说方便用的。阿赖耶识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它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落入凡尘，我们所依赖的就是阿赖耶识。那要知道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呢就是含藏识。那含藏在我们众生来讲啊，就是含藏善恶的种子。可是呢，在大的方向来讲，它是含藏天地的三河大地，含藏万象万事。所以啊，我们呢佛经里面呢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如来藏。那个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第8的阿赖耶识。那我们一般呢，都这个讲说啊，就是跟我们人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然后说呢，气后来先做主翁，就是死去的时候他最后一个走，然后来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投胎。气候来先，然后做主翁，就是呢当家做主啊，他最大。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带来的是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啊含藏我们那种，然后来投胎的时候啊，他先来，第一个他先来，依呢这个中阴身投胎了。投胎来呀，已经我们怀孕，然后10个月，386天呐，就会生下来。那生下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那个生下来虽然都有阿赖耶识在，可是啊，跟外面的空气呀一接近以后，它一定要哭了。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灵才会进，灵一进来啊，我们就分段生死，灵一进来了就生，有生了就有死，就是分段生死的开始啦。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虽然有第8阿赖耶识，有含藏识，有所有一切了，可是假如说不哭，他不会活。那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会把那个婴儿抓脚2只脚把它抓起来，让他的头朝下，然后打他的屁股。那个意思说，你既然造了业到凡尘来，就要甘愿来接受了。所以打到哭为止，只要哭了，那个医生就放下来，好了，活了。不哭不活了。那我们上次不是有说吗？为什么不哭他是在第10殿的孟婆庄，那个忘魂汤他不喝的时候他到凡尘
不愿意呀、这遮艰苦我才无爱来，我无遐戆，所以真巧啊。所以啊，那个处理的方式啊，就是要这样，打到他哭了。你都静了还唔来，你都静了还唔来，无法度都爱哭啊。吃一下哭就等于他已经喝了那个忘本汤了，前一世啊都忘光了，开始治一生的生活，所以医生就会把它放下来，说可以了，可以了，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第八阿赖耶识啊，虽然是主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生，可是它要有条件配合。我们不造业啊，我们不会落入凡尘；我们不发愿，一方面是业，一方面是业，发愿，就是这两个原因啊，我们才落入凡尘有现象。然后你落入凡尘有现象一样，要欢喜心甘愿受啊。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人啊这么苦？各位就可以知道，写在我们脸上了。我们这个眉毛就是草了，草字头，然后我们眼睛跟鼻子啊就是十字架，嘴巴呢就是下面一个口，写下来就是苦啦，苦不苦？苦不苦？做人都是苦啦，苦为了，就是这样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呐，它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说了。为什么7口？我们为什么7天一个礼拜？为什么都是以7为主要的转捩点？为什么起时啊是7家？有办法解说吗？好像自然而然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一直反问自己也会有答案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那我们要知道研究，你有第八阿赖耶识，你才有前面的末那识。眼耳鼻舌身意6识，因为第8它呢互给第7，然后第7叫意根，然后意根给前眼耳鼻舌身意6个，6个都依赖第7啦，第7依赖第8啦，第8是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啊。本体是一个然后分下来呢就是作用不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是佛性功能作用，也不能这样说，它是不一不异，不是一啦，也不是不同，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啊，它到底是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佛之前不是说嘛我们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空，不要找非有非空，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凡尘啊，有很多都会走入这个现象，不是用我们头脑来思想，不是用嘴巴来论议要怎么样领悟？你领悟了以后头头是道，你不领悟了以后，处处都是障碍。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的阿赖耶识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不对。你说不是也不对，它到底是不是？对了，没回答就对。我们修行不用第6意识，直接启发元气。那阿罗汉他们的内守修行是用第6意识心吗？他问这个倒还蛮有内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第6意识啊，
它不是毒蛇猛兽，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要用，我们直接面对凡尘所产生就是第六意识，最直接的啦。然后啊，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第七的末那识，所以那个叫意根。你意识啊是面对马上解决，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六祖会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对境心速起，这个就是说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不要摒除它，你还是要用，只要善用，只要你不自私自利，善用都可以。所以我们了解说六祖是希望我们把第六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的时候虽然也是一样第六的作用，可是你用妙观察，它已经走入到观察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妙观察智见非功，见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你用第六意识来关照你的佛性，这个时候你所决定的不会错，不会造业所以按照六祖那样，先从第六转，不要用意识心，因为意识它是对心就起，那个起的时候是由根境相对，根尘它也相对。所以那个会变化，会变化，我们去拿来做修道，我们时时刻刻在变化，那个就修不成道。所以我们先把它转成智，用智是变化，智是不变化，智慧那个智不变化。然后已经妙观察智，见非功，见到佛性，然后我们再来转第七末那识就变成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无病。你心，因为我们都会分别你是你，我是我，有分别心。你用平等性智你跟我虽然形象不一样，佛性都相同。已经没有分别心，那没有分别心心就没有病了。所以我们凡尘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平等性不够，平等性的认识不够。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也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切都是平等，都是平等的话，不会有那个骄傲，也不会有那个卑下，就平等。平等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天地的春夏秋冬、白天夜夜一样，自然而然的变化。那这样的话，我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自然就能够解脱凡尘的所有世福啦，世福都解脱了，都没有了。没有世福我们当下都是佛世界了，跟佛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你研究了、进入了，那你的天地就会很宽广。所以我们不是说把第六意识我们去掉不要。你要怎么去我们生活之中第一个接近的就第六意识。你第六意识接着下来的都从第六意识延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善用，只要你认识第六意识的来源是我们的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你根尘相对产生的，它不会永远一样，它是在无常变化。你只要知道它是无常变化，那这样的话，你能够抓到第六意识，能够抓到，你就不会被它转，你可以转误就不会被误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道你要避开第六意识没办法，一定要用，只差别在善用跟不善用。你用的不恰当的，那造业。
跟人结缘，你用得很恰当的，那就什么事都没了。所以我们修道并不能撇开第六意识，一样要用。只要我们善用，知道它是功能作用，怎么这么快啊？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或许这位学习。我们也讲到哪边的第6页是吗？到哪边的？第6页。第5页的后面的。第5页后面的最后一段。那个善男子大涅盘者，这边。即是知佛如来法界，那个大涅盘。我们假如说只有涅盘的话，跟生死相连。那假如说有加一个大涅盘它就已经超越那个相对，是已经进入绝对，就是独一无二的大涅盘者，即是呢知佛如来法界，所以进入到那个绝对体的时候就是佛的法界，如来法界。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也是这样，就是一个解体。我们呢都要这个体会。那么如来毕竟呢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的众生故现呢这个女相，所以那个佛就可以没有形象，它可以现象。那现什么相呢？我自己可以决定决定要现什么形象。要调伏那个女生的话，就现女相。那么示现阎浮提中呢这个饥饿节起随其所需供给饥食，就是供给那个已经很饥饿的人呢有东西吃，然后为收呢微妙呢正法，这个给他先吃饱了，然后呢才收微妙的正法，然后令其安住无上的菩提，就让我们能够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众生呢他找三界，即为说法令离四处，就是让我们众生离开这个三界。那么度众生故呢为说无上微妙的法要，就是说这个最上乘的佛法，让众生呢都能够成就，回到自己的本位。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那么为断一切呢烦恼这个苦，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一切呢都是烦恼种植无上的法要之树。那唯一呢拔济之外道故为说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心外起法呢就叫外道，就是在道之外外道。那么虽说示现为众生师，而心处众生思想没有那一种高下高低的阶级的观念都没有。那么唯一拔济之下坚固陷入其中而为说法。所以佛会示现就是下等众生比较困苦的众生
非是呢恶业呀，咒是身也，不是呢这个恶业呀这个推出，然后显现那个比较下贱的这个身，是为了要度比较那个层次比较低的这一些人。那么无所积忌呀，以时知足，就是不会积忌在凡尘，所以这个佛定觉力三依一波以外，剩下的东西都不能这个留在身边，这样就容易修道，所以无所积忌。那我们凡人都是累积非常多的物质，这样我们就比较有负担，然后也比较烦恼多，然后修持呢就把这一些物质都拼开身边，不积聚在身边。那么在吃的方面不挑剔只要能够吃饱，养殖色身，身体能够这个存在了就可以。那么如鸟飞空，机不可寻，好像那个天上飞的鸟，飞过了以后你不知道它是飞哪个路线，那个机就没办法去寻找。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凡尘帮助众生，可是那个帮助众生以后你要去找他怎么样来帮众生呢，都找不到痕迹就是帮助人都不落入痕迹，让人家不知不觉。那么有为积极者即生闻行。假如说要累积很多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声闻，就是比较这个我们讲那个下生一些这个声闻修到成就就是阿罗汉声闻。那么无为积极者即是如来行，无为无所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说落入有为是无为的话，都是从佛性出来。无为要积极叫积德累积这个善行跟道德，这个就是如来所行使的努力的方向目标。那么易得名为食之主，也可以说他在吃的方面都已经饱了，都知足了。那么若有贪食者名不知足，假如说贪吃这个吃的肚子都胀了然后也贪好的，那个叫不知足，不知足就有烦恼。那知足就常乐，时时快快时时刻刻都很快乐。那么不贪食者是名知足，不贪食就已经能够知足。那么积难行者则尽无上菩提之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积这个行过以后，做过以后那个留下来的痕迹让人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个都是有为之善。那无为之善就很难去寻找得出来，那很难寻找出那个善行众生之行。那么已经接近了无上菩提之道，就已经能够进入那个最上圣的那个佛的领域菩提之道。那么机不可寻者所谓涅槃所以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如如不动的那个居相就不可寻找机不可寻。那么涅槃之中无有日月星辰知数星寒热风雨生老病死，所以涅槃之中没有这一些现象。我们完成所生活之中的现象
在涅槃之中全部都没有，都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落入现象，落入凡人，有形有相，就有这一些日月星辰，然后寒热风雨，生老病死。那我们佛性本体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呢，都没有这一些事。25有，就是我们讲实有，这25有，就是三有，三界。那么离知忧苦，集知烦恼，如是涅槃，如来自处常不变异。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因有果叫有，那全部的明细的说有25，纲要的说有三界三有，三有就是三界，25有是把三个详细说，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详细讲，那如来呢，他经都离诸忧苦及知烦恼，都没有，忧苦烦恼。那么如是涅槃呢，是如来所住的地方，住的地方所在，是如如不动，常，然后不变异，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佛性本体如不动，常住，不迁，不会变动。那么所言大者，大呢就是摩诃了。尽虚空遍法界叫做摩诃，叫做大，所以大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的这个身体水火风土，我们也叫四大，因为水、火、风、土呢，它各人都充塞整个宇宙空。那宇宙虚空呢，就是这个水火风土。所以宇宙虚空我们就是了解到叫做色，水火风土就是形象，就是色，然后虚空呢就是空，然后空跟色它是合在一起，我们呢大部分我们所看的就只有这个空间，不知道空间里面有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就色，那色跟空它不二，是一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有道理要了解。老子就讲说常有跟常无，那有跟无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两个合起来。有，它永远的有，无永远的无，就是佛性本体。所以讲的文字不同，意思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正者所讲的就让我们能够知道所追求到达究竟的目的就是常有跟常无。那常有常无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所要追的。因为它不落入现象，所以会变化，不会生灭，也常住不迁。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了解，透彻了解以后，我们修起道来非常的有自信我们都相信自己真的就是这个不生不灭，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很真正的去领悟证悟，所以有一点怀疑。那或许刚好最近在一部就一本那个谢谢你，我们在这边讲的那个谢谢你，书面资料已经印出来，那可能再过1-2个礼拜我们会记下来。所以那个或许都看了以后觉得说不管你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
不管你有没有求道，来看都非常适合，都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还觉得说还很不错，因为还讲时间呐，民国100年，还讲地点呐，台南同一个，所以就可以了解说那个来源。那个时候我们讲《道德经》，讲到41篇，所以我们听《道德经》41篇，就是在讲谢谢你，就是老师做的那歌啦，谢谢你，然后讲说1个多小时。现在台北的道经把它已经印成字面资料，那我们可以看的话听了马上要过去了，可以看的话，你可以慢慢欣赏。或者这个昨天晚上就看了一遍，早上起来又看了一遍。我说这个人觉得老王卖瓜，觉得说还不错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凡尘说我们本身呢都是佛，我们都不敢承认。因为毕竟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本来的地方太久了，落入凡尘已经不计其数了，不知道这个转世了多少生多少世，多少个缘会我们都在流浪，都不知回去到我们的本来地方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如来的四处我来所在各位要知道只要落入形象就有生命，那有生命有变化所以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它不生命没变化，如如不动那我们能够切实体会了以后切实知道切实体会了如如不动没有形象所以或者说那个谢谢你的四面资料您最重要的就是讲无心说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有心，有心有烦恼，有心有争执，然后有心就有这个怨愤，那全部的心都没有，也就是没有心意思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即心就即佛了。或者看简单明了真的蛮欣赏的。所以所言大者其限广博非常广阔，然后博大犹如有人寿命无量绵绵大丈夫说这个寿命无量，唯有我们的佛性才可能寿命无量。那么世人若能安住正华明人中正如我八大人觉这个八大人觉呢，就是修习达到解脱者所具有的8种觉悟这可能我们也有看过这一本八大人觉，可是我们可能没有进入内容，觉得说那个是一般在这个小乘法在研究的。那假如说我们稍微知道那个解脱的8种觉悟第一个就是世间无常我们凡尘都是没有常态，一直变化。第二个呢多欲为苦，我们欲望很多那个苦又很多。第三个呢心无厌足越多越好，愈多愈好啦，拢无安尼讲好我已经有够心无厌足。第四个呢懈怠堕落，这个我们大概都不承认没有我很努力没有懈怠堕落其实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一段时间可能会很精进
会很努力，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就懈怠了，就堕落了。第五个以此生死，就是我们对生死都毫不在意，生死就死，有愚痴。那么第六个呢，贫苦多怨，第七个无欲祸患，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享受了，我们的身体这个眼耳鼻舌身，都要贪这个欲乐享受，变五欲过患。第八个呢，生死自然苦恼无边，这个生死就是很热烈啦，生了慢慢长大，老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又生，生了又死就这样，苦恼呢无量，所以这个是八大人觉，八大觉啦，因为这个你有这个八个就算大人，就已经到达大人的状态。那么比较好记的简单的说法，我们就把它浓缩了。第一个呢，就少欲，那个世间无常我们欲望少一点。第二个呢，多欲为苦我们就知足，那个就不会苦了。第三个呢，心无厌足我们就远离这个心无厌足。然后第四个懈怠堕落我们就精进。第五个愚痴生死，我们就正面。第六个贫苦多怨我们就正定。这个第七个呢，五欲过患我们就正慧，就有智慧。第八个呢，生死自然苦恼无量我们就不细录。就是演戏的台词我们都不用去记，我们呢这个上台下台这个努力一点演自己就好，不用去记台词，要当演员要记很多台词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主角，我们也当导演，我们也当编剧所有角色我们都都自己自己来，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去演，不用再去记那一些演戏的台词，把两种八觉合起来，意思就更显明了，很明显。那么为一人有，为多人有。是一个人有呢，还是很多人有？若一人举八呢，则为最胜。假如说这个八大觉这个八大人觉一个人具备那个是最好最殊胜。那么所言涅盘者无知常忧，就是没有那一些毛病我们身体的病都害我们很苦很惨。三子例如有人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执以良药为拔毒箭，涂以妙药令其离痛，得受安乐。是依疾变有以成意及之肌肉，所有患苦忧苍忧之处即往其所，为了众苦。所以这个涅盘经呢，就是佛要涅盘之前所说的这个经典。那本来呢，佛有这个这个我们呢受毒箭那一种那个比喻说我们呢接受人家这个毒箭一射过来，我们中箭，中毒箭的时候那个比喻之中讲这个烧曼拔箭，我要先研究是谁射过来的。铁曼拔箭，我要研究这个箭怎么做的。铁曼拔箭，我要研究那个箭头跟箭身是从哪里
取来的。我要研究那个箭头漆涂什么毒药？当你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时候，你的阴命已经呜哀长。所以佛讲这个卷与经啊，就是我们中箭的比喻啊，那个经典，就说我们在凡尘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在很多事情里面啊，能够分辨得出轻重缓急，什么该抛开不管，什么该先管。你既然已经中了毒箭了，第一个赶快拔出来，不要把那个毒啊能够逼出体外，命才能够存下来。不要研究东研究西了，你研究的还没透彻，你命都没了，再研究都没人了。所以佛说那个剑与经啊，或许以前在埔里天佛院一个人就拿那个以前我们那一种卡带的随身听，然后一个人没有听众，一个人就看着那个比喻啊，有那个百喻经100个比喻了，一个人或许就一直讲，讲了很多了很多百喻经。后来或许这个再找以前讲的那卡带，竟然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去那个电厂买那个录音带，都不是买几卷录音带，是买几箱只有因为在天佛院也有薪水可以领，是我们的政府规定最低的工资领来以后吃拢嘛吃迄个天佛院的穿嘛拢就很普通啦都不会再花钱。那有冥想各日当量，就拿去买那一些整箱的那个卡带录音带，然后来附录录1年以后就附录。为了要附录去买好几部的两边的那个卡带好几部买回来，然后就很忙在那边附录，然后有道亲天佛去了，我就送人因为都有道亲回去服务了去帮忙这个打扫那个整个天佛院就很多只要有去了就送人。那后来整个连那个在附录的那个也送人了，全部都送人，连卡带也送人。到后来自己想听找无了，然后去找那个拿的人，没有已经转给人了就再找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讲很多的那个百喻经，都是都是故事很短比喻对我们人都有帮助。所以那个时候还经过一段算蛮长的时间在天佛院一百拢一年嘛所以那个藏经阁里面有大藏经整套的然后也就去拿出来看时间有心情也很等于是都是很开朗就都研究所以因为研究的时间久进入这个经藏的那个内容也很深所以后来都会讲有白话这个白话，道亲说文言文我说白话文言文。后来一段时间了以后，换个角度来看真的不是白话还蛮深的不写说还不懂都是因为看久就会变成习惯
那习惯了，真的是很粗浅，可是啊，你在没有接近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深，很深不容易懂就看不下去了。你觉得说很浅很白话，就会看得很快一页接一页。假如说各位有看过那个大藏经啊，很大本，然后又是全部都原文，真的你看不懂的话看不下去，看得懂的话会引起你一直就是追求。所以很多有关于文殊菩萨讲的很多都你知道了认知，知道了就到了，都没有说还要做，你知道了就到，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或许把它说那个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可是啊，我们凡尘啊我们众人啊，都是众生之见那差别最大。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因为我们用众生之见。假如说全部都用佛的知见那就成佛了啦。所以差别在这里。我什么时候把我们众生之见都抛掉，然后用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很简单万念放下，念不生，就是佛的知见有简单不？很简单可是我们都不敢把。都会说我这一些是经验的累积，花了好多钱去写的，要花掉的话可惜了，都不敢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培养那个认知的程度你够了，已经到了，像那个文殊菩萨所讲的一些道理，你只要听到以后。大概你就到了，不用再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用，你听到了就知道了，就已经到了，到佛的境界了。所以或许看那个文殊菩萨讲有时候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把它好了，这个众生听不懂，你不要说，讲浅一点，连释迦牟尼佛都这样说。讲浅，你讲这人听无？很有意思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文殊菩萨讲浅显一点，所以假如说有看假如说有时常在看那个文殊菩萨讲的这个真的那个智慧文殊菩萨智慧第一，真的会帮助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真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学的很多都没有意义的啦，那我们要学有意义就是对我们有实际帮助，那个要学，那个没有用的我们就不要花时间，时间要花在有用的这方面。所以假如说真正的像或者只有学这个八大理解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它也是整本的经典可是或者说大概它的精华就是在这里你这里了解了可以了就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常不假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都能够努力的真的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之中，那所有凡尘的一切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这个离开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么善男子，如来意耳，成等之劫为阿依王，那个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啦，就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那么为大依王，就是要医治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
不平等，然后学也不正确，所以呢佛啊就教我们正等正觉，然后能够脱离这苦海。那么见云无体苦恼众生无量，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我们苦恼的众生无量劫中被引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三个字叫我们呢这个难脱离这个引怒痴三个字，我们了解说凡尘大概呢就是这三个字是害得我们最惨，就引怒痴，这个烦恼毒箭，这个呢都是毒箭而我们呢都受受戒拢已经下得急受大苦切都是这样。那么唯如是说大乘经甘露华药都呢这个让我们呢能够了解到脱离这个苦海那个甘露华药能够呢让我们这个引怒痴的毒都能够消除。那么疗治此以护治他方，疗治呢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苦恼众生呢好了以后又到另外的佛世界去那么有知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佛为其疗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证悟了成佛了，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去救度众生。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悟本性呢，我们都还欠人家救都还没有办法说到了别的佛世界去救众生。然后我们要知道说佛世界无量无边，我们呢佛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那很多修正的很喜欢到娑婆世界来，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好坏都有假如说是济如洲或是长寿天，那佛把它列为就是八难之二各位八难还有印象吗？还记不记得八难？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佛前佛后，然后北济如洲、长寿天，还有一个这一个是我们凡尘那个智慧已经发狂了，四智变聪了，有没有？因为跟人家辩论他很聪明他智慧很高，智慧都发狂了，佛把它列为八难之一。所以你这种人佛救不来，没法度给你救，这样了解吗？这八个三恶道佛也救不了，你已经在受苦了然后佛前佛后，佛示现在凡尘之前，佛已经涅槃以后你才到凡尘来，我无言所以那个也是八难然后北济如洲、长寿天然后四智变聪，八个八难所以我们在完成的八难跟这八个内容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菩萨呢他这个示现的地方就希望能够劝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苦海，都能够成佛所以有那个佛世界全部都是菩萨没有菩萨以下的众生我们就了解说可能就在这里面有说
说要怎么样到那个世界去，可能就在《涅盘经》里面啦，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抄录下来。大般涅盘者，名呢解脱处，虽有调伏，众生之处，如来于中呢而作示现。所以这大般涅盘，就是我们那个本来我们的正位，我们呢本来都是佛，那个地方，名呢叫做解脱处，解脱所在。那么虽有调伏众生之处，那么如来呢，就在这里面而作示现，要来调伏众生。那么以是真实甚深义故名大涅盘，就是很深的这个义理。那佛大部分呢都没有明说了，所以说呢都需要呢自己能够这个深入研究领悟。那么迦摄言世尊何等名为涅盘？这个迦摄就请问呢释迦牟尼佛说何等什么呢？那个名称叫做涅盘。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夫涅盘者名为解脱。这个夫是一个发语词啦，它本身没有意思的帮助后面的名称。说涅盘呢，它呢就是解脱。名为涅盘就是名为解脱。那么这呢复言又在问，那么所言解脱为是色也，为非色乎？这个解脱是色解脱呢，还是呢非色解脱？那佛就说：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说有是色，或呢是没有这个色。言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没有色的话，声闻缘觉。那么言是色者，是形象的话，即是知否如来解脱。所以我了解说，一修持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个理都很微细，那个道理呢都非常的微细，所以有色跟非色，就是没有形象。善男子，是故解脱呢亦色非色，所以解脱呢也有形象解脱，也有没有形象解脱，全部呢都包含。那迦摄呢又问世尊：唯愿阿弥这个从垂广说大般涅盘，希望呢佛又能够呢这个安悯众生，然后从垂来广说大般涅盘。那么佛呢就称赞呢迦摄说：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名为远离一切系缚。真正解脱的他已经远离了一切系缚。各位这些系缚了解吗？绑住了啦说真正的解脱的话，就没有那个系缚，就没有被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解脱我们现在不生不灭的佛性被我们的身体系缚，就系缚绑掉有无？有没有？佛性自由自在，可是身体没有自由自在所以我佛性被我们的身体束缚绑掉了啦。然后我们人生在凡尘，你看我们又被整个五行系缚绑掉了。然后我们在家里本来也自由自在了今嘛这结婚了以后，翁去某北咧，某去翁北咧
然后啊，囡仔生出来，大人囡仔拢去囡仔绑，有没有？有没有幸福？好家条哦，那需要哦，迄是很美丽的负担，佫袂使讲无爱吼，佫一工嘛去互绑的。所以啊，我们看哦，这个为泥则肉啦，为则强。你看查某囡仔吼，安尼黏黏吼，安尼足无力。做老母的时阵吼，你看足坚强的，歹咧吼，抱咧吼，有无？哦，但是啊，空心人行到足忝，佫抱迄个囡仔吼，抱迄个囡仔，有坚强无？啊，有去互绑咧无？哇，佫绑到足硬吼，所以我们这个有形无形啊，吼，真的都绑得很厉害。解脱了啊，还没啦，哦，还正在奋斗哦，所以啊，这个幸福啊，哦，我们了解在凡尘，哦，我们被凡幸福了，去凡尘绑条咧，哦，啊，拢得爱欢欢喜喜。若真解脱啊，哦，远离幸福，哦，真的解脱的话，就可以啊，哦，所有的幸福啊，都远离了。啊，所以哦，各位贤贤，我们现在啊，在现象之中，我们不可能说全部都没有幸福的。那我要先从心啊，哦做，哦，我们心啊，不要被名幸福，不要被恋淫怒痴啊幸福，不要被贪幸福，哦，这个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哦。可是啊，我们可以做，对不对？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哦内心方面哦，只要你哦都能够脱离哦，你看这个贪的，我们凡人啊不贪的不行，别人哇，拢都爱贪，唔只爱哇哦。可是啊，你真正的在那里面告诉自己，说我生又没带来什么东西呀，死了也带不走什么东西呀，那我把贪啊，要不要贪？不用了对吧？你贪无效啦，你生嘛无大啦，你死嘛拢倒袂去啦。哦，你贪到足济啦，哦，所有世界拢你的，你一口气若无来哦，嘛是各拢互人，对不？对不对？哦，所以啊，我们看得开，不贪了，解脱了没？解脱了哈。哦，对啦，所以啊，先从心里面解脱。哦，我们观念改变了。行为做法就改变，深刻啊！哇，这个叫知足知足啊，知足后边能力也够。哦，对了，你看大家都知道啊，你知足就常乐，哦，你不知足就烦恼，哦，啊，咱家己找麻烦啊。你看，观念改变，我知足，哦，我烦，相反，哦，我大行拢不欠，不欠。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啊，吼，你完成贪念哦，没完没了啦，永远你都袂知足，还佫无够，哦，啊你若知足，人拢有够啊，都不缺了。所以啊，你看观念改变了以后，我们整个啊，哦，行为做法都改变。那整个呢，哦，改变了以后啊，我们整个哦，等于啊，人格都升高。哦，人格都健全，哦，已经呢不贪念啊，哦，有形的物质，那就会重视啊，哦，我们无形佛性的，他的德，哦，你就会培养，啊，你有德了，我们都是以德在服人啊，你有德，人家自然哦，对你很钦佩，所以啊，我们哦。这个要找一个钦佩的人，你能够对他很敬仰，容不容易？很容易哈。我们就知道说，大部分现在都是为自己啦，你为别人在打拼啦，可以说就很难能够找到啦。
能够为别人打拼的凡人说傻子，迄戆人才会互感动，对不？对不对？你若想巧，有人会感动的？不会啦，绝对不会。你戆的迄个无为家己的迄那个才会人家才会感动。真正的人，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能够守住本分，帮助人家，那别人一定从内心的感激，从内心呢自然产生出来，就感激那你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人家才不理你，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本身先呢眼里细腐，无去这有的无的白，都无没有，真的都是觉悟了。那觉悟了以后，在真理世界之中，所有的生活呢，都在真理的领域里面，那跟佛都是一样的啦，佛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在完成，也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佛就讲说真解脱呢，就这个离之系缚，离开所有的系缚。我们先从无形做起，没有形象的系缚都已经解开了，万年放下了。所以各位同学，那边猛攻要怎么做，就是这个啦，远离系缚，这样的。什么给你绑掉，你拢个放开啦，卖绑啊，拢个放开，就做万年的放下，你有容易做还不容易拢根本要家己真的坤先生，坤家己家己拢新鲜嘛，坤好调，则无生亦无和合，这个离之系缚了以后就已经没有生，没有生就不会了，没有生灭了。那没有生灭呢，也没有和合就是一言啦，所以已经也没有生，也没有这个和合。那么比如父母和合生子，父母若结婚就生囝，就爱饲囝，即马囝了大汉就老老就准备要离开凡世间，对不？就好像职业，他们才来创啥？无用甲无用试，到尾一口气无来，啥都拢无，什么都是假的。那么真解脱者则不如是，不是这个样子。是故解脱呢，名为不生，不像这个父母亲结婚了生下孩子，他就生了要养育呀，然后囡仔真可爱啦。可是各位先生，那个可爱是看别人的孩子啦，你家己拿在饲你气死。我都没有孩子，我都还知道会气死。迄囡仔咧家己咧愈读的时阵配点佫袂来。那个真的所以要看可爱，看别人的，看别人的就好啦，很可爱。你莫家己饲，你若饲那个气比那可爱多。那佛呢就讲，假设譬如醍醐，那么其性清净，那个醍醐就是牛奶5味啦，牛奶第一味，第二味呢叫肉，第三味呢叫生酥，第四味呢叫熟酥，第五味叫醍醐，然后从牛奶提炼到醍醐。醍醐可以治百病可是我们
印度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台湾肯定没有。这个呢，各位就听或者讲过哦。这个看经也看到哦，体悟可以治百病哦，赶快啊，赶到大卖场去呀，要买体悟。那个大卖场那个服务人员说，你要买酱油上，有啦，酱油体悟啦。我讲唔是啊，迄牛奶炼的体悟。伊讲安尼你去印度买，印度才有。我们台湾只有那道卤肉，卤肉就可以很容易就买到。然后是这个刚听到卤肉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去大卖场去买，然后拿到了以后，我还问那个那个结算的剩几个呀？这边要哪吃啊？我还不会吃。他说那个吐司啊然后你这个加热了以后啊，就在夹在中间，然后就吃了。然后后来跟后学讲我教你更加简单，你把迄根纸拆掉，转直接夹。我可以可以。然后那个卤肉很营养，你吃了不久就胖了。所以唔通，吃容易就变，很快发福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还真的要尝试竟然经历的看，讲无这个尝试，唔捌。我又没有说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我都没嘞，也没尝试也没看电视，我都唔捌。所以那个醍醐是从牛奶提炼，有病一吃了就好。那么如来也是一样，经过一直修炼修炼到清净的状态。归因父母和而生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呢不是父母可以生得下来，父母生下来是我们身体啦佛性呢父母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佛性不生，然后也不灭身体有灭。那么其性清净，我们如来的性清净。所以示现有父母者为什么如来要示现有父母？唯一呢这化度之众生故佛因为要度化众生，所以呢就示现了入有父母，然后生下来这样度众生才容易啦就有菩萨呢跟佛这个说为什么不用化身来？那佛说我化身来，众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所以他还是示现入胎然后示现出胎，然后呢慢慢长大都跟众生一样，这样带领众生带咱众生修道咱种这个倾听这倾做才能肯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我们没有看着那个佛的那些结构，那佛讲的话我们就会打折扣了，就不相信。那佛呢为了要让我们众生相信他就真的就示现入胎出胎，然后一样吃饭，一样大小便一样起胎态那佛教呢他就会说这个佛跟耶稣陀结婚都是没有这个做夫妻啦。结果未曾有一年释迦牟尼佛真讲，他跟耶稣陀罗经过3年夫妻生活。所以我看了以后，哇，那咱社会咧讲的拢完全无共社会讲的都把释迦牟尼佛神而化。那佛在讲的时候，他都讲他是跟众生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跟众生一样。那所以这样来带众生呢，才带得动，才众生很相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他也一样有经过那个完成的菩提生活。所以后来这个半夜呀，就偷跑去修道。那个一只陀罗很生气呀，讲我是原来迄一个国家的公主呢安尼伫我爱的时阵有人就去做人安尼甲我抓来，即马安尼伫安尼拢家己走去咧享受，出去修道了可是一陀罗就很不甘愿然后等到罗睺罗生下来以后，又叫目犍连去把罗睺罗抱来修道。耶稣陀罗有没有起笑就不给他。家己安尼抱去上官楼阁上深的皇宫内底秘的，伊唔知讲目犍连神通，讲目犍连全在伊头前。所以那个未曾有一念经很有意思不学那一本楞严经里面有写这一段未曾有一念经。假如说各位有看横的那一本写很小的字把那个未曾有一念经那段写下。后来他都不给那个目犍连抱走，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在空中讲话，就在空中讲话。说你当时跟我接的时候，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就是答应他不违逆他的意思家己离袂远家己去行，后来可去啦。就把罗睺罗给目犍连带走去修道，然后你看所有文武百官每一个拢爱出一个囡仔来陪罗睺罗去修道，500个。所以你做官无自由囡仔爱交出来去修道，然后他做囡仔王。然后老爸咧讲伊拢唔听，咧讲道理我都唔免听啦。我即摆遮少，甲我讲嘛无我记袂掉啦。那个未曾有一念经那个时候会把写整本的都写下来。久即摆想讲唔免去讲咧，就没有再说了。之前看到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高推正见然后我们自己悲去，所以就会有很大的那个距离。结果或许看《大经》佛都把他自己降低到跟众生一样，拉到跟我们一样，所以那个容易修。你假如说高推正见自己悲屈歹修啦，迄佛拢有佛骨啦，众生骨没生佛啦，我们都这样跟自己说，对不对？也修的，你就家己修，讲会生佛，安尼修会成免会成，袂成要就家己泼冷水，火拢火去，爱有火才会使爱有动力要有动力才可以，才会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所以他示现完成的时候全部都跟众生一样，没有两样。那我们详细看了以后，真的那个为什么或许都一直讲？第一个一定要信，相信。可是不是去相信外面，而是相信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你绝对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力道。
哦，你不相信了哦，拢信外口的，敢有？假如说哦都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怎么可以成佛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相信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儒家信机中，统事端，仁义智哦，然后兼万善，不是相信自己佛性的。你佛性相信了以后，仁义智啊，你可以做得到哦，就可以兼万善哦。这个讲得这么明白了，可是啊，写的时候是写有加认真，起来给会比就好，对吧？去了以后，拢害呀，有没有还给老师了？我们毕业以后没有用啊，都还有老师啊，没有说我们学校学的。出来完成就要用，学以致用。我都有在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用心与心法，学了也要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这么亲近，跟我在一起，然后研究了以后，整个请佛性的当家，请佛主，这样的话，不要等到我们在凡尘都已经是生活在就是佛的世界，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众生，视线跟众生都全不一样。所谓真解脱者啊，即是真正能够解脱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真的解脱，一定先解脱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能呢，不认识不能不给天变，先认识先给他禅定，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很多完成都可以完成。那么如来解无二无别，说到如来就是解脱，说到如来它变成一，已经没有二，这样了解吗？说如来就是解脱，说解脱如来，没有分别。又解脱者名曰虚无，解脱了以后，为什么叫虚无？无看啦，咱的佛性看无，有没有啊？看不到，对不对？切实存在，对不对？确实存在，没有形象，这就是如来啦。有亲切无？有没有？各位浅浅。如来捌你也唔捌你，捌无？如来唔捌，捌无？所以我们也认识如来，如来也认识我，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了，是如来。所以虚无，没有，就是没有形象。那么虚无即是解脱，相的，就是已经解脱，解脱如来。如来呢虚无，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空，这个空，又讲到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见，所以若无所见，这个空间整个空间就是我们佛性所以没有能见，没有所，没有能守，没有生灭，整个全部都是如来，没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绝对体，这个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就跟在一起，就生活之中都是如来。那我们志向那就不见了，住在形如来就不见了。你假如说是这个大人小孩，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丑陋美丽只要他会说话，就是啦。你有感觉？有没有？分别的话，是不是很简单？有没有？你只要都看到背部，那里走路会掉，有没有如来？就是有性嘛。不要看形象，现在千差万别啦，差别很大。可是看会动。
会有所知觉，就是如来。所以啊，如来并不困难。我们呢，只是都不想去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你时时刻刻都能够得到。若无所见的能见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就是真的见如来。亲切的所以我们了解虚无就是空，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就真的就是如来。那么非作所作没有那个，所以我要了解到呢，这个无所作为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有所作为是我们身体呀，身体有所作为很快就变化。那没有作为的佛性永远。那么凡是作者能成果罗观那个是有所作做出来物件。那真解脱者不如是真解脱呢就不是这样。又解脱者即法无所不为法。真解脱者呢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这个呢解脱。还因为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回答问很多问题，可是我们只有回答都一两个回答完，所以留下一大堆了。才来的时候就讲说很多要留长一点的时间呢给大家问。我说好啊，那就留4分钟，够不够久？够了好，请说。有了。有请请问，佛性是无形无相的，启发佛心会方法与操纵的东西呢？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要了解到我们每个人佛性的那个大用，就是呢，我们有那个转世天下的那个功能那个是已经证悟了本心以后才能发的。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佛性用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就先这小用，那小用我们只要能够把外方的精神回来，然后我们这一段就会让我们佛性那个敏锐敏感度增加。那佛性的那个敏感度一增加呢，就表现在我们的第六感。就是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或是还没到会有事情事先会有预感，会知道。这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是比较粗浅的部分因为进入比较深的部分那个会不可思，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不能用嘴来论议那个都是属于比较努力认知以后的呈现。因为你有需要，比如说慧姐就讲在台北那个板桥那个佛堂讲那个佛堂是平常没有住人，住道亲在里面。那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他的那个坛主就去那边早晚献香，然后这个初15买供果献果，一做就10几年了都无悔了，没有说坛主这么多，怎么都我一个人在这样，他都默默的做。他呢有一次发表心得的时候说初一15都蛮重那佛堂又在5楼顶楼，然后没有电梯一定上去提的时候就是很重的时候他就试着
佛性啊，忙啊，这么重哦，帮我提一下。心念一动真的那个重量消失了，那个 key， 就拿到5楼了，拿到5楼，然后放下来还没到你供果还要洗，还要到佛堂，对不对？还一定位地方了，然后再拿起来，那就当。所以你看时间不同，下5楼很轻，在5楼平行的走的时候，这么重，这就是可以了解到，那个时移主要是他专一，他胡思乱想，没有起心动念，专一在做这个事，所以他因为是经过比较久了。那1、2次那个免讲，都大概拢安尼他就讲了，就讲出来以后，然后他这个他自己讲那个做那个电池那个电池的工厂上班，他说他们中间有休息20分钟，就是10点那个时间有休息20分钟。他们就坐在那可以看远的地方绿色的东西然后他很好奇人坐着然后佛性帮忙像幼鱼，真的就像幼鱼然后像轴鱼，然后后来象棋、向后鱼。我讲佛性才互你变做咧实验品了伊讲拢有作用咧，叫伊咧，我讲坐咧搁较久嘛，规工嘛不移，你讲都没用了，是啊，他就是很专注做到真的是这样意念叫他动真的身体就动，有不可思议了。然后再接着，今天会有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早都已经知道，他就按照他那一个知觉性真的整个都呈现。然后后来或许有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先要的话，这个幽冥鬼魂这一些会请你帮忙，他说你有力量会请你帮忙，你要知道，到他找上你的时候。那个连佛都没办法的佛不了忙的你一早上了那个你就没法再前进的。所以或许有告诉他不要炫耀。所以假如说不熟悉的人问他不熟；假如说跟他熟悉他会讲。熟悉了以后人家问哎呦无你是安那是你嘛跟我讲，他就会，他不会说问伊无讲。除非你跟他熟，那不熟他就不熟，你熟了他就会跟你讲，说怎么做可以到样。然后他的功夫比较不是早上晚上都固定半个小时固定的做，他比较就是一板一眼不会说比较有自在的闲态在学，他是一板一眼。这个是我们了解说佛性它的功能作用是蛮多。那假如说发挥到用，可以转移整个4天下，就是那东胜西牛贺州、北济泸州、南赡部洲都可以转移那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真的你学像或者有一些写下来的，那是大藏经抄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跟他一样认识他。含梨花移山都海唔捌你。还有吗？还有说，烟水的一人开的动冰箱，或是刘讲师听讲过，听到脚声，怕鬼从坟墓爬出来，也是佛系的功能吗？那个各位姐姐，那个抱冰箱那个有来听课，就是跟你来那个姐就是他，你带他一次来嘛，
他来一次，他有来这边听课，好，那是在斗南，斗南很少水啦，那一次大水他住在楼下他是那个套天的啦，1楼、2楼、3楼有3楼，然后水了以后，那个水淹进来他竟然把冰箱2楼去了。等到水退了以后，清扫好了，他要把它搬下来，搬不下，他就很奇怪我都搬得上来，上来是比较困难，下去比较容易我怎么搬不下去？所以就了解到我们在那种情景下，那个力道，我们全力都发挥了，很有力道。所以平常假如说有一个那个沟渠很宽，你这个跳不过去人追了下子你过去了啦，你没有被人追你再试试看，唔通会滑了，会摔下去，就那个样。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有一些那个是比较不是说你用想象就会进，那个是实际你遇到的。那假如说是鬼魂的话老是不能用想，你用想象那真的会出现。你哪讲到那个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有那个风在吹，又有那个蝶然后鬼都看买，它真的会出现给你看那个要了解到，它会近我们间你看我们前都可以看到，他在门口会现身看的，我们没来的，他很惊。还有吗？5度空间是指哪5度跟不一样？那个5度空间就是佛菩萨然后那个七天神仙，那个魑魅魍魉，然后幽冥鬼魂跟我们人这个就是我们同样居住在地方这个地方都有，所以我知道说我们都以为佛身给我看的时候一定都很庄严很好看，不是不是这样各位要了解到，现身给你看的时候是在你朦胧的时候。以前不是讲你哪在度孤你就去看到了，没有？忘了所以讲你来度孤我没给你懂，尽量享受。因为度孤不会起心动念，度孤不会做梦你做梦那个就已经睡觉了，不是度孤了所以你做梦的时候朦胧朦胧时候就是没有两边没有两边，佛菩萨就会现身给你看是要给信心你要了解说你看就可以你那个讲把手背下顶要看没啦所以要知道说在我们梦的时候那个菩萨会现身不要以后都度孤还有吗？为什么醍醐可以是反地？醍醐它是大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他说那个就好像那铁山的那个妙药它是经过那个牛炼牛奶有5味第一道牛奶，第2道乳酪，第3生酥第4道熟丝，第5醍醐。然后体验到醍醐的时候它已经治我们身体的百病，你什么病用醍醐来都可以治好这是佛讲的啦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说能够提炼，各位要知道说那个10杯的比这个大杯牛奶这大差不多也这么宽差不多这么高，12杯的牛奶才提炼一片的肉，只有1片乳酪，各位看四四方方那个一片要12杯看再从乳酪提炼到生酥，从生酥又提炼到熟酥，
熟食又体验到牛奶要多少，要非常多，对不对？所有的精华都已经在体腑了，能够我们身体呀，那个440，我们百医并生啊，就是一大，我们有4大嘛，所有风土啊，一大就有101个病，然后4大就有404个病，然后我们身体的病真的是正常的。或许看到那个大经把我们那个404病全部都写出来。我讲你有迄精神通写，我无真好。没办法，那个文字啊都我们很少用，所以我就不抄。有，我真的把那个400件全部都说出来，可是或许没抄。我讲破病都去找医生就好啊，起码都嘛安尼破病来找医生就好啊，拢是医生啊，安尼医师命底顶大啦，都这样啊，乐天知命。还有吗？还有，佛性遍虚空法界，所以我们是同一个佛性，但是我们又说佛性在我们玄关窍里，所以有你的佛性，我佛性，他的佛性住在这里玄关窍里，还是佛性住在每一个众生的玄关窍里，但是仍然同一个佛性。所以这蛮很努力想修道，所以要了解到。这是属于一本1万书啦，一本啦，就是我们的来，然后3里万书以后，千差万别啦，千差万别它还要归还于一本，万书还要归一本，它已经落入万象的时候啊，万象各个的体呀，拢大概身体啊，拢无，可是啊，会不会死掉？佛性去哪里？到底玄关条，会不会？咱来死去，佛性还个掉在关条，会不会？不会。它在哪里？就在虚空了。所以我了解说，我们虚空而来，然后归于虚空，从空而来归于空。所以我们要说当我们来的时候啊，就千差万别；当我们归到原来的时候啊，又归到一本，归到我们的本位了。所以落入凡尘的时候啊，我们很会计较。可是你到本位的时候，唔免计较，都拢同一体，都是同一体啦。这样，还有吗？所以我们都小组的分离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有什么关系？这个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呀，或许还特别以前讲的一个叫修道。那修道就是在讲我们佛老师啊，在凡之后，他解说。里面有讲那个心事的，可是重点呢，就是在有一本一代名师，这个作者他到大陆都有的我们现在的公授什么区公授啦什么所谓政府机关的一款代，然后他去搜了。他说每一代祖师他都有那个经历所以那个写下来一个假如说各位浅显有卖那个拾遗我们修道诗集的你找一本叫做名师，那一代名师呢，就讲郭老师在完成办道的时候经过的地方。然后讲什么课全部记载。那或许看到我们郭老师有讲那个老母，所以或许说这个老师来解最恰当。所以写这2个字修道那他的那个名称叫一代名师，讲我们郭老完成的经过。
那么记述佛老师等办道的经历及阐释道的宝贵把其中一段很重要真理在这里加发扬光大。老师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名语上无极老母的慈怀，有一番清晰的阐述。先天原始本体无形无名，然后伏羲氏先天八卦，以圆圈来象一个圆圈来代表，又呢一化开天，其一字以代之，取其意曰无极，就是无极，即自己无以复之意，无极。因无极有一天地物，人类万物的功能，是由无形而生有形，因有形而有名，是为母，称之为无极老母。且无极既能生育天地万，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所以其中占化育，运用万能，定有至神。那么其体为理，其中为神，因称此神为上帝。那么在我们人降生出天所赋予之性灵，本己光明之后故意所蔽，失去本来的灵，故意恢复灵明，必须为善，弃恶，切心果欲，使灵明复明，使我的灵明能够恢复光明，称之为明明。即是明吾人本来之性灵，亦即大学所说的明德的意思。那么基于上述两个理，故无极老母又称明明上帝。这个是我们在讲我们老母的这个由来。所以各位拿起慢慢看，慢慢领悟老师所说的意思来读意思最后也是简约来讲而已那么念这个是大藏经第14册490页，文思释义问经的片段。因为我们都讲不要用事来修道，对不对？那么它的来源就在这里。那么这个佛就跟文殊师利说般若波罗蜜不以心意识修行，是我们般若妙智慧不能用那个心意识来修行那么是真，若般若波罗蜜不可取，修行般若波罗蜜说这个波罗蜜不取的话，我们要怎么修般若波罗蜜？那佛就跟文殊师说，是修行会修行，不以心意识故，而且是修行会修行之嘛。所以我就讲这爱解说才会知呀，是修行已经落入文字相，非修行的真的在修，咱懂意思吗？你若讲我道呢，安尼你无咧修，知无？很奥妙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住在文字相你有所住就错了你没有我没有在这个修那个叫实际在，所以在文字来讲矛盾，可是在实际来讲，那个已经进入了生活面修行方法那假如说我是那表示是住在文字相那个已经生灭，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了解。文思思虑，心则记意则意义，则知义不以此心意识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不能用心意识来修不以此修行你若无安尼修，哪是好修行
又是很奥，对吧？你按照文字的话，把它漏了，所以你不按照文字，对了，你就真的在修行。主是修行，没有地方所在有地方所在的话，就住相。那修行者不依欲界、色界、无界，就不依这个三界，也非过去未来非现在，也没有三日，三界没有三世，非内非中间。那么如此修行是修行的波罗蜜。所以我们真正的修道什么都没有，不依赖，不修行色，是修行般若。非地为佛风是修行般若，非有非无，有无那个就对待，非声闻缘觉，非不善，非无记，12因缘，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常非智，非昧非可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无可依无名字。无异样，无增无减，自性清净，真实不可觉，普遍等虚空，无色无作，出过三世，就是超过三世，不苦不乐，无劣星宿。那么如此行是修行般若波罗蜜，真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非真实。都把所有文字都拼出了，文字如修行名修行般若波罗蜜。佛说呢17业就是孤起受，话呢不可思议理以心意事，一切原理道断，修行般若。那文殊师利问佛：如坐禅师将时除心意事，若除心意事更生。若不更生，则无复生，没有身体了。若无生，亦有命；若无有命，则不更生。是禅师杀人受命。世尊允何当答彼邪见人？要怎么样来？那么佛告文殊师利：戒有两种，为了身口，非心意世界。这若心意事戒，则无戒人。何以故？心攀缘难自固。心意事不列入戒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不在戒律里面。它呢没有所在，无住处无倒来。譬如死水，水咧行，亦如莲佛跟他搞，动转不可守护是故文殊师利，无系世界，唯身口有戒。我们说有戒律，心意识没有。心杀罪处，何以故戒处。若以心乐则能得定；若心不乐不得定。是故学者以定杀心，非人能杀。所以我们要杀心心会变化这么生灭不停，我们要把心杀，就是用定来杀，不是人能够杀心。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杀心，有办法杀。是烦恼昧故心昧，心昧则意昧，意昧则事昧，事故身昧，身昧故受昧，受昧故命昧，命故知根昧，知根昧故知路，这就是六路了根路尘跟尘六根六尘互相路就知路，知路故知界就是18界，六根六尘六识那个叫8界知界，知界故知因昧，知因就是无色受想行识，知因昧故不相离，系故心意识无处，心意识就没有地所在，心意识呢无处故清净，没有心意识就清净。如此哩譬如故衣灰之玩走，咱的衫垃圾用迄灰甲剪来洗故灭衣在
有拢无啊，衫都伫咧，好伊久啊，过去久故拢已经甲伊洗掉啊，以过去故医得清净，如是是你诸垢为所有的垢臭啊，就是我们的污垢，完成的污垢，以智慧水洗之心垢我们的心啊有很多的肮脏的东西呀，用智慧水来洗，以此心垢故啊清净就已经啊心垢没有了，清净恢复我们本来。佛虽知罪都贪都嗔都愚痴长寿短受这个恶业善业，佛虽先知挥时不收，若众生的堪闻佛必收，若不堪闻佛则如人重病不可疗治，医师去烧药病足重无法度，医生药一点药拢无爱给伊，讲你这无效。不是问佛，未来邪见人毁谤如来所说之言，若是如来是一切智何故带众作对然后自戒？那么佛就跟文理说，如此即是一切智相。我念就是人也未还，我就先改制定戒律人当谤我，何以故？我不作罪因何强收？此非一切无慈悲心，不劳力摄受众生所以这个是蛮长，或许把那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不以心力事来修。不过重点是在上面那个一代名师啦因为或许假如说以佛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明明上帝无极老母这样的话讲出来好像比较直观。那这个老师说的各位可以拿回家慢慢领悟，一定要看内底有意思老师有迄个无讲的敢若谢谢你我们一个礼拜以后那个书面的资料，谢谢你书面资料会寄过来让大家看真的很不错。还有吗？还有连续上一个问题有时候是先否的分离或本灵含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性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千百亿化身所以我们要了解等到证悟本性了以后可以这个千百亿的化身。所以或者都讲佛菩萨现身的时候不是同一个形象有时候要现那个老婆婆的身，有时候现小孩子的身，有时候现老公公的身，有时候现年轻人的身都不一样有时候变成动物，有时候变成植物。或者讲大热天在路上走好热，结果看到一棵大树可以去乘凉，等到你乘凉一段时间体力恢复了好再走，你走一段时间回头看那个大树不见了，那个就是活菩萨示现。活菩萨千百亿化身你不会想说那地球不会去想象比如说你感受到这么热，一阵清风吹过来好舒服你知道那个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变的让你都很舒服。你敢会讲那是佛菩萨？你讲那天地自然吹风来对不？风从哪里来？不可思议还有吗？还有请问须弥山是在哪里？须弥山。对。须弥山我们就是了解到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须弥山就是我们南赡部洲最高的山。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地理环境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们现在我们环城最高是哪山？喜马拉雅山嘛，可能就是那个山啦，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他所用的名词啊，跟我们现在用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环城最高的山，就是那一个山，我们好像很多都去爬那个山它都好像是终年都在下雪，拢在落雪，他是可以吗？还有吗？还有，人生八图里的五蕴圣土如何解释？如何处理？那个五阴圣我们就是了解到色受想行识啦，这个五阴很强，很炽盛。那我们了解那个色呢，就是形象就是我们身体。然后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啦。那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两个就合在一起，然后很强烈啦。那以现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别人不爱管，管我自己好拼啦。那个叫五阴炽盛，五阴很精盛。他的形象，他的感受，他稍微有一点不如意就要抗议就要出头，那个就是五阴炽盛。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五阴炽盛是在自己找自己麻烦自己种了很多的罪业，然后自己来接受所以你五阴越盛的话你受的苦就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假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假的。那佛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修道要先四念处，然后修道过来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观身的性相有虚空，有没有？他那个身就是我们五阴的色那个性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你看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性，都跟虚空一样。五阴出不出盛？不盛的，对不对？伊无强嘛已经跟虚空同款你就看伊都拢无普普无无啦，已经看伊普普无无有敢若无咧。这样的话他不会造罪，不会造罪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对色已经看淡了，然后受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无受所以精神要了解到，你能落入主观意识，你落入主观意识要了解到，它在这个虚空之间它不存在无存在这个主观意识你这个身躯若无去，你这个就拢无去你那个主观意识你的意识拢无了了你即马活的时阵，你互伊足强你互足强中间伊就正罪，不管你行善作恶迄拢已经业因形成业因形成你一定阴气来死，咱本来就无爱来即马佫来世佫足强甲扭啦佫来的时阵，咱佫出事，毋是佫拢毋知慢慢佫大汉，咱的八识田中拢有这五阴佫拢很炽盛所以你的遭遇你的物件人小讲的，你就安尼去不不啦。那个五阴炽盛害苦自己了我们先要把它看淡，因为那个是假的啦。五阴就是印居咱卖印佛拢甲咱讲，咱生活之中你不要印色，不要印受想行识，你都不印积
要来还人出世的因就无，啊你无来还人出世，你回归本位做好啦，安尼无足好，对无？你刚才贪恋凡尘，你五阴炽盛啊，就是贪恋凡尘，一定要来，来受苦啊，何苦来哉？不要了，所以要五阴炽盛的人要自我降，那个都是妄想心呐，你把它降服，这个降服，你降服了，你的清净佛性啊才会呈现。你五阴啊炽盛，佛性伊拢互你去调摆好啦，你爱安那去安那，伊拢退到拢无看不见了啦。它隐藏到你都不知不觉。可是啊，要知道啊，受苦是谁在受苦啊？还是我们还要再来，还要再受苦啊？还是不用？这环境无胜卖胜，还不到2分钟哦。佛性本自具足，是具足哪些？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佛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啦。你说佛性具足是具足哪一些？我们呢就会讲说具足8德啦。我们8德里面都有，然后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一些呢我们都佛性里面都有，都有这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有多少的佛性，我们众生就有多少的佛性。那我们跟佛是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那只差别在我们众生呢，在心相之中呢，被现象迷惑了，然后追求的又是那个不实在的名利这样的话自己迷失了不还呢连累我们亲朋好友。那假如说我们自己追求的都很正确，自己可以脱离苦海，又可以带领我们亲朋好友又脱离苦海，这个就是最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尘一转眼一生就过了，很快。可是我们要知道因果不变我们所造的因果都在。所以在凡尘的时候一定要种善因，善因一定呢这个多益善，一有善因的，你才有善知识引导。那有善知识引导，可以回归到本位成天做佛，不用在苦海里面沉溺。那我们要知道不管凡尘福报有多么大，都是会用完的。那用完就没了那没了你还要再努力的去种，倒不如我们回归到本来，我们呢是种，然后我不去贪那个福报，我们就呢生死得本，回归到佛性本来。各位坛师、各位贤人，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人给获选机会学讲。这个我们在民国100年那个10月22号讲的那个谢谢你这个是一首歌啦谢谢你的歌。可是或许发现里面的歌词竟然是全部我们人生的真理所以或许就试着把它讲出来。那已经经过3年了，3年了以后有屏东的先贤把它写成字面诗面资料，然后印出来以后会看说非常适合各阶层，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学法来看都很适合。那很多这个道亲他看到了以后就讲说我看到这一篇谢谢你，竟然发现我20几年的修道方向竟然错了所以或许说可以了解修道的方向，那很好或许才拿来看了以后我自己讲我怎么没有印象
所以里面呢这讲的很深入浅出了，看起来好像白话，可是你要研究好像蛮深就是这个样子。各位都有那个时候啊，有没有都在这边听？可能有一些呢还没有来听心理心法，所以我们大致的把那个内容稍微的提示一下。我们经过研会，还有经过6道轮回都蛮久的。那在我们社会有很多在看人家的因果。那我们在第3页后面这边就讲说，我们一样也会看因为你随便一讲我们一定有经过所以很准的或许得到结论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完全都是万不实在的，不要相信那一些不实在的话最实在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呢真心佛性就是最实在，它不会变化，它一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第3类这一段就是很好。那翻过来说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成佛？那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成那个时候啦，现在呢愿不愿意成？因为凡尘的苦越接受的多越会知道说这个苦是吃不完一直都是很苦。那所以我们只要呢把那个正确的那个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拟定了就可以这个成就所以在第4页的那个后面就讲我们人生之中要告诉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身外呢没有佛，我们的心是佛心外没有佛。那假如说心外有佛呢，那不信心叫做邪见的因为见解已经偏了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所以底下呢那个就最重要，我们人生的方向修道那个正确的方向说呢不要用这个心意识来修道。那这个也有很多呢就先前问那个怎么做跟连通那或许有说呢正确的方式还没有抓到所以先鼓励做万年还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问有没有做回答大家说有得到什么结论有什么效果这个呈现。那最起码呢对自己的信心就比较多了所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性我们要用呢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一致才成我们开始都一直这样讲就是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然后才会成道所以假如说我们用心意识用在凡尘我们使用的心那个心修不成道，不管我修多久修了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因为因果不一致。我们日常用的心是生灭，我们要到达佛果位不生不灭，这样因果不一致所以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呢就是又跟六尘相对产生的六识这边有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两个相对，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在凡尘用的心就是六识的心那我们凡尘用的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知道说变化无常的心要修不生不灭佛的果位那个是不成就的
所以成佛都告诉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就解说那个心意识，心就是聚会，这个合在一起，很多的现象合在一起，我们的心才呈现，所以这个它是演记者演善救昧，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要修道的心，它是变化无常，那第二个意，稀释的意，第二个，那个意这边说回忆的意，我们有经过，我们有认识知道，我们有学过，然后回忆呈现出来，又是很多的因缘际会，这个也不要用，然后第三个是意识的识，意识认识的识，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然后知道显现出来，一定也要很多的因缘，一样也会变化，所以把心意识全部都去掉，不要，我们就无心了，所以这个无心我们就是要这个我们日常用心都是无常变化，都是生灭，所以无心的这个心就是佛了，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者有问说大家有没有心大家说有，都有，那都有就是心事的，那体会一下心意识全部都抛开不要，不要用的时候心就没有了，那无心这个时候就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没有善恶，没有两边了，因为无心就没有两边，所以这个无心就是直心，无心的心即心即佛，我们就是要这样用这样来修道啦。这个心就是佛，有简单无？咱心拢卖就是佛啦，咱足多心的，所以未成佛。我们太多心了，成不了佛。我们什么心都不要了那个心因为无形无相，不会变化，所以那个心是直心，就是佛，所以这样也简单嘛。那个时候3年前，你看我们抱那么多的心都不对，不对的心我们都抱着，对的心我们不要，那个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就是佛，我们都不要，我们都要心意识，然后自己再来烦恼，自己再来造业，这样有了解吗？已经在第6页，所以要研究，你看就是不一样，跟我们完成的认知都不一样，要无心，有心的时候会记恨，有什么满意的这个记在心里面很久都去不掉，那无心的话那个都没有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有记恨在心里成不了佛的。那个时候说我们大概都年岁蛮大的，对一半有没有意见？大家都不敢回答了，都点点，有也不敢说了，所以要了解为什么有意见，就是有心有心。那有心千生万世都是众生，要无心才知道，那要做到无心很简单嘛，真的有是很困难当生起气来那个时候算不算心？大家回答说算，这也是心，那个气要消失简不简单？很不简单我们一生起气来，那个气很不简单消失，所以我们要无心，真的要努力努力修到无心，真正的无心就是真，不会变，无心的就不会变我们就是要不会变的心，那个心就是佛，我们成佛就是这个心，无心的心就是佛，所以无心的心就是可以成佛，
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啦，这条无修道无修道来看嘛，就哈，你要幸福无？安尼就行啊啦，无心就好啊，非常简单。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可以确定，那努力无心，别人要我，然后我开始无心，就问大家会不会啊？人若要骂我，我拢无会晓骂。好，你甲记好好，我已经甲你，才不会无心。所以啊，那个底下写的记得牢牢的，好，你就要记住。那绝对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那一直在害自己，都害我们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心意识不要，切去掉。根尘相对，我们六根对六尘，有现象呢，我们学习怎样去处理圆满好了，抛开全部不要有心存在心上，全部都无心的，无心就是佛，无心就是道，整个道都呈现。所以现前一念心了了无明，我们讲的十世古今不离当念。万年前、万年后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一份心，这个当念我们的这个无心呢，万年前就有，万年后也有，那整个呢，就需要探讨研究，我们整个佛性都出来了，我们就是要这个，有这个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那我们现在这个被业力推到现象来，然后这个现象过完了，我们又呢，这个用台语来念就很传神啦。贵心，某人呢，贵心，有没有听过？什么意思？死掉了，贵心。所以我们这个台语很传神，就是没有死啦。竟然也知道我们没有死，就是贵心啦。这个佛性过到另外一个身，一样在凡尘存在。过身，过身，过身，过到另外一个现象，一直呢都在过身，过身到现在还没有了啦，还在过。各位有过身吗？唔知影，我顶日唔知伫倒。所以还没有过完。那以后呢，要过佛的身已经呢变成佛了，全部都成就了，已经回归到本位。所以佛老师呢，把很深的道理，在几个字之中呢，就讲出来。我们没有解说呢，怎么会知道？累劫累世无量无边的生死，无量无边的生命一直由真心佛性呢在支撑，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谢谢他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缘慧，能够知道所有的六道轮回，全部都能够经历，全部呢都能够去改变，努力修持，万年放下不生，以后我们先能认识佛性本体。接着把佛性延伸，这个时候呢，就做耳根圆通，我们有很多的前贤说要怎么做，这个呢有在对吗？这个呢这个问大家呢，看那个耳根圆通怎么做，我们在这个听呢，算是耳根圆通嘛，我们呢都不敢肯定，要了解到呢，我们身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听。第二个就是闻，第三个呢就是闻性。那听是耳朵的功能，这个耳朵的功能作用，耳朵在听，听到以后呢，那个耳朵听到呢，它没意思。第二个闻呢，就是我们听到以后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我们的心意识在声音里面，声的内容里面去分别，了解到对我好，对我不好，
那个是水文。那第三个那个文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晰，听文线。到第三个文线的时候啊，它不落入现象，它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我们的文线，所以或许之前呢就讲，不以所闻分别见。你所闻所听到的里面呢，所有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内容，你都不要去分别，是好，它是坏，都不要分别，但你能闻讨个消息，所闻那个是凡尘的成垢了，那能闻是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能闻一定把它找出来，是谁能闻？所以底下就解说，要知道我们在所闻分别难见，那就自找麻烦啦。跑到那个凡尘里面呢，狗到拢垃圾里了。听到了就在那个内容里面分别计较，我们呢就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不要以所闻去分别难见。所闻的里面好不好都抛开不要。但你能闻，能闻呢是谁呀？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听到所以我们只要这个能闻讨个消息，这个能闻就是佛性本体能闻，它呢不落入两边，没有好坏，也不落入生灭，它永远在不生不灭，也不落入对待，然后我们要了解在。做耳根体通的时候呢，要记得，声无没有声音的，我们的闻性没有灭，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闻性没有灭。那有声音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也没有生，所以没有生没有灭，那个是闻性本体，就是佛性本体，没有生灭，它是呢常住不迁，永远都在，你用它它在，你没有用它它也在。佛性呢全部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守住这个都在的真常，是真的不会变，是常住的，永远如如不动，那真为什么真？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就是真，无心呢就是真，没有了，没有就是真，那常呢，就是如如不动。常呢，就是常住，不变，不要加的，永远都如如不动，都不变的，都永远在，不管万年前、万年后都在，问大家要不要追就是要追这个都在的佛性本体，所以老师跟我们讲出来，我们应该呢都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看呢我们都忘光光的啦。记得几世一世也不记得，真的忘光光。所以老师呢说深信，深深的相信那我们要了解，深信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深深的相信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所以它永远在。既然永远在不管再多的缘会，少个129600年。一个缘会有129600年，那我们都经过我们听南极老先生说，经过7个混沌，就是7个这129600年，那多少个六道轮回我们都在都在所以我们呢要不要六道轮回我们就自己选择了不要这个六道轮回的话，我们要种因就不会落入凡尘。不会落入凡尘我们可以回归我们本位在无极，我们就是佛。德呢要多种一点要好事多做1000世呢都在做人。如果我们呢做坏事会变成禽兽。如果出生鸡鸭鸟猪羊牛那不止1000世各位了解，一只鸡生命3个月很快所以完成这个因果定理不可以跟人家偷或者是欠
袂使欠钱无还，欠钱啊不还，这个天地啊很公平，你不还你就要去出生当做鸡，被人家杀去卖，一只呢大概是200块到300块，起码贵吧？有啊，都涨价了安尼还较紧那个时候啊，或者都讲，鸡的话200-300块，猪的话2-3千块，牛的话2-3万块。那你出生牛，那真拖嘞，很苦啊，还还人家2-3万块，现在一欠都1000万，那不知道几生几世对不对？那天地很公平啊。你说你做人不要还，好，他让你变成畜生，你去还，他不会说你有欠免还，无那样好的啦。因这个天地有定理啊，一定的道理。你欠了你就是要还，你不还好，你出生当禽兽去还，你就不会拒绝啦。当你出生变成那个不会讲话的时候啊。会不会拒绝？我们人会拒绝，对不对？我不爱害，不爱害人无你的法度啦。但是天就有你的法度。好，没关系，让你出生的禽兽去还，当你还光了完了再回来，再来当人。所以啊，这边就讲说，你如果欠人家3000块，要出生刚好10次的鸡呀。10生，6道轮回又多出来很多。如果做得更坏，那到底去恶鬼道。那恶鬼道其实我们在凡尘可以看得到。我们去大医院复健科，的病房，那个就好像地狱啦。这个进去了以后真的不由自主，你的身体好像不是你的了。被那个机器摆布各位有没有去看过？那机器摆布你手要动它敢给你拉起来，你又不能不起来。那换这边，换这边，有没有？很可怜的。你到复健科去看那些病人什么人生要受这个苦真的可怜。所以我们身体好好的都不知道好好的爱惜保护它。等到身体不好了，才会羡慕。哎呦，身体好好的时候多好。所以我们在还可以的时候努力修道。各位要了解到上师或者就讲，不要依靠自己的身体要足用唔通靠势啦，真紧人身体很脆弱，一下子就瘦得不成人形了，有没有？很快，所以各位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赶快修持，让我们的佛性真的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界，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就这样，很理想不要受苦了，完成了是不是苦海？很好玩吗？不好玩，越岁越大的越觉得真的苦。尤其年岁大又没钱的时候那个真的日日都很难过。不要说日日3餐都很难过，吃了一餐，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很高兴，要学颜回啦。肌肉相单时飘影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不是装给我们看的，他是自己真的很快乐。怎么快乐？有道，他得到了。我们得到有没有那么快乐有没有？没啦，在困那么很哀叹，都翻来覆去的都没有很快乐。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研究了以后就知道说
得到殊胜的佛法，很不容易，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更难，所以我们台湾福报很大，这个有的人呢，有钱的就拿钱买机票，就到国外去玩，那时候民国100年，刚好泰国整个国家啦，没有一个地方不淹水，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如果生活在泰国要怎么办？记得2只脚抬得高高的，放下去就没了。你用浸水的咱脚骨头拢有毛病啦。所以摇滚滚，那怎么生活啊？整天都摇滚滚，我大规个国家拢淹水啊，整个国家都淹水了，你看要怎么办？所以那个工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工业的形成啊，那个大家呢，都要接受，那因为我们台湾大家都是很善良，像那个高雄一气爆，你看没几天那个借款或者好像前天看就15亿了啦，15亿，真是越来越去，真的那个钱大家都很肯出钱。你像那个募款晚会啊，一个晚上好像6000多万，真吓人，钱有了，我们台湾的福报很大，有钱，又肯行善。所以灾难就会比较小，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大家的心都不好，那灾难就很大。灾难一来我们都要接受，不管好的坏的都要接受。我们呢这个行善呢就可以化解这一些灾难。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多多行善，去掉心意识、无心的，这边又来讲无心的。全部呢都是真心，全部都是佛心用佛的心来生活，这样好不好？好了，你那印功好。我们了解呢，这个心地一改变，环境呢就改变，整个周遭亲朋好友就跟着改变，很愿意呢跟我们亲近。那假如我们有心会怕耶，这里会安尼讲较真有力，人若有心会惊，这个心会勾心斗角，那个麻烦呢找来就很多了。最怕就是自己遭受灾难，那我们努力走入真理世界，可以了解呢，说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六道轮回才有空间呢跟时间的约束，我们佛性没有。佛性呢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那了解这个时间跟空间吗？空间是我们现在台南，时间刚好在民国100年，3年啦，有记无？一转眼刚刚3天了，或许都忘了有这个，竟然经过3年了，这么快，都已经3年过去。那我们的佛性没有时间空间的约束，无给咱束缚，空间时间呢没束缚，那佛性不被时间空间束缚，叫做自由自在。那经典中呢那个自在分别就是在讲自由自在就是那个自在上面2个字自在自由自在。那底下2个分别呢，就是了了分别，所以自由自在了了分别，就是经典里面的自在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经典里面的含义所以经典里面的分别不是分别心，是了了分别。修正者呢就告诉修持就要了了分别，了了分别就好了。我们生活之中呢，就要这样那底下呢，大概呢不好回答不知道要怎么答复那我们在现象里面呢，学习怎么样圆满我们应对以后就抛开，不要记在心上那真理的部分，我们就要牢牢记得
哦，因为真理不会变化，所以你记得再怎么久都有。那第10页，我们一定呢要留下记忆，这一些这么长远的经历啊，都可以讲，所以接着老师呢就讲，我时时啊，心存感激。然后就问了，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有没有时时啊，心存感激？或者底下讲，我们时时呢心都在怨叹，拢在怨叹，不是感激啊，都在说别人这么有钱，我怎么没有？拼得要命啊，都没有存钱，有没有这样？我底下回答有，我说有啊。还2个哈哈，这个回答呢比较快，有我们要知道，假如说环境呢太坎坷，那是呢上天啊在成全，上天在成全我们。如果我们呢没钱，做事啊都不顺，就是啊会越努力，踢到铁板呢就想转个方向，这样呢大家都会修道，很努力修道。那说上天要考倒人啊，很容易，给他赚很多钱，给他社会地位很高，都会把他考倒，他不修道了，大家都回答，不修道了，有钱有社会地位啊，他修道了，他会靠那一些钱，那个地位啊，所以啊，都不想修，所以这个把他考倒。所以底下在问说，你看正面好还是反面好？或者就做结论了，看我们利用，都没有固定的，对啊，来啊，遭遇啊都没有固定。你假如说有钱有社会地位，那你可以啊登高一呼，大家呢来修道，因为有地位了，讲话人家比较会听。那有钱啊，可以把钱拿来布施给一些贫穷的人啊，过得比较好的生活，这样也很好，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只是他有钱他不会拿出来布施了，他要累积更多，那就是毛病了。那假如说我们很坎坷，要反省，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这样的话呢，反而促成啊，我们更积极的投入啊，修心养性。那心性一培养，内涵就有了，它就可以达到淹没雷声。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就问了说还记得那3句话吗？念念看，不要笔记，因为我们都有习惯，有记在笔记里面。我今晚再看嘛，这个怎样念嘛？他说不要看，你就直接念出来。那个表示已经在你的心文之中，大家就念得很顺了，司机而龙现了，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大家都还记得，或者就称赞了，不错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呢就是古时候他们的一种含义，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面居住没有出门，龙现呢。就是神通万物，都没有出门，但是呢，可以神通万物，表示他的修养很好，在找痕迹的情形之下，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淹没，淹呢就生淹，没呢就静默，静静的，没有说话，那么雷声打雷的声音就是他的德性好像打雷的声音那么大，很震撼他的德性很感人所以底下就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这个底下说大家正在找等在找了找看有没有让我们很感动的人所以在这个现在的现实社会你要做到让人很感动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那个淹没雷声比较不容易呈现
那底下呢，神动天水啊，就起心动念，天理啊都跟着。那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大部分都是名利跟着啦，不是天理跟着，所以跟古时候呢就不一样。那么第三点，老师说，我时时心存感激呀。我们要呢，心存感激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让我们经过完成所有的一切事情，让我们的经验很多，让我们处理事情也能够圆满，所以要心存感激。接着讲呢，我要在活着之际呀，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活着，所以我老师就讲，我要在活着之际表达我的心意。我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够对众生那一种爱护，对众生的那一种思念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呢，现在生活之中有没有一种很感激我们的周遭亲朋好友那一种这个情形出现？这个好像呢很少大家呢都是至少门前雪，个人呢个人肚子个人过不到了，台语比较顺，就有那么一点情形就是这样。那要了解到，趁着活着的时候呢，要做就是要赶快做不然呢这个来不及了所以一方面呢，在修持上来讲先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接着把那个佛性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让空间呢都是我们的佛性所在等到那个时候都可以了。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我们就可以还给天地了。那假如说没有社会人士都没有修道没有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样子，那就是呢过身贵心所以或许呢都在讲因为发了很大的愿，要带领大家呢要成佛要明心见性对不对？还记得吗？所以那一阵子50间田差一点就死掉了，身体呢也站不稳也说各位都有看到，没有办战役，变得很厉害那个时候呢或者是想，虽然身体有一点不支持不给我用，我说没关系，我还要再来，死掉了我要再来，一定要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告诉呢大家，可以成我的。可是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两边那个上乘佛法那个时候有拿来竟然都没有人拿回去听。最殊胜最好的我们佛老师呢说或许呢泄露天机，所以要生病了所以就鼓励各位拿回去听道德经的片跟这个形而上位之道在台北有3个佛堂讲解，有6片的 CD 各位从里面呢可以了解到我们怎么样修的方法，然后可以呢到达究竟的程度是什么现象都整个把它写下来。那里面呢有讲我们第3个第3段第3个佛堂有一个前贤起来讲感谢同一宫的前贤打瞌睡了。我们这边在打瞌睡，有人感谢他说呢同一宫前贤不打瞌睡，我就不会写这一章形而上位之道，把上天的秘密呢都泄露下来，那能够看到就是因缘具足可以配合同一宫呢这个道经34篇 DVD 跟那个形而上位之道的 CD 台北讲，看那个道德经34篇，以及呢听那个形而上位之道，那个交代怎么修道的方法所以底下呢我们就看
要及时由衷的收生啊，谢谢你。我们修道呢也一样，要及时行善呢，也要及时，那么由衷是我们内心呐，深处，由我们内心深处啊，讲出来，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带着我们这个身体呀，在凡尘流浪。我们的佛性呢，带着身体在凡尘做什么？我们一般呢，当身体养得很健康的时候就是要享受。那我们呢，这个修道者啊，当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呢，就是要度化众生。要努力把殊胜佛法能够流传。这个呢很不容易呀。所以问而且是不是很不容易啊？听到殊胜佛法。那回答说是，很难听到，所以我们要能够接收，然后消化，然后呢传播，度化所有的众生。那底下呢就讲那个感悟啊，生命因果牵系，这个呢各位可能就这个呢自然这个看，那我们呢都看那个13的后面从那里着手，灭妄想，妄想先灭，没有妄想，然后妄想尽了都没有，就成就。那么大部分修持方面呢，都是从念头着手，我们开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都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叫做无心，无心呢就是道，无的心就是佛。所以鼓励大家呢都要听得进去。那底下说何妨善用慈悲，何欢喜。那接着呢，我们再翻到这个10页，或许呢看到最后一段了15页的中间，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个婆婆很能干，你去当他的媳妇会怎么样？可以有找到吗？这个我们大概是最现实的状况我们在凡人都嫁人了，都当人的媳妇一定呢就会跟婆婆相处。那婆婆假如说很能干的话，你去当她的媳妇就会觉得吃下惨了。所以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苦不受呢还不行，就是要去接受。这个纲常伦理就是不能排除掉。受苦还要很高兴。所以或者就讲这个真的，一讲到自身来了，要那个度过那个难关真的煎熬了。做人的媳妇，然后一直熬到后里了，话做人的大家，过来苦度媳妇。所以这个凡尘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环境都是变化无常，好也不用高兴，坏也不用悲伤，一下子呢就过去了，一转眼就空。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到最后面于是我明白爱人其实是种福气能够爱人是福气也让我学会圆满生命里的圆满缘起所以这个呢，整个或许都说呢，这个整个谢谢你这个或许重看了以后都一看再看，都觉得说怎么说得这么入骨这么刚好，恰到好处。看一看觉得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适合看。有些人看以后说我以前20几年的修道方向错了，发现说错了，要这样正确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人还
还有那一本新写的《金刚经》，各位有看吗？那个也都写得很白话了。以前有看旧的那个《金刚经》的简写就讲，以前都叫我们自己悟，怎么现在都写得这么白？都省事啊！我讲有得有失啦。你领悟你才会记得牢。你一下子就出来，你很快都忘了。所以很容易看到的话，就不要忽略的看过，要能够记得下来。真的有一些像那个三业东西南北我们整个天地十方啊，那个地方各位有看吗？佛没有讲，可是或许把那个没有讲的把它写下来。因为他说一个东方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讲南西北，还要讲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是吧？就是讲不管凡尘是哪一个万象万事，它全部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不管是讲到什么，全部都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或者说这个讲的把意思写下来。所以虚空是一个万象万事非常多，佛性是一个，我们呢六道轮回里面转换的非常多。然后你看我们都执着啦，执着名，执着相。我们是什么名，然后什么人是什么名都非常执着。这样呢，我们修道呢就障碍比较多。那了解到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显现以后有非常多的现象不一样。不一样的现象它的来源是一个。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见的是一个，能够见的，我们六根能够见，能够闻，听的闻，能够说，能够感觉，也只有一个。可是我们遭遇的千差万别的现象。那千差万别，我们看都不同，可是佛性是一个。你面对的那个你接受的只有一个，你能够体会到只有一个，它没有两边对待，只有一个。那只有我们容易修，不会产生很大的分别心。只要我们分别心都消失了，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别，分别心很容易呈现，很深根蒂固，要消除很困难。那我们要了解到，一进入到我们本体以后，没有这一些葛藤没有，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佛性。所以我们掌握到原则了以后，修起来就容易不会困难。假如说我们入海算沙，各位有听过吗？海底来算沙哪几粒？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再怎么算都是白费心力，搁较省力都算不完，算不出来。所以那多余的啦。那我们在完成很多的那个行为动作，就是入海算沙。那入海算沙没用所以我们要抓到根源。那我抓到根源虚空是一个，佛性是一个我用那个整个追一个的那个方法这样就容易，就不会很困难都是一个。虽然现在分别你有他众生非常多，这世界60-70亿这么多的人，佛性只有一个，想象不到佛性只有一个。那你看有的先进国家生活很好，
它的福很大。那落后国家生活很差你可以看到那边你真的想吃东西都不敢吃，那个叫什么果报你累世啊所行善的果报，你在先进国家出生，你假如说累世啊都是吝啬，那你出生在落后国家，出生了以后，你看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些零用钱他们在落后国家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咱凊彩安尼买一个凉水饮的因一天的生活费拢有够，你看差不多所以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累世之中的行为，你是帮助人布施，你是吝啬都不肯帮助人，显现出来的果报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不去非洲出生？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要到先进国家去出生？有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天地之间，你看多么平衡。你是帮助众生，是布施，你自然出生的时候生活就好了，都不用为了那三餐烦恼。那落后国家你看真的是烦恼了。你看了新闻报道，不是小孩子是连大人都在垃圾堆找东西吃啊看得真的很难过在垃圾堆找东西吃啊。我们去那边生活一定没办法适应我们整个里面的那个肠胃都受不了那一种的细菌。人伊你遐拢活得好好啦，咱若去一定拢病，拢患病啦。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在完成能够有能力的时候赶快努力修道，先了解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有能力的话赶快帮助别人，然后也引导别人走入修道的道路离开这个很烦恼的世间这一些苦海我们不要贪念真的贪念或许有记那个四谛圣人头有那个文字有那个 CD 片你努力学个3年你绝对对凡人都一点不贪念，很实际的你若安尼对凡人这要观光，那要佚佗都好的凡间就好，无好你年纪轻感觉好，等到年岁大了就不好经过的多灾难很多我们讲到13天外我们回来讲这个涅槃，我们叫第几页？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没有上第几？会记得？第6页。第6页第6页后面第2段，是一品吗？第6，1、2、3、4、5、6，老者名为变迁是只有讲到这边那真的太快了，不是啦，太慢这个老者名为变迁，死者身外命中，那么如是等华解脱之中无没有
这个生老病死啊，老呢变迁死啊，身坏的命中，这一些法解脱之中啊没有，以无事事无这款代志啦，解脱里面啊没有老也没死，故名解脱，解脱了都没有老也没有死。那么又解脱者名曰无病，解脱就没有病了。那所谓病者啊，四病，就是四大，我们一大有101个病，四大就有404个病，所以我们生病很正常。其意外来侵生者，像说车祸啊，或是遇到意外啊，那个意外来侵，事此无故，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故名解脱。那么无病疾者，即真解脱，没有病，没有疾病就是呢真解脱。那法身无病，这个法身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叫做法身我们每个都有，每个都有法身。那法身没有病，法身无病，都不会有病。那么又解脱者舍婴儿行，譬如大人呢，舍小儿行，那个解脱呢，舍掉婴儿，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婴儿一生出来以后袂晓吃嘛，袂晓行嘛，袂晓做代志，你解脱的就无迄个袂晓，逐项拢袂晓的就拢无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佛他是解脱行，就是婴儿行。竟然佛那个有一个婴儿行，就是婴儿的状态，没有那个有作有为的那个状态。那么譬如大人舍小儿行，大人咧做伊就无甲囡仔同款，咱囡仔坐sit车怎啊咧学行大人就袂去做这个代志，所以舍掉呢那个小儿那个名词。那么解脱一耳除舍五阴那个五阴都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个五蕴，我们解脱呢就舍掉这个五蕴。因为我们假如说累积五蕴就一定要在完成这个现象，就是会生在凡尘。那我们舍掉五阴呢，五阴全部都没有，我们要生在凡尘的阴消失，就不会呢这个生在凡尘。除舍五阴即是真的解脱，没有五阴的我们就解脱了。那么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我们真的能够解脱就已经成就如来，就是佛又解脱者名曰究竟，已经到达究竟了，到究竟就是解脱，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的修都没有到究竟的程度，都还在半途半中，所以都没有究竟。如彼续者从续解脱，敢若像讲去互拔掉咧，敢若伫家落咧去互关掉咧，即摆咧伫迄个所在已经得到解脱，然后洗浴清净，然后还家，
所有前提啊，等来厝的，解脱意儿，解脱就是安尼，所有甲咱别个啊，拢透开啊，身躯所有前提等来咱原来的所在，这样的意思吗？是有一点像那个催眠师在面嘛，大家敢若伫咧要困去啊。毕竟啊，清净，我们了解啊，这个清呢，一尘不染，净呢一念不生，所以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就是啊，不要染到凡尘的污垢，然后我们也不要起心动念，这样才能够到达毕竟清净。那毕竟清净啊，即真解脱，就是真的已经解脱了。那么真解脱者啊，即是如来，所以这边呢都在讲，到如来的程度，如来的状态，就是啊能够真的解脱。又解脱者，名无作乐，无作乐者啊，以土贪欲嗔恚痴故，解脱呢就是他没有作乐了。我们在凡尘啊，都是以苦作乐，虽然在苦海里面啊，可是我们呢，说的啊，竟然呢都是在寻乐，寻找快乐啦。那无乐者，他没有作乐啊，就是把那个贪嗔痴啊都吐掉。我们凡尘啊，这个最难的去掉，就是贪嗔痴。那解脱呢，把贪嗔痴啊都已经吐掉了，没有那个贪嗔痴，他没有啊那个作乐，没有以苦为乐，譬如有人误饮毒药，为持毒故啊，即服毒药，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譬如有人去喝到呢那个毒药。要把那个毒啊除掉，所以啊就去吃那个能够吐的药。那么记得吐养，毒即辞运，吐出来了那个毒啊就消失了，身呢得安乐，身体啊就得到了这个安乐。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啊有很多都是我们呢这个。在苦中呢，然后作乐，本来都是苦啦，完全都是苦。可是我们就在苦中呢寻乐，那个呢是以苦作乐的。那假如说我们解脱的时候啊，没有这一些事，全部呢都取掉，都去除了，没有贪嗔痴，所以啊，就真正的能够祥和，能够很安乐。那解脱欲尔，吐出烦恼，解苦之毒，所以佛就讲说解脱就吐掉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解。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这个解啦，怕干，拢怕夹头会开，所以在凡尘叫白条条，苦就是白的，解苦啊，拢这两项毒，烦恼解苦，这毒，拢甲咱白做伙，能够吐掉的话，身得安乐，身体啊就得到安乐，名称呢叫无作乐，已经呢不苦中作乐。那无作乐者啊，即真解脱，没有作乐啊，就真的解脱。那真解脱者啊，即是如来。这个到最后一句都是这样。每个真解脱呢，就是如来。所以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真的解脱。他都没有束缚，无去用百无改，都已经弄透过。所以我们要能够时时都能够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
那么又解脱者，名彼之有，这个之有啊，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讲简单就是三有三界啦，有因有果叫做有，爱记哩未？哇，拢未记得了了。或者讲说听一听还给我，这样不用负担。可是啊，要了解说，我们这个性分之中啊，要吸收一些真理。当你真理都吸收以后，你以后遇到问题，你会从性分把真理呀，能够寻找出来应对，完成事，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啊，就不会落入现象。就不用受苦，所以研究真理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然我们在凡尘啊，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呢，就是无明了，无明就造业了，造业就受苦了，一定固定是这样，不研究啊，解脱不了，你研究你就知道怎么样能够躲过撇过一些造业，都能够躲得开。你躲开了，造业了，不受苦了，自然，就这样。他说一定呢，要研究这个道理。为了要给各位比较有深的印象，或许再把那个有知有，三有就是三界啦，三界详细说，详细说的话，它呢就是25有，有印象了吗？25有，欲界呢，有14个有，色界啊。有7个有，不色界呢有4个有，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呢可以从六道啊来了解那个欲界的14个有，因为啊有6欲天道，有4大部洲人道，有12趣啊，就是剩下来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就是总共6道，就是已经有14个有。6欲天呢我们也时常讲，最低啊就是4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第二个呢就是忉利天，我们所讲33天，那个第二个。第3个夜摩天，第4个多帅天，第5个呢乐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就是摩西所罗天魔王所住的，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那个是6欲天。那之前呢，我有讲4天王天我们完成的50年，4天王天的1天1夜，还记得吗？这可能比较会容易记得。那它倍数忉利天我们完成100年，它1天1夜。然后夜摩天我们完成2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多帅天，我们完成4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乐变化天，我们完成8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他化自在天，我们完成1600年，它1天1夜啦。时间是一样的，可是你看它已经经过我们完成1600年，它才1天1夜，我们去1天就好了，再回来你无一个目，整个都换掉地啊啦，1600年怎么这么快啊？我看咱大家做出来佚佗一天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已经有6个欲界有6欲天，然后4大部洲就是人道天道6欲天，人道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金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有没有？
然后谁都讲，你在这个东胜神州啊，那个等于是平均的寿命啊，各位都还记得吗？500，然后啊，西纽澳洲250，我们南山部洲呢100，然后北纪泸州1000，会记得没？记不记得？朦胧，敢那有敢那无了还不很肯定所以我们又到北纪泸州去玩一下，平均人民寿命1000岁，咱现在看到一个1000岁真的可以收门票没有那么长寿的人所以你们4大部洲的北纪泸州都是行善，所以寿命那么长。然后我们南赡部洲拢夭寿不满100还未100岁就死是不是夭寿？短命很短命这个呢就是10亿得道，然后再剩下来阿修罗道，因为佛呢不把阿修罗列入善道，他说每一个道面都有阿修罗，他说他把它列在那个2道、4道4个，畜生道、地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有4个。那6亿天4大部洲在42道，是不是总共14个？所以14有因有果，欲界然后色界第一个就是初禅，初禅呢就是离生喜乐地，离开生死已经没有生死了很喜乐。然后第二个定生喜乐那个先把4禅讲。第3个呢已经喜乐去掉，进入妙乐进3禅已经呢喜乐没有，进入妙乐。到4禅舍念清净4禅，可是中间初禅以后还有一个大梵天大梵天以后才2禅、3禅、4禅，然后无想天跟无净居天，是不是7个？七有就是色界然后再上去无色界有4个四空天空无边处天，认识的是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有4个所以14加7加4 25有，25有就是知有啦，安尼知无？以后再讲搁较接讲的都会识都会晓背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不会变的，只要你记得下次再讲还是一样一样就是这样。意界它有14有，色界有7有无色界有4有总共25有所以经典里面就讲知有所以这个解脱者明理知有所以各位就了解到，虽然知有2个字它里面的内容还真的蛮多是哪一些有？知有。那灭一切苦得一切乐所有的苦都灭掉得到一切的快乐。那么永断贪欲嗔恚愚痴这样呢讲的比较这个完整。可是我们容易记的话，贪嗔痴就容易记3个。那我们知道那个痴最厉害，痴就是无明，那无明了才会贪，无明才会嗔没有无明不贪，没有无明也不会生气所以痴最严重。可是我们都认为贪最严重那个呢就是知道它里面的内容你没有无明不贪，没有无明你也不嗔
啊，就是因为无明才贪，因为无明才嗔才生气，这样了解吗？所以嗔要先去掉，你嗔去掉了，没有无明，没有贪，没有嗔，没有，全部没有了，解脱了。所以还是要研究才会知道。慢研究不知，拢讲贪最厉害，不知道那个痴啊最厉害。各位浅浅知道吗？知道那个痴是什么状态吗？知不知道？贪嗔痴的痴啊，痴啊什么状态？各位要知道，有时候那个公安的公那个不是痴，还有是没翻掐啦，听懂意思吗？就是再怎么说都说不过来，再怎么讲都没用，那个就叫痴，安尼知吗？可是你公的人他不是这样，憨厚老实啊，他不是痴，痴再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的，再怎么讲都没有用的，那才叫痴，才叫无明。那无明啊，可不可怜？无明造业受苦，所以最可怜的就是无明。所以啊，不要有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这里呀，所以无明一来，讲袂翻车了，所以讲袂翻车就是痴，就是无明，有没有理起来？所以永断都断掉，贪嗔痴没有，那拔断一切烦恼根本，把烦恼根本呢全部都拔断，救起来，互伊拢袂生啦，互伊烦恼直直生出来，各位烦不烦恼？很理想，不过不是说你嘴巴不想心里面就没有烦恼。讲心里面烦恼才多，你若讲会出来，会嗨个会医的啦，你拢袂嗨真歹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能够讲，那还可以的，还有救，你都不讲了，那深了，那烦恼都很深了，深不深？还承认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深层的烦恼。就是因为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把握，没有启发，没有认识，所以烦恼才会很深。那你假如说已经认识不生不灭佛本体，这个烦恼你去找它的根源，你会找不到根源。烦恼从哪里来？原来自己生出来。你哪会生烦恼出来，让我烦恼？因为太聪明了，所以笨一点的就不会了。因为太聪明了，他生烦恼出来烦恼，难道烦恼都害自己？够聪明。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聪明这个反被聪明误耽误了，有没有？太巧你去巧害着。讲啊，讲这会做神啊，对无？讲神，你奸伤巧就变鬼，奸鬼，奸鬼，所以我们了解说，把那个烦恼根本都拔断，已经透彻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烦恼它无处生发，它生不出来。要叫咱的佛性来生烦恼，你唔捌伊会生大堆啊！你若捌伊你生出来我看你生出什么款？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他以后，你叫他生出烦恼，他生不出来。你还没有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体，他烦恼一大堆，你烦恼不了。这低调呢，佫来低调佫来，这济，知无？咱找到未？找到无
无烦恼才是找着。你唔通讲直接有啊找着啊，等下到厝后都一寡烦恼的代志拢来啊，那就不算了知道，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两边对待。你既然能够认识它，那个烦恼就是因为有两边，烦恼的事情有两边。你不是这一边就是找这一边，你不管找哪一边都是烦恼。你进入佛性本体了，烦恼不减，为什么？生不出来。这边我嘛无丢，没有找，不执着；这边我也没有执着，两边都没有，生不出烦恼。了解意思吗？绝对体面没有烦恼，相的烦恼才多。那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真佛性不了解才两边，了解就已经绝对体一体没有烦恼。哪有烦恼就是咱的心不见了，烦恼再来，你知无？所以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无外乎就是找一道因此赶快找了，把它找回来。你找到了，烦恼消失，那一定乐你一点都无去会不会？大家讲通好，无一个因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把那个烦恼拔断，就是透彻的认识自己的佛性本体。那把根本者其真解脱。你把那个根本烦恼能够这个拔了拔掉呢烦恼的根本，拔掉烦恼根本呢，就是真的解脱。你已经解脱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就已经是佛了，就是如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还是要自己努力。那么如来者即是涅槃，如来呢就是涅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所以不生不灭就是没有尽头，就一直延伸到无量无边。无讲到无迄个到的啦，无，永远拢拢无量无边，安尼无尽。无尽咱的咱的佛性，佛性呢就是无量无边。那么佛性者即是决定。所以我佛性是决定，没有犹豫啦，没有两边啦。决定。我们要决定都很不容易啦。决定了不有事情好做，你不决定了安尼好唔知咧，就烦恼来了，两边呈现。那么决定者呢，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那个决定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无量无边，就是呢拔掉我们的烦恼根本就是呢进入我们的的无边虚空遍法界的佛性本体。那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如来以无生计，唯有法性。这个如来就是成就了，修正成道了。无生计，它没有这个有相的身呢系在一起，它唯有法性。那么法性之性离不可坏。这个法性呢这个离它不会被人破坏。那么世人因何能坏佛身？就是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去破坏佛的身，佛所示现的身
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破坏，只以恶心呐，故成无间，就是啊有一些嫉妒，嫉妒佛啊，然后心里面是啊想要害佛，就是以这一种想要害佛的心呐，所以直接啊就进入阿鼻地狱。那个无间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受苦没有间断，就无间地狱。那直接呢，它是阿鼻啦，阿鼻呢，翻成中文叫无间，没有间断。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完成所说的地狱啊，说18层地狱，那个受苦啊有间断，有休息的时候了。这个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受苦没有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没有间断，时间也没有间断，空间也没有间断，一直受苦了。那个真的进入无间地狱啊，那个没有办法收得那个苦啊，整个层面。那么因缘引之比喻啊，得之实法，就是这一些因缘。把呢所有一些比喻引过来，然后我们呢可以得到那个实，就是我们呢那个实相的法门实法。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凡尘啊所追求呢就是实相。那实相啊没有形象，也就是啊不生不灭的本体，这个叫实相。那有很多名称啊，我们说这个佛性，我们说法性，我们说法身，全部呢都是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是我们那个看不到这个听不到摸不着那一个佛性本体。那我们是很亲切都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时时刻刻呢都很亲切都来。只是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来认识，没有启发所以我们才一直流浪在凡尘，一直啊在六道轮回所以要自决定我们自己啊要决定凡尘，我不再来六道轮回了，自己决定，然后自己不因不造落入凡尘的因。不应居啊无应，不应然后不起心动念，所以生命没有到凡尘来生的原因，既然都没有，自然就不会了，不会生在凡尘。那假如我们在凡尘一直酝酿五蕴，那不生还不行一定会在凡尘示现。所以这个都是要靠自己努力。今天问题多不多？4个5个上次还没有问完的还有没有？包括上次的，现在还有24分钟，我们试着解答好了，因为有一些问题都蛮内容蛮深因为很深的内容讲解都不能这个笼统，就要详细说，时间呢就会比较长所以先呢这个问问题。雅思第6题，人与动物都无法制造，因为有佛性的关系。请问煤矿与金子、黄金煤矿与黄金是如何产生？它们没有佛性，只是金无法制造，为什么？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天地的万物万象，都是呢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那至于这个寄托说金子寄托在矿里面，跟我们凡尘的善恶有关系。我们凡尘假如累积的善，
够。那这一些价值的东西呀，它呈现的多，就是很容易开采。那假如说我们众生的心善不够，它那一些纸它会越沉越深，我们开采就困难。所以当我们开采的时候，有的很容易就洗，把那个采矿以后把那个纸它比较重沉淀，能够我们累积以后就呈现金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一方面来这个考验我们人的那个心，那一方面也在这个就是让我们凡尘的所有这一些智慧得以发展。你要怎么样金含藏在矿，你怎么样去取到你要的东西这个也是学问所以我们了解说有一些自然呈现，有一些是你要经过很努力它才有所以都不一样。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虽然万象这个万物都是尽手生发，可是呢我们假如累世之间那个累积的那个善跟德都不够，那我们要去验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更不容易去提炼这些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还是呢要经过一番努力它才让我们使用。那假如说我们的人心就越来越下沉的话越不善的话，那这一些呢这一些有值的它就越沉越深，我们要呢那个开采就开采不到就那东西我们就越来越少，越不能够去拿到那些贵重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呢，会了解到，那个是我们以凡人以这个物质现象来讲那个角度那在这个修道人来讲，他不看重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金银财宝这些东西他都不看重，他所看重的是佛性本体跟他所行出来的德以道德为重他把道德看得很重，把这一些财跟物看得很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生理说都不在了，你有很贵重的东西也不能够拥有，是要空手让人所以也告诉我们追想，你要追求佛性本体，你要追求能够感动别人的德这个才是人生的真的价值你有价值在凡尘存在的价值就是努力的去帮助众生让众生能够了解佛性，让众生能够行持这个德，能够做得出来这样的话留下来那个才是真正的价值。而且我们因为有研究佛性，可以回归到本位，可以回到状态。那假如说我们一直朝着这个价值的金银财宝货物这一些很看重，那你这一生够了，你不会让人怀念，也不会留下你的名不会有。当然我们不是呢就是贪名跟这个贪利，只是说人生的自己的生价值你要自己拟定自己在凡尘生下来要有人格，人格要健追求的方向要正确
要给凡人一个典范，这样的话，后人都这个纪念，就像呢，老子、孔老夫子，你看对世人那个贡献都是长远，都是呢正面。老子要我们无为，从佛性来直接去应对，无所作为，那这样就不失其赤子之心，那我们都能够呢保持那个原朴就是木的原来面目，还没有经过呢制造器具所以它本来的尘朴都在。那我知道说，人在凡尘你很尘朴，人家会感动那说你是很精明你都很会利用机智勾心斗角，那人会害怕那个我们要了解都人类互相毁灭。那你假如说都是让人感到温馨，那整个祥和。所以或许看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就讲说我们呢本来讲这个仁义智那个性机中，可是孔老夫子把那个智把它剔除，不让它进入士德，仁义礼智智不要。他说智发挥我们人变成很这个奸诈，很机心。那很奸诈的话，尘朴的那个现象消失，你有也不容易维持所以他把那个智就不在了那个我们那个仁义礼智没有，他说仁义礼信就这样。可是我们凡尘流传的很顺仁义礼智信机中然后统事端兼万善都很熟悉。可是孔老夫子竟然说是排除在外不在里面不用智。所以现在西方所发达的一些科技孔老夫子那个时候说不是没有，我们会比他们更发达，可是不要，因为它会自相残杀。我们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真的就是哪一国都可以发展核子武器，那个核子武器一用那个整个空间的氧气不见，连飞鸟都死掉我们人更不能活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留在凡尘的价值就是要健全我们人您的人格健全，追求的方向正确不要去追求财跟物，那个物质的生活我们不要追，够了就好，你够用了就可以有的吃有的穿有一个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你在追我们老师也讲你要贪恋凡尘的种种，怎么样都不够，有没有？今天唱的歌是不是这样？你要追求的话怎么样都不能满足啦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要知道追求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追求我们能够就是把那个德整个都呈现让大家呢能够效法。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佛性不管是由火求道，身体内及虚空都有我们佛性在。请问归空时体内的佛性从身体出来到虚空是吗？好，这个问得很好，因为大家呢可能也都一样有这个疑问在所以我们一直研究心理心法都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佛性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就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六道轮回太久
忘失本来。那我们常听到呢，就是眼睛啊是灵魂之窗，那灵魂既然有窗呢，它就有门。可是我们就没有听过灵性之门，没有没有说了，凡尘都没有流行。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求道，我们不要看轻了，那个就是受记。假如说有经过那个单传独受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受记就是修到这个3000功800果，功果圆满。你功果圆满才已经成佛了，也是一个已经功果圆满受记你可以成佛了，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因为自己呀在六道轮回太久，已经忘失本来所以要我们说去到功果圆满，大概我们没有那个心不想因为又凡尘一直在这个进化让我们生活的越舒服这样的话唔免呢，我今晚安尼就好，所以就满足在现实生活之下当然在那个落后国家是不用说了，我们这地方真的你吃的用的穿的都不缺了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想离开了现象界，没有这样的话你说修到3000功800果，功果圆满不太困难了就会自我放弃你放弃了有谁可以去处在哪？佛菩萨都来帮助你，怎么帮我都不爱你不成佛你不想成佛，佛哪有能力帮你所以是要你自己要想这个凡尘太苦了我不要我要离开这个苦海，是要你自己花心修道。你花心修道了以后那个已经修正的才有办法来帮助你各位要知道不是帮助你就很顺他有时候会先考一考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考就知道了你是假的话一考退了就倒了那个是假的啦表面而已啦真的话考不倒所以不就讲我们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够启发以后，你不管遇到顺境遇到逆境你靠黑了嘛给了现象无常变化，我干嘛去相信你你看都不影响不管顺考不管逆考不管什么考一下子就通过了啦全部都无所谓全部都不在乎已经很笃定对自己的佛性很有信心这样的话帮助你就容易因为你都很那么努力了所以你有一些这个累世的一些冤切灾难它就会帮你拨转这样呢我们修起来就更容易。所以最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内心，你内心先认清自己的佛性本体，你已经认本体了，笃定了，定力有了那怎么样的胜逆境胜境逆境都无关紧要了。那假如说我们心都还没稳定现在靠的都飘受不了了没办法去忍受一些呢逆境。那我们要了解有时候不管顺是逆，顺境逆境都会考人，拢会讲靠得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顺境你不要骄傲，逆境你不要悲伤这都是外在因缘那个眼既则生，眼散就灭了啦，你不要去管它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先定力有，我们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定不会被破坏这样的话修起来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去管说到底是身内的佛性身外的佛性，各位浅显到底是身内佛性还是身外佛性大家都没真的没有很透彻认识各位要知道
我们这个水有风土啦，所以有没有知觉？有没有？那我们现在身体会动啊，有没有知觉？谁让我们有知觉？对啦，就是佛性啦。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看的是身内身外，没有啦，全部整个你能够了了分明佛性，你能够知道佛性，你能够有所动作佛性，哪有内外啊？所以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无所不在。这样答案出来了没？好，再来，还有。第三题，点到时钟，二目要回光，去点灯太阳，眼前观其实，灯下看绘画，这里的眼前是什么意思？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就是在点到的时候，最怕我们心不在。假如说我们心不在的话，虽然会给你点，不过你的心我们要了解，我们心是千变万化，不会变化。那个时候就是两目要回光，就是要你回光返照。你回光你这个精神回来，然后一点真太阳，那个就是已经你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灯下看辉煌，这个时候就是整个精神都回来，然后在你的那个眼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点开你的玄关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受记是很慎重的。那因为我们现在求道都很容易所以就没有看它。那或者就讲你纵然修得非常好，也非常了解，都有神通变化，可是你没有点到，你就是回不了理天。除非你下个缘会在那个隐晦境人，到我们五位交替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三火来收缘的时候你可以回去七佛治世，三火收缘，有10个佛来治理一个缘会。七佛治世那个时候修到圆满，你唔免掉，不用受记你就可以回去。你等到那个时候，你快修好回去。那已经到进入三佛收缘，已经进入了，你没有受记都是外道。上天一概不承认，你个听后一个缘会，你再过来，没有的话，你要接受受记。你要受记除非你像现在大开普度，不然功果圆满才受记。所以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听到后姐妹妹度我说那我要简单呢，我说倒没有那么容易的啦。那个可以说真的，你不研究天使不相信。你知道天使以后，不由得你不信。你看青阳旗我们是看不到，红阳旗尾巴我们都看到，那个新娘子全部红，吉利的事也是红，对不对？你若像今嘛穿那白你红放弃那个是商家的，对。你看现在大家拢白白拢越白越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属于天使白羊的白羊旗，以白为吉利所以现在你看你再穿红的话，我们会讲哎呦俗气，对不对？已经都够了所以那个红阳旗回想一下，记得我们那个墙壁弄红砖块红砖对不？现在都水泥，不是整个都改变谁去提倡？没有人提倡，自然而然那个天使呈现上天有那个意思，我们人就把它呈现出来所以现在以白为吉利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以天使。那天使因为看我们凡人有都没想要修，可怜上天真的不忍心好，
大道降世，先得后修。先得你有资格了，你可以成佛，要不要啊？看你自己。有啊，你有资格，不过你若我不爱，我要做众生，仙佛也没办法，上天也没有没辙。好厉害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自由，自不自由？你要不要做佛？你自己决定，自不自由？自不自由？很自由。我要做婚，那你就按照，谢谢你，记得谢谢你，就可以做佛了。啊，你若讲晚，我要去做众生，那会随你自由，不会阻碍了。我的自由。你若爱做众生，好啦，去做。啊，你若吃苦吃到有够啊，记得回头。你踢铁板踢得够买的我开始来修到好，还是成我好，不行的。世界，各位等会师、各位讲师、各位同事、各位姐姐，大家好。我学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这个第7页的左边11品第8，对吧？好，这个11品，大圣经呢，名为佛圣，这个大圣，就是最上圣的，这个佛法，最上。善男子，有人勇健威猛，有怯懦者常来依护。那么其勇健人常教这个怯者汝当如是修学受道。这个受就是古兵器呀，这个1丈80的长矛，那个长钩坚守这个钩呢4箭而握去的兵器呀，叫古时候的兵器。那么右护呢这个高言，这个服斗战者虽如履刃，不应自身呢部位这个虽然这个脚去踏这个刀履刃，那不应该呢自身部位之内，当事人身呢这个身轻弱小，应自身心做勇健义。所以这个佛呢就讲说我们呢大圣经呢就是最上圣的那个佛法。都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这个大圣就是最上最圣，就好像呢这个有人勇健威猛，这个鼓励我们就是要勇健威猛，在我们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自己一定呢要花心就是修道，把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要恢复回来这个一定要自己花心来做。我们要了解说，现在呢这个修正非常多的这一些修正者佛菩萨，都是要帮助我们修道。可是我们只要说自己不发心的话，他无从帮助的。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他没有地方使力这个出力呢，不知道要从哪里帮起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花心来修。只要我们肯发心修这一些已经修正了，他再来凡尘帮助我们呢，他就能够呢舍上力道就可以真正的我们呢
会在无形之中呢，就呢得到啊一些帮助，看不到了，可是实际的，真的都有这个受到这一些修正者的帮助。所以佛就用比喻啦，说我们一定呢，要先有那个勇健威猛的那种修道意念，我们自己呢，先建立就是要恢复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系本体的原来，要有这一个心，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掉我们累生累世六道轮回的那一种习惯性，我们已经呢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习惯性太多了，很多都不符合真理。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只要发现我们的性是不符合真理的，我们都把它去掉。这个去掉我们的这一些脾气毛病第一个要先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脾气毛病在哪里，那地方所以自己的脾气毛病很容易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性本体它没有这一些脾气毛病。那假如说我们有，那就是我们六道轮回之中带来，我们六道之中养成自己不知不觉，所以这不知不觉的力道很强，那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先知道，知道了以后只要我们肯用心就可以把它消除掉，把这一些脾气病消除。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呢这个求道了到现在一定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这个讲师点传师都有告诉我们要这个改脾气我们一些毛病都是要去除。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去除了多少？可以说可以说了都没有，改毛病、去脾气都没有，都在，都还跟我们求道的时候一样，都在。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不知道那个状态因为不知道没得比较说我现在跟我佛性本体差在哪里，没有办法去这个对比，没有办法对比就不知道说生活上的脾气毛病佛性没有。那现在佛性已经呈现了，知道了那知道了以后再有脾气毛病，那就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养成的尤其看了那个谢谢你有没有了解说什么是佛，有没有就是心意识我们都不用，没心了，无心。无心的时候就是真心因为它已经没有形象，不会变化。那真心的时候就是佛所以都知道佛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样子跟我们生活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差别？差别在哪里？我们都自己知道了差别在我们很多心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就是心那个心都生灭变化，都是无常。然后我们不要用那个六识的心。可是我们在生活一定要应对。那应对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研究真理的时候从真理的角度，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静。那应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最好的角度
那我们应对以后啊，我们就把它抛开，不要记在心上，这样啊，保持我们的心啊，都是清净，都没有成过了，完全没有。那应对啊，又不造业，因为完全符合真理，所以啊，或许看那个谢谢你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佛，什么状态，没有稀释，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回想我们生活之中啊，有多少的那个心力是在，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啊，这个记啊，会记得这一些心力式的一些啊微细的那个内容，这样呢，害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害自己都不知道。只要我们肯去掉这一些心力式，我们无心，无心没有两边，无心不会变化，那个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看我们生活之中啊，这一种状态容易做，不容易，先知道啊，这个利用知道以后啊，然后我们实际做，那实际的做了以后啊，我们等于成果啊，都已经去除掉。那对呀，我们都不造业，不造业就没报，所以啊就解脱了，业就应尽，业呢回到啊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这样子就不用到什么我们以后归空才成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已经那个佛的领域啊，就是跟佛一样，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差别只有在那个见识的内容，我们所见，都是众生之见的。说或许只要我们肯把众生见全部都去掉，不要有，那不要有众生的知见我们的所为跟佛都一样，已经没有差别。可是啊，我们回想一下。众生的知见非常强烈，就强的啦，众生知见，那要怎么样没有呢？万年放下，就没有了，没有众知见，我们心力事都不用了，这样清净，所以有没有看谢谢你呀？是不是很棒？或许在这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说了，在台南同一宫那个时间民国100年，就是讲的都已经3年了，或许也都忘了，有邀请把它写出来，然后这个给或许看。我说我干嘛在讲，自己讲的自己都忘了都说这个这样不错啊，有一个好的方向。里面都很白话，深入浅出啦，很白话。可你要研究很深有没有？到万年放下，讲到耳根圆通，讲到司机龙现淹没雷深水，那个都算蛮深的。还有说那个形而上谓之道，那现在写又开始在写啦。写那个形而上谓之，有6片的 CD 然后写一想，一片大概都是1个小时，那6片就有6个小时，我们6个小时讲写下来那真的是非常多了，要很用心，讲个钟我们就写个大概要1-2小时才可以写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是资料，因为我们可以慢慢看，一讲话一听过很快过了，很快忘了，连或许讲的都忘了，然后拿给或许之后或许说这个有一点已经都没有印象了，
啊，看一看内容，我说哦，这个这样还好，对道啊，哦，很有帮助，哦，一个方向啊，哎，都把它呢厘清，哦，要怎么修道的方向，哦，很清晰，哦，所以一个前贤说，哦，看了你，结果发现我20几年修方向都错了。各位前贤，看了谢你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修道的路线啊不是很正确？有没有？不敢。因为大方向了解我们求道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最诚心的时候，所以啊，那个修道不甘心呐，成道都有余啦。只是说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生活，说心真的很困难，会随着环境改变。可是我们大方向一定要自己拟定，自己啊能够掌握。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修心，养性。心性我们掌握得住了，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心性啊，那我们修道的方向不会偏。因为现在社会是花样百出啦，都是在诱惑我们。那我们假如说自己呀，没有新鲜性，很容易受影响。那我们要找他之毫厘呀，谬之千里。你开始差，到后来是差很多。本来修道了，修去啊，无去啊啦。到后来都修的也不想修，因为修了以后啊没有成就，就会